昏暗的阁楼，他缓缓睁开眼睛，待看清他面容后，沈福瞬间如坠冰窟。因为面前的人不是当今太子。风雨停了，毒解了。慕容彻冷漠起身，沈福撑着酸软疼痛的身子从床榻起来，待看清男人右手银色铁甲小拇指时，他更加确认与他纠缠的人是整个燕京都惹不起的人。静谧的房间还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两人四目相对，沈福终是从恍惚中回过神来。前世那些深刻的记忆一点点浮现在脑海中。前世也是在今夜，他在宁远侯老夫人的生辰宴上喝下继母林氏递来的桂花酒，便种下情毒。意识模糊时被几个丫鬟带往一个偏院，中途他拼命挣脱，跑到这个陌生的阁楼上。也是在这个雅间，他与陌生男人有肌肤之亲。上一世毒解后，等他醒来时，房间空无一人，他羞愧难当，以为这件事无人知晓。直到太子慕容锦私下找到他，告诉他与他春宵一刻的男人是他，愿意给他和腹中胎儿名分。自此他隐瞒所有，嫁入东宫，成为大燕太子妃。生下孩子后，太子却对他态度大变，找各种理由拒绝与他同房，甚至还将同父异母的妹妹纳为侧妃。到后来，他眼睁睁看着家人惨死，两个被继母养废的哥哥被害，长姐被设计嫁给宠妾灭妻的齐王，自己的儿子慕容玉被太子剜心头血，割血入药。他这才知道，太子娶她不过是看中他舅父江玄手中的兵权。只是江玄知道太子秘密后，便被设计10万大军死在嘉靖关。他依稀记得，在东宫，太子满脸厌恶地捏着他下巴。沈福啊，你是别人碰过的女人，姑怎会碰你？姑要用最残忍的方式告诉那个人，与姑作对的下场。玉儿不是姑的孩子，她该死。姑抢了原本属于她的女人，杀了她的亲生骨肉。那一刻，沈福才明白，太子娶她也是为了报复与他针锋相对多年的瑞王慕容彻，而他和他的血脉至亲成为这场皇权斗争的牺牲品。恍惚间，他似乎又看到前世在东宫的场景。他被太子设计与侍卫假意私通，被扔在破旧的偏院，自生自灭。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几个嬷嬷端着滚烫的热油过来，他挣脱不得，逃跑不了。他们粗鲁地扯着他头发，强行撬开他的唇齿，如刀割般的疼痛渗入四肢百骸，至今让他心有余悸。可他没有想到，他如今又回到了3年前的当夜，还认清与他有肌肤之亲的人，竟然是大燕的瑞王。四爷，解药拿来了。房门外传来慕容彻贴身侍卫傅颖的声音：情毒已解，不必了。情毒已解？难不成……滚下去，领罚。是，四爷。平阳侯为了太子，不惜将自己女儿送到本王床榻。说吧，沈姑娘想要什么？瑞王妃之位，还是行军令啊？沈福整个人僵在原地。慕容彻比太子危险100倍1000倍。沈福的父亲是当今平阳侯，是太子的人，也是当年让慕容彻被送往离国为质子的主要人物。在离国为质子的那些年，慕容彻受尽屈辱折磨，连右手小拇指都被斩断，至今带着银色铁甲。他从黑市斗兽场逃出，重回燕京，
隐忍蛰伏5年，一招拿下麒麟军兵权。他的身后有位高权重的太上皇，而于沈福而言，她是他仇人的女儿。沈福站在原地，抬眸与慕容彻那双深邃邪恶的眸子四目相对，冰冷道：“四爷怕是误会了，我是被人所害，并非父亲送来诱惑四爷。我不想进瑞王府，也不稀罕四爷口中的行军令。如今我的清白名声都被四爷毁了，我不需要四爷对我负责，只求四爷今日放我一马，让我回沈家。”看着对面的小姑娘，慕容彻眉梢眼角藏着危险的气息。清白名声，沈小姐怕是忘了，今夜是你主动勾搭的本王，本王只是用尽余力配合你而已。你进了这间房间，对我又搂又抱，还亲我说喜欢我，让我为你解毒。我配合你了，怎能算我误了你清白名声啊？我是中了毒，所以才……我也并非父亲平阳侯送来迷惑四爷，更何况我在沈家受众人厌恶，被人称为沈家的灾星，早就对沈家那些人恨之入骨。我自然与我父亲平阳侯道不同不相为谋。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既说你与你父亲不同谋，不如就证明给我看。要么用这把匕首自枪在我面前，要么就去将你父亲与太子的私传的密信给我拿来。信？什么信？一封带着梅花印记的密信。你若能答应我，我今日可以让你安然无恙地回到沈家。可若是你敢玩我，我会让你和你的2个哥哥生不如死。沈福眸色微微一变，以慕容彻的手段，定然说到做到。父亲平阳侯常年为太子而谋，而太子一心想用平阳侯的兵权支持他，还有利用他舅舅司马大将军江玄坐稳太子之位。前世太子是成功了，江玄和父亲却死状极惨，连他也死在东宫。若是能搞垮太子，他自然愿意拿信让他与慕容彻兄弟2人狗咬狗。行，我答应你。只是此事过后，我与四爷便再无瓜葛。若是四爷记恨从前爹爹所做之事，能不能放沈家其他人，我2个哥哥还有姐姐？你是在与我讲条件？想毫无关系，还得看你能不能拿到信。房内气氛凝重，渐渐的，门外骤然响起一个细微的脚步声。四爷，傅颖的声音再次传来：“有人从阁楼下上来了，好像是永昌侯爵府的公子和一个婢女。”这么巧？来就来了吧，你先下去。是，四爷。中了情毒，没有出去，估摸着药效啊，现在应该是昏睡过去了。这沈二小姐可是燕京第一美人，也是沈家嫡女，我相信张公子娶了她，你父亲永昌侯定会对你这个庶子另眼相看的。婢女的声音清晰地传入屋内2人的耳朵里。燕京第一美人，原来他们冲你来的。你若是不想旁人知道你在这里，你可以……沈福拽紧衣裙，绕过屏风，往一个柜子里去。永昌侯府的庶子张望，请替我谢谢你家小姐，若我娶了沈福，定不会忘小姐大恩。那是自然。在大燕朝总共封了3个侯爵：宁远侯、平阳侯、永昌侯。这3个侯爵祖辈在大燕朝开国之时立下战功，建国之后便根据功勋各自封了爵位。3个侯爵手上都有自己的调军令，而平阳侯府的为玄甲军。上一世沈福死前才知，母亲惨死，祖父的死，都是因为太子和当今皇后乃至邻国公想利用林氏拉拢父亲精心设计的圈套，以至于他背上克死生母、杀害祖父的恶女名声。太子在这场皇权斗争中机关算尽，不择手段。此刻漆黑的房间里寂静又危险。瑞王殿下，我不知道啊，瑞王饶命！口中话未说完，一声惨叫，鲜血飞溅。
沈福完全没有想到慕容彻会当场杀人。四爷，替你杀了他，你应该谢谢本王。怎么，后面还有戏你不看了？还是说你想跑，怕本王也杀了你？哦，我没想跑，只是这里终究是旁人的府邸，若是我被发现，到时候名声也会被毁。你弑杀自己祖父的臭名声都传遍了燕京，何必在意这一次？好戏还在后面。沈福知道这是一个捉奸的戏码，待会儿有更精彩的戏。四爷，如今你该相信我是被人陷害的吧？我并非父亲刻意安排前来引诱你。这场戏虽然精彩，可我不感兴趣。急什么？你若是想出去也可以，不过你别后悔就行了。他话音落下，房间又沉静下来。慕容彻似乎在等着猎物上钩。不知过了多久，从不远处陆陆续续又传来声音。怎么，还不躲？还是说你想让所有人知道本王是你的奸夫？沈福躲在屏风后，有些疑惑。上一世他与慕容彻纠缠后便离开了，后面并未发生任何事情，与今生有些不同。祖母，这永昌侯府家的三公子好大的胆子啊，竟敢闯我们温府的内院。府上许多丫鬟仆人都看到沈二小姐喝醉酒跑到这房里休息，没想到啊，这永昌侯府家的公子胆子这么大，竟然也闯进去啊！这可是我们宁远侯府的内院啊，这孤男寡女的，恐怕……这沈福和永昌侯府的公子，就是趁今日祖母生辰，丫鬟仆人都去了前院，在这里私会呢。温月话音落下，就迎上温老夫人冰冷的目光。你们进去，将这对狗男女给老身拖出来！我定要让平阳侯府和永昌侯府给老身一个交代。老身倒是想问问，他们是如何教导自己的女儿和儿子的，简直毫无礼义廉耻！老夫人且慢。就见一身华服的林氏带着他的宝贝女儿沈淑走到了几人面前。林氏是沈福的继母，沈淑是沈福同父异母的妹妹。老夫人，此事关乎我们沈家二丫头的清白，若她真在里面且与人苟且，我定将她带回平阳侯府，定亲自交给侯爷处置。在外人面前假意维护她的清白，维护沈府的名声。前世也因为她会在父亲和祖母面前演，以至于害死自己两个哥哥。姐姐还被设计嫁给宠妾灭妻的齐王，自己也背上杀害祖父的恶女名声。你们平阳侯府的姑娘也太没有规矩了。沈夫人，这样不叫母之过。老身曾听闻，这沈二小姐小小年纪就杀害自己的祖父，如今竟然如此荒唐。温夫人说的是，若是沈福真在里面，我们沈家的老夫人也绝不会饶他，定亲自将他进猪笼。你们两个进去看看，若是小姐在里面，就将她的衣裳穿好，将她拖回沈家，乱棍打死。是夫人。母亲，我也去。你一个闺阁女子怎么能去？母亲，姐姐从乡下回来不过月余，定不会做如此不知廉耻的事情的。也许是温府的丫鬟仆人们看错了，里面也许只有她一人休息。沈淑垂眸之际，眼底一片冰冷。他手中有沈福的东西，即便沈福没在里面，他也能让沈福身败名裂。既然如此，你去吧，两位嬷嬷跟在后面。四爷，我以为姐姐在里面，所以冒犯了四爷，还请四爷恕罪。臣女这就出去。站住！谁让你从门出去的？你该从那儿出去。这是一个3层阁楼，从阁楼窗户跳下去，不死也得残废啊！温老夫人、温月、林氏等人陆陆续续的进了房间。殿下在这南苑阁楼，府中下人也未通传一句，怕是老身失了这待客之道。温老夫人，礼仪便不用行了。本王喝了些酒，温二公子安排本王在这里小憩，
没曾想竟然遇到了刺客，还看了这么出好戏。今日是老身生辰宴，府中家丁护卫都去了前院，没曾想让外男闯进来，还险些伤了殿下，还请殿下恕罪。哼，人已死，本王也懒得追究了。殿下说的是，此事老身定会查清楚。如今这屋子里死了人，殿下何不移到大堂？老夫人若是有心，就让人把尸体收走，将这里打扫干净。是，殿下。在整个大燕朝，朝中官员、地方百姓们唯一敬重和害怕的，便只有3个人：一是当今陛下，二是太上皇，这其三便是这位燕京闻风丧胆的四爷。可是这四爷慕容彻，他像是地狱来的恶鬼，也像一头无人能驯服的野狼。大家怕他，惧他，除了他手中的麒麟军外，便是他的行事作风，为人狠戾，杀人不眨眼，嚣张邪肆。不过死在他手上的人都是些该死的。殿下，舒儿今日前来是为了找自己的姐姐，她不知殿下在房内，冒犯了殿下，还请殿下饶了舒儿这一次。到底是来找人，还是请人看戏？沈夫人心里比谁都清楚。殿下，舒儿自然是来找姐姐，怎会让人来看戏？既冒犯了本王，便也知道本王的性子。本王不会轻易放过人。本王给你2个选择，要么用这把匕首让你的鲜血从这里流到门外，要么从北面的窗户跳下去。殿下，舒儿年纪小不懂事，还请殿下饶了她这一次。还请四爷饶了我。不做选择也可以，那便去我瑞王府地下牢狱。殿下，还请殿下饶舒儿一命。一旁的沈叔紧咬着唇，他知道他不做选择会死在慕容彻手里的。他们沈家和慕容彻有仇，若是沈家女眷落入慕容彻的手里，那是死路一条啊。母亲，终究是女儿不对，得罪了瑞王殿下，女儿跳就是了。这怎么能行？舒儿你不能跳。与其死在他手上，不如赌一次。您沈父就进了这房间，怎么会没人呢？那个贱女人运气怎么那般好？瑞王殿下，若是我从这阁楼跳下去，还请殿下放了我，放了我母亲。舒儿，你不能去。瑞王殿下，舒儿好歹是平阳侯府的人，也是当今国公爷的外孙女，她今日无意闯了进来，陛下便逼她要跳楼，你这般未免太不近人情了。殿下难道不怕燕京城的百姓议论吗？沈夫人是在给本王讲人情，你似乎不配。更何况今日温家这出好戏，可是你这闺女自导自演的。本王本就没什么好名声，更不在乎他人议论。林氏咬牙看他，却又无可奈何。慕容彻如今的地位，就算改日告到陛下面前，陛下只会责怪沈叔不该惹他。此刻，窗户旁的沈叔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今日若是不跳下去，等待自己的便是更可怕的结果。他微微回头，瞥了一眼站在人群中的贴身丫鬟春秀。春秀示意的点点头，转身便消失在房间里。片刻后，他转身就跳了下去。舒儿，殿下，若是殿下要在这里休息，老身让下人收拾一下，便不打扰殿下了。四爷，如今戏看完了，可以送我回去了吗？别忘了答应本王的事，若是你敢耍本王，你知道后果。那殿下答应我的事，也要说到做到。傅莹，送他回府。是，陛下。小姐，你怎么才回来？明香院今日出大事了，王爷收到消息，正从皇宫赶回来呢。沈福抬眸看着跑过来的云兰，恍如隔世。沈福自小就被送去乡下，而云兰是江璇特地找来保护他的丫鬟。前世他为了护住自己的孩子，被沈叔一碗汤药废掉全身武功，还被沈叔和太子让人卖去窑子里。
到死都未见上他一面。如今再见到他，心里不是滋味。还好他还活着。小姐，你怎么了？啊，没什么。今日小姐回来这般晚，恐怕待会儿老夫人会让人来问。问就问吧，怕什么？舒儿如何了？都是母亲的错，母亲没想到那个小贱蹄子居然不在里面。母亲，你就不应该让那灾星回来，还什么燕京第一美人，我看他就是乡下的草包，我以沽名钓誉，舍人助母，杀了祖父不说，如今又回沈家来，还连累了我。你也是的，你一个闺阁女子跑进去做什么？如今还得罪了瑞王。怪我吗？你应该怪他。反正此事因沈父而起，我定让祖母将他进猪笼。母亲，你说他怎么不去死？他怎么还不死？他快点死！他为什么要回来？他就是来祸害我们沈家的。够了，这些话不要让你爹听到。母亲自会想办法，让他滚回到乡下去。哼，沈家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就怕他有命来，没有命回去。春秀死了？小姐你还不知道。我听说，三小姐跳下窗之前，春秀就在阁楼下候着。说起来，春秀竟是被三小姐活活砸死的呢。夫人让管家好生安葬，还差人打点银子给她父母。这沈叔果然和前世一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春秀好歹跟了他10年，只可惜这次竟让沈叔逃过一劫。今日大哥去找阿姐要母亲的嫁妆了吗？今日午时，公子和大小姐因先夫人嫁妆之事吵了一架。大小姐本就身子弱，被气得险些下不来床。前世大哥沈峰以做生意亏本为由，将母亲的嫁妆从长姐那边尽数骗去，实则拿去给怡红楼里的一个头牌。也因为那个女人，他与人争风吃醋，最后还打死一个官家子弟，入牢狱后被斩首。每次大哥说生意失败，要从长姐手中拿母亲嫁妆时，林氏都会劝长姐将嫁妆给大哥做生意，说是为他前途着想，以至于沈峰还以为林氏是贤良淑德的好母亲。殊不知，这一切都是林氏提前设计的阴谋，先设计他拿嫁妆，再设计他入狱。他的2个哥哥，一个沉迷于赌博，一个沉迷于烟花之地，完完全全就被林氏娇惯，养成了一个废物而不自知。这一时，他要揭开林氏伪善的真面目，不能让2个哥哥再死在他手上，也不能让长姐嫁给宠妾灭妻的齐王。云兰，你去给我准备热水和一套干净的衣服，我洗完澡要先去一趟明香院。是，小姐。小姐，你怎么了？怎么这般神情？没什么。你去把我的药箱拿来。上一世也是因为和慕容彻的那晚怀上玉儿，玉儿跟着他在东宫受了不少苦。他依稀记得小家伙临死前伸着肉嘟嘟白嫩的小手拽着他的衣裙，娘亲娘亲的叫他。可惜玉儿心头血割了，却再也没有机会再叫他一声娘亲。他很想玉儿，可是理智告诉他现在还不可以。就算他今生怀上玉儿，玉儿出生后慕容彻未必护他，反而会成为太子对付慕容彻的筹码。若是今生有缘，我相信他会再投胎到我肚子里。手腕上面的手工纱没了，银针在火苗上烧得通红。沈福咬着牙，忍着疼，混着药粉，毫不犹豫往自己手腕上原本手工纱的地方烫去，夹杂着红色药粉，看起来倒是和之前无异。他本不想这样，可是没办法。沈老夫人向来对沈家女眷清白名声尤为看重，被他发现，他肯定会被进猪笼，还会被赶出沈家。他的清白是因为林氏的设计丢掉的，并非他有意的。小姐，老夫人身边的张嬷嬷来了，让你过去前堂一趟。好，我知道了。沈府前堂里，父亲，若非春秀，女儿今日怕是没命回来了。这瑞王竟猖狂到如此地步，明日朝堂之上，
我定让陛下为我主持公道。舒儿别哭了啊，我们舒儿今日啊，都是为了寻自己的姐姐。老爷，明日就算你在朝堂上参瑞王一本也无用啊。瑞王，如今连陛下都要包容他3分，就算参了他有什么用呢？陛下反而会责怪你。若是惹怒了太上皇，恐怕更为不妥。如今我父亲也知道此事，便让妾身来说一句，我沈家的女子以后见到瑞王，能躲多远就躲多远。若非当初老爷让陛下送瑞王去离国，也不至于。够了，此事莫要再提了。沈渊有些不高兴，好端端的，为何要去宁远侯府内院阁楼啊？明知瑞王对我们沈家就有心结。祖母，你是在怪孙女吗？二姐姐宴席上喝了一杯桂花酒，就故意说身子不舒服。我们的丫鬟带她去休息，偏偏她挣脱丫鬟前往宁远侯府南院阁楼。谁知没过多久，这永昌侯府家的公子也去了二姐姐房间里。谁知道他们在里面发生了什么？也又怎么会在里面？那么多丫鬟仆人看到姐姐和张公子一前一后进房间的，姐姐或许早就和张公子苟合离开了。住嘴！舒儿，不准这样说你姐姐。母亲，女儿说的是事实呀。温慈小姐还有几个贴身丫鬟亲自看到的。姐姐才回来3个月，府上就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哥哥做生意连连亏本，大姐姐的身子也一直不好。如今女儿为了去寻他，又遭此劫难。当年若非姐姐9岁时从易水回来，祖父也不至于无辜惨死。是他亲手杀了祖父，他就是沈家的灾星。这句话仿佛惊天之雷，在沈老夫人的脑海里轰然炸开。林氏故意呵斥着沈叔：“舒儿，你若是再说一句，便怪母亲家法伺候你。”哼，张嬷嬷去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回来？这二丫头才回来没多久，竟然……老夫人呐，如今这张家公子也被瑞王杀了，妾身就是怕旁人对福儿说三道四啊。这宁远侯府的丫鬟仆人确实看到福儿和张公子一前一后的进了房间。刚才我去福儿的揽月院，也未见他回来，就怕福儿年纪小不懂事。虽然张公子是被瑞王杀死的，可毕竟还牵扯到福儿啊。若是这张家追究起来，怪罪到福儿身上，这可如何是好啊？沈福跟着张嬷嬷到前堂时，听到的便是林氏这假慈悲的话：“福儿，你终于回来了。福儿，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让母亲和妹妹好找啊。”“我早就回了侯府，去了大姐姐院子里。能去哪里啊？父亲、祖母，你们找福儿有何事？”“还不跪下！”“祖母，不知孙女所犯何错，为何要跪？”“一个姑娘家，为何私自跑去宁远侯府不用的偏院阁楼啊？还被那么多丫鬟仆人看到。听宁远侯府的丫鬟仆人说，这张公子也去了阁楼上，还被瑞王杀了。祖母问你，你可知此事？”“孙女怎知？我喝了母亲给的一杯酒，就觉得身子不舒服，回了侯府，没去阁楼。许是晚上宁远侯府光线太暗，丫鬟仆人看错了人，竟误以为是孙女，还害得母亲和妹妹白跑一趟，得罪了瑞王。父亲，你可信女儿？”“我自然相信自己的女儿，爹爹自然信你。只是你的行踪的确存疑，如今这张家公子被瑞王所杀，就怕张家追究到你身上，背负到时候也难护住你。”“女儿没去阁楼，母亲和妹妹不也没在阁楼上看到女儿吗？这张公子冒犯瑞王，被瑞王所杀，怎会关系到女儿头上？这永昌侯府，我想不会如我们沈府这般糊涂，什么脏水都往自己人身上扑。”“福儿，老爷，福儿说的不无道理。他既然不在阁楼上，又何必强加于他身上呢？只是这宁远侯府的丫鬟仆人都看到了，
福儿确有嫌疑和张公子有来往，若要证明福儿是清白的，这事儿也不难办。让府中的嬷嬷过来，给福儿验验身子，看看是否还是处子。若福儿身子清清白白，那就证明福儿是无辜的，我们沈府当真冤枉了他。这林氏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母亲说的什么话？要我验证清白，不就代表你们怀疑我吗？我才回燕京不到3个月，与张公子并无交集，如何与他在温府私会？反倒是你们，连我人都不在，便带人去，一副捉奸的做派。我听说温家四小姐还没进房间，就在外嚷嚷着我和张公子在里面私通了。我想问一句，有人亲眼见到吗？福儿，母亲不是这个意思。如今若想堵住悠悠众口，便只能用这种方法了。祖母厌恶他，父亲也不喜他，继母贾仁慈想害他，还有一个时时都想将自己踩在脚底下的妹妹。那么多年，他背负了那么多骂名。他出生时，沈家祠堂走了水，一把大火将整个沈家祠堂连带着沈家祖宗牌位都烧了个精光。祖母便说他是天降的灾星，将未满月的他送去易水。母亲江氏心疼自己的女儿，也跟着去易水，后来便惨死在回沈府的路上。沈家人更是认为他克母，不愿意接他回沈府。9岁那年，江玄抗击敌军，立下赫赫战功，封大司马骠骑将军。回到燕京的第一件事，便是与平阳侯商量将他接回燕京城。可沈福回到燕京城不到1个月，祖父便离奇死亡。那个夜里，他记得很清楚。他前去送东西给祖父，房间里一个黑衣人将带血的匕首塞进他手里，转身就消失在夜色中。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时，林氏带着沈老夫人过来，看到他手中的匕首，便认定是他杀了老侯爷。那天夜里，任凭他如何解释，除了姐姐沈离，沈府便无一人信他。那个夜里，他被沈老夫人命人打得血肉模糊，动弹不得。第2日又送回乡下。时隔7年，他又重新回到燕京城，如今竟然是这样的局面。祖母、父亲，二姐姐就是心虚。若是她没有和张公子苟且，怎会不愿意验明清白之身？你们过去，将二丫头拉回闺房，验验身子。若她当真是清白的，我这个做祖母的亲自给她赔不是。二姐姐，在我们沈家，若是未婚便与人苟且，是会被进猪笼的，要被乱棍打死，赶出沈家。姐姐这般反抗，她早就不是清白之身了，真是看不出来啊！姐姐这般不知廉耻，与人苟合。舒儿，你少说2句。你们这是做什么？福儿，不怕。梨儿，你不是睡下了，又起来干什么？父亲、祖母、母亲，梨儿今日就想问一句，为何妹妹没去阁楼，却要将事情强加在她的身上？常人对这种事避之不及，偏偏我们沈家怎么既往自己人身上揽脏水呢？福儿回来的早，一直在我院子里学刺绣，并未去阁楼。如今你们还要闹着要验她的身子，此事若是传出去，旁人如何说？就算福儿是清白的，人云亦云，白的都会说成黑的，燕京城的人又会怎么议论我们沈家？福儿不是心虚，是顾及沈家的面子。这场可笑的闹剧若是传出去，我们整个沈家都会成为燕京城的笑柄。祖母、父亲，从小你们便说我是灾星，你们说的对。我沈父1年一灾，从我记事5岁开始，在易水每一年都会莫名其妙的遇到危险，无缘无故的落水，险些葬身火海，被人劫走，莫名其妙的生怪病，几乎每一年我都死里逃生，灾难连连。我在隐白医师那边学药理，手腕之上有一手工纱，是他亲自给我点上的。若是父亲和祖母不信，可以找人去乡下打听，问问芸娘有无此事。那白皙稚嫩的手腕上有一颗红点，我的手工纱还在。沈老太太和平原侯眯着眼睛打量，面色这才缓和过来。祖母和父亲若是想叫嬷嬷验我身子，也不是不可以，但是
女儿有个要求。什么要求？福儿不妨说说。若是三妹妹今日敢让嬷嬷验身子，我便敢。祖母、爹爹，我不验。堂里的几人被沈叔的一反常态镇住了。沈叔是燕京城出了名的世家贵女，自小便是请宫里的嬷嬷前来教导礼仪，诗词歌赋，连女工在整个燕京也是1等1的好，还是燕京城4大才女之一。她生得高贵，知书达理，自然不会做出什么阿杂的事儿，可竟然对这验身子一事如此一反常态。刚才妹妹说，若是我们沈家女子未出嫁便与人私通，会被进猪笼的。妹妹如今怎会不愿意呢？况且妹妹乃燕京4大才女之一，自然也代表着沈家的面子。若是将来因清白一事犹如我们沈家门楣。二姐姐，你明明知道我是为了许你被瑞王逼着跳下阁楼，伤了小腿，怎能验身呢？若非是关心，我怎会这般模样？如今我有伤在身，你还让我验？还有月余便是我的吉吉里了。若是在验身途中让伤口加重，这吉吉里恐怕……沈福见到沈叔这般，忽而想到上辈子的东宫。上辈子他在东宫被折断四肢，嬷嬷们端来滚烫的热油时，沈叔也在场。那时候沈叔对他说的话，他如今记得清清楚楚。太子慕容景在他回到燕京城前，便早和沈叔背地里私通在一起。而沈离和永昌侯府的世子张怀安原本是有婚约，姐姐沈离和张怀安情投意合，因沈叔和林氏抢了这段原本属于他的婚约，和张怀安产生隔阂，至今郁郁寡欢。前世沈离被林氏嫁给宠妾灭妻的齐王，进了齐王府，最后被齐王小妾设计，凄惨死去。沈离死后，张怀安也郁郁寡欢，没有2年也跟着去了。2人下场极惨，是对苦命鸳鸯。如今沈叔抢了沈离的婚约，私下去和太子苟合，他和太子瞒着所有人。沈福面色平静道：“只是小腿骨折，并不影响嬷嬷们验身子。若是妹妹不同意验身子，便是心虚了。”主岁，够了！今日先这样，都回去。老身也累了，以后我们沈家遇到瑞王，绕道而行，别搞出什么幺蛾子出来。福儿、离儿，你们也回去吧。今日是为父糊涂了。老爷，如今福儿既然已经证明自己的清白了，便也不必再追究。只是我们舒儿因惦记着自己的亲姐姐，最后却得罪了瑞王。如今瑞王势大，也不知道将来这瑞王到底放不放过我们沈家呀？他终究不是储君，别去招惹他就行。都这么晚了，回各自院子里去。母亲的嫁妆都被大哥拿去做生意，说是亏了本，如今就剩下这些。福儿，你刚回来，府上月银应该不够用，你需要些银子，你拿去一些。阿姐，我就拿这几样，其余的这些你放着。大哥若是再来找你要母亲的嫁妆，便不用给他，他哪里是拿去做生意啊？分明就是拿去给一个青楼头牌。青楼头牌？怎么可能呢？阿姐若是不信，可以找人偷偷跟着大哥，看看他平日里都去了哪里，到底是不是做生意。那青楼头牌名叫丽娘，大哥对她情有独钟，便将母亲的嫁妆拿去讨她欢心。好啊，你竟然敢骗我！说什么是为了沈家，原来都是在骗我。骗嫁妆之事本就是林氏和丽娘设计的圈套，一是让丽娘勾引沈风套母亲的嫁妆，其二便是让丽娘设计沈风与一位官家子弟争风吃醋。上一世沈风因为吃醋将官家子弟打死，最后也下了牢狱，第2年秋天就被处斩了。今生他不想这件事再发生。阿姐，就算你现在去找大哥也没用，他如今不会听我们的，反而觉得林氏是为了他好。他瞒着所有人，我想爹爹并不知道。我们何不告诉爹爹？告诉爹爹？若是爹爹知道了，恐怕沈风会被打得下不来床的。
阿简，此事若是爹爹不知道，哥哥会犯更大的错。他如今敢将母亲的嫁妆拿去给青楼妓女，将来呢？你身子还未养好，此事便由福儿来办。我会想方设法将母亲被骗的嫁妆拿回来，还会想办法解开林氏的迷善。福儿，若是当真能将母亲的嫁妆拿回来，那再好不过。不过，福儿向来和林氏亲近，不喜你我姐妹二人，稍有不慎，反而会让福儿恨上我们。娘亲无缘无故的去了，我作为长姐，自有义务要护好你们，也不愿意我们兄妹几人反目成仇。此事要慎重。阿简，此事你不用插手。若是真要当一个恶人，由福儿来当吧。我相信大哥也绝不会是非不分，他总会看清谁对他好。阿姐身子弱，要多休息。如今天色已晚，福儿该回去了。好。沈福垂下眸子，想到前世的长姐悲惨的下场，不由得心里难受。齐王定会如前世那般设计让沈离嫁给他。阿姐，你身子弱，这几日哪里也不去，就在这清风院里好好养着。夜深了，福儿便不打扰阿姐了。看着如今懂事的妹妹，心里很欣慰。小姐，还好今日大小姐赶过去了。都过去了，明日你早些起来，我要你同我去个地方。啊？什么地方？奴隶市场，我们得去买个倾城绝色的奴隶回来。林氏既然能利用丽娘让大哥骗母亲的嫁妆，我自然也会利用旁人的美色将嫁妆原原本本拿回来，还会让丽娘亲自在沈叔及笄礼上揭开有些人虚伪的面目。奴隶当真能行？你提前在侧门准备一辆马车，明日只管同我去便是。是，小姐，你的药我给你煎好了，药渣我也按你的吩咐到火里烧成灰烬，我现在给你端过来。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上一世舅父江玄是因为知道太子不为人知的秘密后，被太子设计背上叛国罪名。可到底是什么秘密让太子下此狠手呢？母亲，就不应该让他回来，就应该让他去死的。阿姐如今大病，他若是不回来，燕京城沈家便只有我一个嫡女。若是他回到燕京，将来嫁个庶子就算了，若是他将来嫁给燕京城高门显贵家的公子，母亲，女儿和您如何和死去的江氏比？就算他今夜逃过一劫，他将来也断不可能嫁给谁家高门公子。天京城权贵家的夫人们，谁敢让一个弑杀祖父、克死母亲的灾星进门呢？况且你的及笄礼不是快到了，当日定是有许多夫人、公子小姐前来，这个时候母亲会让他在及笄礼上知道，他回燕京城便是坠入无边地狱。只是我始终想不明白，今日那么多丫鬟仆人都见他上了阁楼，他怎么会不在阁楼上？而且这瑞王居然在里面，难不成……母亲的意思是？不可能的。这瑞王恨透了我们沈家，若是沈福在里面，以瑞王的手段，即便不亲手杀他，也会用别的法子弄死他。瑞王这只高枝，整个燕京城无人敢攀，沈福更是不可能。不过，若是能见瑞王的刀，一箭双雕，再好不过。沈玉好像在樊楼赌博，那可是瑞王的地盘。这两个孩子如今是被娇养惯了，是该让他们吃吃苦头了。小姐，就在这里，那些世家子弟不像普通的奴隶好管，便被关在这阁楼下的一个牢狱中，而且价钱也比外面街上绑着的奴隶们贵好几倍呢。看样子没来错，我们进去吧。两位姑娘是来买奴隶的，想要什么样的奴隶，我这里都有。姑娘也应该听说过，
我这阁楼里面的奴隶啊，可都是些世家出来的。哎，这些奴隶啊，可与街道上的那些不同。我这阁楼里的奴隶懂礼仪，他们大方得体的，很有才学。姑娘想要什么样的都有。老板，你这里面的奴仆虽是识大体、有才学，可也比其他奴仆要难管教些。这些奴仆没来这青云街之前，要么是闺阁小姐，要么是世家公子，读过书、念过字，也有自己的想法。若是老板今日能少些价格，我下次定来你这里多买一个。姑娘想买什么样的奴仆？若是能有姑娘合适的，那价钱少些嘛，也不是不可以。老板，这牢狱中可有一位男子，生得绝美，若是猜的没错，应该是姓叶，是怀州叶家人，背上有叶家的标志。姑娘莫不是来寻这位公子的？正是。有是有，不过就如姑娘所说，十分难管教。哎呀，老夫也是头疼啊！杀了吧，又可惜了；用些手段吧，又怕这人想不通轻生，那我不是白养他了？姑娘说的这位奴隶，半年前才来青云街，祖上层也是风光一时啊，来了这青云街也不愿意接受现实，整日寻死觅活的。若是姑娘想要啊，姑娘出点钱带走吧。行，那麻烦老板带路。啊，好。叶家是因为得罪了皇后，所以才沦落至此。要不你先在牢房外候着，我与他谈谈。行，你们慢慢聊，只要银子到位就行。叶公子就没有想过从这里出去，与自己的妹妹远走他乡？你如何知我还有个妹妹？我自然知道。叶公子，我今日前来便是想与你做个交易，若是这交易做成，我还你自由，让你带着你妹妹远走高飞，绝不将你妹妹还活着的事告诉官府。这个交易你可做？叶世清低头苦笑，眼中带着一丝不甘。他本是怀州叶家人，因自己二叔贪污赈灾银钱，数额巨大，还无缘无故得罪当今皇后，他这旁系的便被流放，后被人转卖到了青云街。而他的妹妹自小养在乡下，鲜少有人知道，便躲过了一劫。可他没想到面前这个16、17岁的小姑娘竟然知道他还有个妹妹。叶家上上下下瞒得那么紧的事情，他又是如何得知的？姑娘便这么对我有信心，认为我能完成姑娘口中的交易？那是自然。叶公子曾经也算是怀州青年才俊，其学识见解惹得怀州不少女子倾慕。这怀州和燕京城相隔千里，怀州的人早就认定公子已死了，这燕京城鲜少有人知道公子的身份。我相信公子定会完成这笔交易。叶公子，只要你完成我吩咐的事情，我绝不为难你们兄弟二人。他如今别无选择，唯有护住自己在世界上的亲人。只要姑娘说到做到，不伤我妹妹分毫，姑娘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叶公子果然爽快。如今你跟我们一起回燕京城，我们再商议交易的事情。哎呀，这拖油瓶啊，终于是卖出去了。吃我的喝我的，如今就50两银子，真是倒血霉了。公子是来买奴隶的？你这牢狱里可有一位姓叶的公子，背上有一个叶字。哎呦，这公子怎么才来呀？你说的那位刚被买走了。刚被买走？可这是何人所买？2位姑娘，戴着面纱，看不清她们样貌。不过看穿着应该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她们刚走，公子若是现在去追，说不定能追上。这几日你先住这儿，我们会有人过来与你接应的。你放心，最多1个月，我便放你自由，将你契机给你。姑娘，你既在青云街买下我，便也算是我的主子。我这条命也算是姑娘救回来的。姑娘想让我做什么，我定不会让你失望。叶公子不必这样，我只需叶公子接下来1个月里按我吩咐配合演戏即可。至于叶公子忠不忠诚于我，我想叶公子应该清楚你妹妹的命有多重要。叶公子和我一样，不想你妹妹小小年纪便和你有着同样的遭遇。是，
小姐，那就好。如今天色已晚，你先在这里休息，我也该回去了。二小姐，你去趟清风院吧。大公子回来了，又去大小姐那边要贤夫人的嫁妆了。大小姐身子本来就抱恙，这样一闹，小姐身子吃不消啊。你先别哭，爹爹可回来了？回来了，并不知道大少爷回来了。大小姐顾及大公子的颜面，不敢将事情告诉给侯爷。你先去把父亲叫来，这件事还是得告诉父亲。可是叫你去你就去，难不成还想哥哥去大姐姐那边闹？好，奴婢这就去。福儿，你将母亲的嫁妆尽数给了外人，你可想过玉儿？你可想过阿姐？想过福儿？我们都是你的亲人呢。长姐，你这是何意啊？何人与你说我拿母亲的嫁妆是给旁人呢？你不要听人挑拨离间。母亲的嫁妆我怎么会去拿给别的女人？我若非生意上周转不过来，你以为我愿意求你啊？况且这母亲嫁妆是留给我们兄妹几人的，也不能让长姐一人私吞了吧？什么风把你这个灾星妹妹吹了？妹妹前来，难不成也是来阻拦你哥哥的？哥哥，如今长姐身子弱，你还要闹什么？你是不是想让我们跟你陪葬，你才满意啊？还是说你从前被林氏娇惯坏了，什么无耻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师傅，你这是何意？你不支持兄长就算了，如今竟然在这里挑拨我与长姐关系，你还不如沈叔。若是沈叔妹妹，定是站在哥哥这边。瞧瞧你，一回沈家来，家里就出这么多事。方才哥哥说长姐一人私吞了母亲嫁妆，我想问一句，哥哥从长姐这里以做生意的名义拿去的钱财可有算过？还是哥哥觉得一个勾栏里的下贱女人比我们兄妹几人更重要？师傅，你胡说八道什么？不是，谁拿母亲嫁妆给勾栏女人了？况且我与勾栏女人毫无半分关系。阿姐，你身子弱，我扶你进去休息。福儿，绝对不能让她将娘亲的东西拿给外人。阿姐放心。沈福扶着沈离进内间躺下后，才重新回到外室。哥哥就没想过，丽娘是青楼头牌，燕京城每日与她鬼混的达官显贵不计其数，怎么会缺银钱呢？你就不怕她故意设计你，让你套母亲的嫁妆，最后把你给害了？你放屁！丽娘身子清清白白的，她卖艺不卖身，如今也不可能与别的男人厮混，不过是命运凄惨的小姑娘罢了，怎会如你说的那般每日与人？师傅，你少在我面前挑拨离间，我不吃你这一套。况且我是拿去做生意，并非给他。当真是如此，我看哥哥真是满口谎话。方才还说不认得什么勾栏女人，如今说丽娘是清白身子。你是我们平阳侯府的嫡子，一个侯府长子，不学无术，整日沉迷烟花酒地，不知悔改就算了，如今长姐身子不适，你也要来闹，还将母亲钱财尽数骗去讨好一个青楼的下贱女人。你让母亲在天之灵如何安生？你可对得起死去的母亲？有你这种哥哥，当真耻辱！好啊，沈福，胆子肥了，敢这般与大哥说话。我是看出来了，你就是想自己私吞母亲嫁妆，怪不得人人说你是我们沈家的灾星。你才回来多久啊，便弄得沈家鸡犬不宁？母亲当初是你克死的，你难道忘了？祖父也是你杀的，你至今不承认。舒儿因为去找你，被瑞王逼着跳下阁楼，如今哥哥生意上需要钱财周转，你也要拦着。你这灾星等着，就不该回燕京城来。我倒是忘了，若是兄长与丽娘的事情被爹爹知道会如何呢？一个侯府嫡子欺骗生母的嫁妆，拿去讨好青楼妓女，说出去都惹人笑话，恐怕爹爹在朝堂上也要被同僚取笑，我们沈家也要成为整个燕京城的笑柄吧。哥哥既说我是灾星，那你好生看着妹妹是如何害你。哎，妹妹，你要干嘛？侯爷，不过是两姐弟闹口角罢了，如今天色晚了，你过去反而打扰几个孩子休息。冯儿整日不着家，如今刚回来便去李二房里闹，简直是岂有此理！我过去一趟，你先休息。嬷嬷，夫人，您找老奴？这几日丽娘那边拿到的嫁妆有多少？可有算过？夫人，从江氏留下的嫁妆来看，
还有些在大小姐手里，其余的呀都在丽娘身上。只是丽娘说了，若是夫人能保住她的弟弟，她便将从沈风手里拿来的钱财全都给夫人。这丽娘啊是青楼头牌，每月挣的钱财不计其数，只是光有钱财却无权势，想要救出自己的弟弟，便只能依仗夫人了。丽娘今日遣人来说，夫人何时救出她的弟弟，何时将江氏嫁妆给夫人。哼，丽娘那个弟弟，我怎么听说在同乡玷污了几个未及笄的少女，被关进去了，还是个惯犯，是个不折不扣的淫贼。哼，明日你遣人去国公府，让国公爷秘密安排，将丽娘的弟弟庞简救出来，顺便让丽娘安排人将庞简接到燕京城来。庞简这颗棋子有大用。夫人，难不成是想毁了？就你多嘴，到时候若是嫁妆都到手了，让丽娘按我们的计划行事。哼，沈风这个蠢货也不必留了，我们也去一趟清风院吧。这个风儿啊，一定要捧着才行。是，夫人。福儿，你这是怎么了？父亲，哥哥他好狠心，他要打我，他说我是灾星，说我不该回沈家，还要把我赶出沈家。沈福，爹，你听我解释，我没有要打他，我没有。这一操作让沈风始料不及，沈福瘫坐在地上，额头上都被血染红了。快去叫府医过来。是，老爷。爹，哥哥整日不着家，是和青楼的一个女人厮混在一起。他还以做生意为由，将张姐手中母亲的嫁妆尽数骗去，讨那女人的欢心。那青楼女子就是想坤平他钱财。什么？沈风，你妹妹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我沈福，你果然是我们沈家灾星，你好狠的心呐！故意编造来污蔑你亲哥哥。爹，你不信可以问张姐，张姐如今手上还有多少母亲的嫁妆？你也可以让人去宜春楼打听一下，有没有一个叫丽娘的头牌。整个燕京城的公子哥们都知道，我的哥哥在和一个青楼女人厮混，唯独爹爹被蒙在鼓里。爹爹朝中同僚恐怕早就知道此事，都在背地里嘲笑你呢。若是爹爹不信女儿的话，你可以叫张姐出来问问清楚，女儿也无说谎。我不过是说了哥哥几句，他便拿茶杯砸女儿的额头，还追着女儿就打，要杀女儿。沈福，我怎么会有你这样一个妹妹？旁人都护住哥哥，你反倒好。你妹妹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你当真和一个勾栏女人厮混，还将你生母留下的嫁妆拿去讨好青楼女人？如今你妹妹不过说了你几句，你便追着她要打要杀，你简直无法无天了。说，爹，你听我解释，不是妹妹说的那样，这臭丫头撒谎，故意演戏给爹爹看呢。满口谎话，风儿，你还要瞒爹爹到什么时候？母亲留下来的嫁妆八成被你拿去，若非福儿告诉我，我至今都被蒙在鼓里。阿姐，爹爹，你们都被他骗了。他如今回到燕京城，便是要将我们整个沈家搞得鸡犬不宁。还敢撒谎！今日我特地差人去打听了，你确实日日夜夜和青楼的头牌厮混在一起，你还不承认？你不知道燕京城的百姓在背后是如何非议我们沈家的，沈家怎么会出你这个白眼狼？你可对得起死去的母亲？爹，你听我解释，不是他们说的呢。你说福儿撒谎，难不成你姐姐也是撒谎？不争气的东西，事到如今不知悔改，还意图瞒天过海。我就说，你整日不着家，也没见你生意做成什么样。原来你一直都在欺瞒为父，竟然还打你母亲嫁妆的主意。来人，先将公子拖去前堂，是为父太过纵容你了。爹，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爹，沈福，你这个灾星，你不该回来，
我怎会有你这个妹妹？阿简，我们也去钱塘吧。好。钱塘里，明日将你拿出去的钱财全部拿回来，否则就当我没你这个儿子。那是你母亲留给李儿和福儿的，将来给他们出嫁用。如今竟被你拿去给一个勾栏的女儿，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啊！父亲，送出去的东西也能有拿回来的道理，我做不到。况且丽娘家世凄惨，是个清白姑娘，我与她情投意合，早就私定终身，未来也是你儿媳妇啊，不都是自家人呐？逆子！来人，给我狠狠的打！今日不信打不死这个逆子，当真是瞎了狗眼！他要是愿意嫁你，拿了那么多钱财，早就赎身出来，一直套着你。你眼睛瞎了吗？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蠢货出来？是为父平日里对你太宽容大度了。哎呀，侯爷，你这是干什么呀？福儿可是你的长子，福儿虽然犯了错，却也不至于侯爷动用家法呀。侯爷，您看在妾身的面上，也看在先夫人的面上，饶了福儿这一次吧。她自小就没了娘亲，如今还要被你这样责罚。沈福坐在椅子上，看着此刻这般慧眼的林氏，只觉得讽刺。果然，他的2个哥哥就是这样被林氏骄纵坏了，前世才有那般悲惨的下场。谁能想到，佛口蛇心会是一把无形的杀人利器？沈风和沈玉日渐骄纵，无法无天，总有一天会闯下无法回头的大错。沈玉到现在都还未着家，估摸着又是去了什么赌场，输光了钱财。父亲，常言道惯子如杀子，哥哥如今犯下如此大错，若是今日不责罚，将来也会惹下大祸。沈福，你要害死我是不是？你这个妹妹怎么这么狠心呢？果然是灾星，一回来便不让我安宁。沈福不想理会他，他只想看平阳侯的态度。父亲，我想母亲在天之灵，定不愿意看到自己的2个儿子被骄纵的不成样子。今日哥哥敢骗母亲嫁妆去讨好青楼的女人，若是将来胆子更大，也会用整个平阳侯府去讨好别人。如今我们沈府虽有爵位，却也是大燕建立时封的功勋，可惜这么多年过去，沈府却日渐衰退。永昌侯府的世子张怀安与兄长年龄一般大，如今也是前几的新科状元，至今在朝为官。宁远侯府的世子现在也在军中立下战功，陛下很是看重。我们平阳侯府和永昌侯府还有宁远侯府是一起被封的爵位，可是现如今我们平阳侯府嫡出的2个公子，一个整日沉迷于花街柳巷，一个沉迷于赌博。试问我们沈家将来该如何？惯子如杀子，大哥和2哥的今日便是在爹爹一次次的心软上变成这副模样。沈福的一番话，平阳侯听得很明白，他看向护着沈风的林氏，怒道：起来，护着干什么？是不是要让沈风将来把我们整个沈府都卖了才甘心？侯爷，妾身不是这个意思，妾身只是心疼风儿。那你就心疼错了，让开！母亲，你救救我！我不想被打呀，母亲！侯爷，你饶了风儿吧！狠狠的打！紧接着，棍棒声伴随着沈风的惨叫声响彻整个钱塘。许久，棍棒声停了。沈福，你等着！风儿，都是娘亲的错。将公子拖回房间，没有我的命令不得出来。是，侯爷。父亲，那哥哥被骗的钱财呢？那些可是我与姐姐将来的嫁妆，不能就这样送给一个青楼的女子，一定要讨回来才行啊！放心吧，能拿回来自然拿回来。不过这归期原因是你哥哥送给人家的，就算闹在官府去，也占不了理。若是传出去，整个燕京城反而会笑话我们沈家。将来哪个闺阁小姐敢嫁给你哥哥？这件事儿，容为父好好想想。你先去休息吧。沈福听到这话，放下心来，让父亲想办法拿嫁妆是假，要让林氏坐不住是真的。如今沈风被打得不轻，10天半个月下不来床，这期间他正好可以按自己的计划行事。小姐，这2天你去燕京城最好的制衣阁，给叶时清挑几件金贵一点的衣裳不能太张扬，要低调却不失儒雅富贵。而且
能让人一眼看出他身份非同寻常。后面的事情便听我安排。小姐，可是林氏那边呢？今夜先找人盯紧林氏那边的动静，我想他快坐不住了。观察一下是哪个丫鬟与丽娘在私下传信，若是能从中拿到证据，再好不过。这么要命的事情，我想丽娘也是聪明人，会保留一些东西的。不过丽娘和林氏勾结，恐怕没那么简单。丽娘是青楼头牌，不缺银钱，怎会想方设法骗钱呢？她定是有什么东西被林氏拿捏住了。你明日也顺道拿着银钱去白小堂，将丽娘的身世打探清楚，家里几口人都在做什么，都得一清二楚。是小姐，那我先下去了。去吧。如今想要扳倒太子，还得先弄断他的左膀右臂。永昌侯、宁远侯、平阳侯都是太子党羽，平阳侯府或许是因为林氏，父亲才愿意给太子卖命。看样子这平阳侯府的突破口便是林氏了。而且沈福记得太子前世还有一个谋士，是今年的新科状元。福儿，你院子里只有云兰一个人，怕是照顾不周。清河是个机灵的小姑娘，来你院子里多个人手。二小姐，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奴婢。前世清河与他一同去了东宫，在东宫无数次的护住自己的孩子，不过最后也死在了东宫。说起来，如今见到清河，沈福有些心酸。好，以后你便是我揽月院里的人了。阿姐，他我很喜欢，以后清河便是我院的人了。福儿说的那些话你别在意，总有一天他会知道你是为了他好。我才不生他的气呢，哥哥如今是被人蒙蔽，根本不知道真相罢了。那就好。如今天色已晚，阿姐该回去了。四爷，有消息了。四爷，魏氏今日去了一趟青云街，叶家公子叶世清已经被人提前买走了。所以事情又办砸了。四爷，我不是话还没说完吗？店老板说叶世清被一位姑娘买走，卑职跟了上去，没曾想买走的姑娘竟然……神神秘秘、支支吾吾的，到底是何人？就是在宁远侯府给四爷解了情毒的姑娘，沈家的二小姐。她为何要买走叶世清？难不成她知道了皇后的身份？这就不知道了。她是平阳侯之女，四爷当初就这样放她走，如今还抢了我们的人，而且这都多少天了，四爷让她拿信也毫无动静。我估计这沈二小姐就是耍你。你说沈家二小姐会不会是皇后和太子的人呐？不会，一个连人都不敢杀的女人，怎么可能和皇后太子蛇鼠一窝呀？若是她真敢耍本王，我定让她好受。太子真是费尽心思，连信件也准备2封，一真一假，真的被本王拿到，假的在平阳侯手里。这上面的人不都是麒麟军中的领帅吗？难不成都是太子安排在军中的？他还没资格在本王麒麟军中安排细作进来，这些都是与太子多少有些联系的人罢了。平阳侯手中那封信是太子用来迷惑本王的，想让本王错杀心腹，还想用来试探平阳侯。他如今就这点机灵，这平阳侯怕是已猜到太子会试探他了。四爷，你既然知道信是假的，为何还要让沈二小姐拿信？这不是耍他吗？沈二小姐不是说与平阳侯道不同不相为谋吗？本王倒是想看看他是否说假话。况且这假的名单上面的名字，本王也同样重视。这叶世清如今在沈福手上，先别打草惊蛇，看看这个女人到底想做什么。若当真是平阳侯的意思，本王定不轻容。至于这军中可能被太子策反的将领，本王自有安排。是，四爷。这几日你陪本王去趟樊楼，我相信沈二小姐会亲自求我放了的。是，四爷。那卑职先下去安排。小姐，你的药我今早煎好了，就放在桌子上。爹爹可回来了？侯爷下完早朝就回来了，现在应该在书房。小姐现在将药端过去，应该来得及。不过侯爷的书房除了重要的人，向来不喜欢旁人进去的。不管如何，还是要去试试。小姐，
有件事，奴婢不知当讲不当讲。你有什么事尽管说来，我不会责怪你的。这几日，我发现三小姐的贴身丫鬟白露每天夜里都鬼鬼祟祟的。我曾跟过去一次，发现白露每天夜里都在北院偏僻的一个角落里拿东西，那东西很小，像是信件。那日我趁白露离开后，特地去那地方瞧了一下，竟然是个狗洞，而且就同我身府外。想来白露是通过北院的狗洞与外人私传信件，他旁人知道便遮遮掩掩的。不过奴婢也观察了，白露拿了东西后都会去三小姐的房间里。这几日三小姐时常在花园里走动，脸上满面春光，像是一位怀春的少女。小姐，我如今是你院子里的丫鬟，这几日便想着该不该告诉你。如今告诉你后，奴婢心里舒坦多了。清河，你做得很对，我不责怪你。若是你有时间，就看看这白露一般晚上什么时辰去北院的狗洞，多久去一次。是，小姐，那奴婢先下去了。若是太子真的通过狗洞与沈叔私传信件，那就是件好事。太子慕容景的笔记，他几乎可以假乱真。若是能想方设法筹谋，或许可以让沈叔和永昌侯府的世子张怀安退亲，这样也可以解开阿姐和张怀安的心结了。小姐，老爷在谈正事，小姐不能进去。爹爹近来忧思过重，我给爹爹熬了上好的补汤，也不知道是为通传一声，不然汤冷了可就白费了。行吧，我进去一趟。那谢谢侍卫大哥。进来吧。整个书房里凌乱的有些过分，信纸被撕得七零八落，连桌子上的书也全部被扔在地上，似乎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吵。父亲，发生了何事？博儿，今日你有空，去找一下你那个不争气的二哥吧。如今我们沈府，你大哥不听话，你姐姐身子弱，你二哥又好赌，爹爹能指望的也只有你和淑儿了。好，女儿听父亲的，到时候就去找二哥。他缓缓垂眸，看向地上七零八落的信。爹爹，若是您信得过女儿，何不将遇到的麻烦事说出来？或许女儿能为爹爹分忧解难。女子怎能涉朝堂之事？父亲说的对，女子的确不能涉朝堂之事。可若是有些事涉及到我们沈家的未来，沈家的每一位子女都有义务为父亲分忧。平阳侯微微一愣，打量着沈福。小姑娘16、17岁，却沉静的让人佩服。爹爹，就算遇到任何事情，也不应该撕毁信件啊。若是被旁人看去，又要在背后非议爹爹了。不过是一封试探的信罢了，撕不撕也无妨。博儿若是无事，就将那些粉末信纸拿过来先烧掉，花点时间去找找你二哥，也不知道他在哪个赌坊。背负公务繁忙，没时间管教你那两个哥哥，等有时间了，我定好好让他们二人长长教训。这永昌侯爵府家的世子，还有这宁远侯府家的公子，年少有为，都得到圣上赏识，偏偏你两个哥哥不争气。沈福垂着头，没听平阳侯说什么，只看着手中被撕得七零八落的信纸，瞬间后背寒凉，没法给慕容彻交代了。可若是将这粉末信纸带走，父亲会怀疑的。爹，午饭之后我便去寻二哥，不过女儿要去一趟大哥那边，大哥或许知道二哥在哪个赌场。如今大哥对女儿心存恨意，是因为母亲的死和祖父的死。爹爹，你可相信7年前祖父的死与女儿无关？父亲自然也怀疑过，可是这么多年，侄兄毫无音讯。祖父死前曾拉着女儿的手，这么多年，女儿养在易水，受尽苦楚，却依旧记得祖父的话。这几日，女儿总是会做噩梦，梦到沈家的结局，梦到姐姐哥哥的结局，也梦到自己的结局。女儿不想这个梦是真的。什么梦？竟然能预知沈家的结局？父亲，若是你信得过女儿，便看看接下来会不会发生女儿梦里的事情。女儿曾梦到姐姐将来会被嫁给齐王，最后惨死在齐王府。若是父亲不信，过几日便看看这齐王到底会不会让陛下下旨娶阿姐。若是有，
就证明女儿的梦是真的。在女儿的梦里，哥哥还为了青楼头牌，钱财被骗光，最后和一个官家子弟争风吃醋，把对方打死，惨死狱中。这些都是你梦中的？你还梦到什么？他知道父亲如今为太子谋，自然不能将全部都说出来，否则林氏和太子知道，他会被盯上的。他只能遮掩过去。爹，女儿做的梦零零散散的，都是些零星的碎片。不过沈家结局不太好，女儿曾在梦中见到沈家被抄家，沈家人被押入刑场的场景。不过爹爹，都是些梦，半真半假。如今女儿只是想告诉爹爹，大燕仍不太平。我们沈家想要立足下去，每行一步都要步步为营，时时筹谋，才能太平。如今整个沈家的筹谋者便是爹爹，爹爹更要为沈家未来着想，不能听信他人谗言。沈福话已至此，不敢多说，他知道说多了反而弊大于利。此刻的平阳侯看他的目光变得和之前有些不同。沈峰和沈玉，一个好色，一个好赌，更是成不了气候。反而是自己最不看好的女儿沈福，今日这番话让他对他另眼相待。福儿能为沈家想得这般远，父亲很高兴。如今沈家当真是要改变才能走得远。爹，这信里写的什么？你怎么烧了？没什么，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见问不出个所以然，沈福只能作罢。爹爹，那女儿先下去将二哥找回来。小姐，按你吩咐，在燕京最好的制衣阁给叶公子订了几身衣裳，叶公子穿上后当真是俊俏非凡。接下来便听小姐安排。姨娘那边的事情打听的如何了？还有昨夜林氏那边可有动静？令娘的弟弟庞简在同乡玷污几位未及笄的姑娘，还曾经将一位玷污过的姑娘杀死，被官府抓住关进牢房里。本来打算秋后问斩的，据可靠消息，同乡官府那边收到了一封信，将他放了，而且在来燕京城的路上。只是奴婢不解呀，人已经放了，为何还会让他来燕京城呢？一个死刑犯还让燕京权贵们出手，真是稀奇啊！恐怕这庞简来这燕京不简单。不过也好，若是能在燕京将他杀了，到时候未免不是一场难得的好戏。小姐的意思奴婢懂，这种淫贼呀就必须死。小姐，这是丽娘进怡红楼时的一些事情，你看看。看不出来这丽娘还是个痴情女子啊，为了男人自甘堕落。不过她才17岁，进怡红楼不过半年时间，涉世未深。奴婢去怡红楼打听到，丽娘那边已经知道大公子的事情，至今毫无反应，想来他和林氏的交易做得差不多了。不过大公子拿去的嫁妆据说还在他的手里，如今庞简已经放出来，为何他还将嫁妆留着呢？同乡离燕京城颇远，丽娘怕消息有误，想亲自见到庞简，才相信林氏没有骗她。想来这丽娘也是聪明人，若是母亲的嫁妆还在丽娘手里，事情就好办。云兰，时间紧急，与我出去一趟，我得给叶公子交代几句。父亲今日本让我去寻二哥，看样子今日是去不成了，只能明日了。是，小姐。哼，这个丽娘简直岂有此理！人都已经救出来了，居然不相信，压着那些嫁妆不放，敢耍我！夫人，这庞简在来燕京城的路上，想来这丽娘见不到自己的弟弟，是不愿将钱财拿给夫人的。若非沈福那个小贱体，沈离手中剩余的嫁妆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偏偏这个臭丫头要和我作对。这什么二小姐，似乎与刚来燕京时有些不同啊。如今这大公子好色，不成气候，这二公子呢又好赌，大小姐又病殃殃的。我看这江氏生的几个子女中啊，就只有二小姐了。若是能除去这二小姐，夫人将来再没人敢拦路。将来夫人再怀上一个嫡子，这侯爵之位嘛……哼，我倒是忘了当初怀着舒儿嫁进这平阳侯府的目的。哼，若是这侯爵之位握在我的孩子手中，这皇后所吩咐的事情就能完成了。你可知如今玉儿是在哪个都城？夫人，不巧正在樊楼。我怎么听说樊楼是瑞王的地盘呢？王嬷嬷，你安排一下，看看瑞王何时在樊楼，我要让二公子在樊楼翻不了身。哼，我相信到时候揽月院那个小贱蹄子
定会去樊楼救人。这瑞王可不会饶过沈家人，哪怕是个姑娘。还有，唐简到了燕京城，便来通知我一声，我要将士的嫁妆。是，夫人。啊，小姐。叶公子，你不必行礼，我从未将你当成奴仆，如今你我只是合作伙伴。小姐想让我做什么，尽管吩咐，我定完成小姐交代的事情。如今你仔细听，我要你前往银红楼，专点一位叫丽娘的头牌，每日一锭金子，连续7日。这期间你碰不碰她，看你自己。你也可以不碰她，但绝对要让她看出你的真心实意。我这边还会安排人协助你，陪你演一场戏，上面是你有意无意要对丽娘说的话，还有要做的事。小姐这般信我？那是自然。叶公子生了一副好皮囊，我相信一个女人最忘不掉的是过去。我相信叶公子能完成这件事。这几日你要配合我的人演戏。行，那我听姑娘安排，今日便去宜春院里。好。沈府主仆2人从客栈出来，却丝毫没有注意此刻客栈北面的一棵树下，一个黑衣男人静静地打量着他们。呀，这位公子啊，要找什么样的姑娘啊？哎呀，公子真是好样貌啊！啊，我听闻1年前有位绝色佳人曾出过一个对子，至今无人对出来。老鸨可知这出对子的姑娘是何人？可否帮忙引荐？我今日便是为了这位姑娘而来。公子啊，这姑娘这几日出了一些事儿，都没接客呢。若是公子当真，这袋金子可够点这姑娘7日。老鸨激动地接过那锭金子，去告知丽娘一声，这几日总算有位公子愿意待见她了，让她把自己收拾干净。公子，跟我上楼吧。前日里，丽娘因得罪了人，被人上门打了一顿，脸上还莫名其妙长了恶疮，至今不愿见人。女子容貌虽然重要，可并非所有。那公子，我先下去了。公子，你为何还不走？我如今这副模样，根本没办法见人。姑娘能做出等闲暂别幽惊梦这样的千古绝对，自然不是潜心于皮囊的女子。今日我周某只为姑娘而来。那公子可对得出这个对子？自然，此等河源再无言。这个对子是他沦为青楼女子前，他的初恋情人为他所作。后半句除了他，无人知晓。可惜那位初恋情人为救他而死，他从此便堕落成了风尘女子。姑娘为何要哭？女子眼泪本就珍贵，何必为他人落泪？公子是从何处得知这个对子的？我自然知道。听说公子花重金定了丽娘7日，可是当真？我此次就是为了丽娘你而来。公子这般尊贵的身份，丽娘如今面容一毁，恐怕会让公子失望。我不在乎，况且周某会些医术，或许能治好丽娘脸上的恶疾。当真？不知丽娘脸上的恶疮，可找大夫看过，是何原因？找大夫看过了，大夫说好不了了。那丽娘可否给我瞧上一瞧，或许能有解决的方法。我这副模样怎能让公子瞧见？丽娘，我看看，我既专门为你而来，便不在乎你是否会了容貌。我会医术，这毒疮不难治，我能为你治好。不过还有些时日，丽娘可想过离开这里？丽娘没想过。你可以想的。他与沈风都是逢场作戏罢了，一切都是不择手段的欺骗。可是如今面前这位公子似乎与其他人不同，身上还有和他旧情人一样熟悉的气息，让他整个人都有些不由自主。公子，我去给你弹曲。行，听丽娘的。沈福，你这个小灾星，你还敢来？你把我害得还不够惨吗？你还想怎样？哥，我都是为了你好。如今哥哥病重，我是来给哥哥送药的。滚开！王鼠狼给鸡拜年，得了便宜还卖乖，是你将哥哥害成这样，如今还假惺惺前来送药。哥哥不信我，我也无法。妹妹曾经梦到哥哥钱财被人骗尽，
还与人争风吃醋，最后打死人，入了牢狱，惨死狱中。我只是想哥哥平平安安而已。你若是当真希望哥哥平安，便不要管哥哥的事。可是你拿的是母亲留下的东西，我怎能不管？你们都说是我克死母亲，可有想过母亲当年是在回沈府的路上被人刺杀惨死？可这背后真凶是谁？这么多年可有人查出来？如今竟然怪罪到我一个女子身上。哥哥可以不信我，总不能不信阿姐啊。如今母亲早早去了，在天上，定不愿意看着自己的几个子女相互残杀。你既知道父亲打我之时，就应该护住哥哥，而不是让父亲动手。反倒是林氏和舒儿对我心疼至极。林氏对哥哥如何，我想哥哥迟早有一日会明白，到底是心疼你，还是捧杀你，最后将你推入地狱。沈佛，你放屁！少在这里挑拨离间我与舒儿和林氏关系。多说无益，我今日前来便想问一句，大哥可知道二哥在哪个赌场？害了我，还想害老二？想知道吗？我偏不告诉你。沈峰，你难道要看着沈玉输光财产，被人打断腿才乐意吗？沈峰看着沈福生气焦急的模样，似觉得自己有些过分。樊楼，自己去吧，别来我这里了，我这里不欢迎你这样的妹妹。刚走出去不到2步，小姐，出大事了！二公子出大事了！他在樊楼与周尚书家的公子赌博，输光了身上的钱。周公子说是今日再还不上钱，就要砍断他的一只手。什么？怎么回事？怎么会输？大哥是觉得二哥会赢？我看你们真是不知悔改。爹爹可知道了？还不知道，侯爷还没回来。你去父亲回来路上等着，见到父亲立马通知他。我和云兰去趟樊楼。是，小姐。夫人，二小姐今日已去了樊楼，老奴这几日差人打听了，今日瑞王殿下也在樊楼。哼，我要让这小贱蹄子有去无回。算算日子，舒儿的吉吉礼快到了，是该和永昌侯爵府商议二人亲事。这永昌侯爵府的世子是上一届的新科状元郎，如今在朝堂之中也是一个难得的英年才俊，陛下很是看重。当初这婚舒儿没抢错。夫人说的是，不抢怎么才能有呢？沈离不配有那么好的亲事。找死吗？来人，给老子狠狠地打这个娘们儿！我可是平阳侯之女，你们若是谁敢动我分毫，我们平阳侯府定将你们碎尸万段。哼，好大的口气呀！原来是沈家灾星啊！一个杀了自己祖父的人，如今又出来跟沈家丢脸。周公子，你在瑞王的地盘出老千，还如此猖狂，你还意图要我哥哥的一只手臂，是不是沈家灾星关你屁事啊？我今日就要变成你的灾星，你出老千！你放屁！这周尚书府的公子竟做下阿仔骗人钱财之事，还当真是丢了整个尚书府的脸呢。在场的人何人看到本公子出老千了？你问问他们，有看到我出老千吗？你能找出证据吗？找不出证据就是污蔑人。我看你们沈家就是赌输了钱不敢承认罢了。好啊，周少玉，你真敢出老千呐！妈的，周少玉，你敢耍我！此刻阁楼上，慕容彻慵懒地倚靠在椅子上。他是如何知晓这头子藏在侍卫的刀鞘中呢？这沈二小姐倒是个聪明人。四爷，这么多天了，沈小姐答应的事情还是没做。四爷，我不是真被这女人玩弄了？四爷，我说的是真的。既然尚书家的公子这般喜欢出老千，就砍掉他的手指，让他再也没有机会。本王的规矩，凡是在樊楼出老千的人都只有一个下场，其余的你看着办。我要你将沈小姐给本王弄上来。是，四爷。周公子就不给一个解释，是何人让你来害我哥哥？周公子今日就算不说，我想也逃不掉。敢在樊楼耍老千，只有一个下场，斩断手指。为了害我二哥，断去手指，值不值得？师傅，你少骗人！几颗头子就能证明我出老千了？你少吓唬人！若是我家四爷说周公子出老千呢？傅侍卫，我真的没有出老千呢，求你给殿下说一声，我真的没有。
对不住啊，四爷定的规矩向来无人敢破，命会给你留着，这手指却不能留。拖下去！这樊楼的规矩是殿下定的，若是谁敢在樊楼出老千，祸害别人，破坏殿下的规矩，下次斩断的便不是3根手指那么简单，而是手。沈家公子欠了樊楼的钱，逾期还未还，今日沈小姐又砸了樊楼的场子，你们2个就留在这里，其他人先回去。今日樊楼闭楼1天，明日正常开业。傅影大哥，能不能先放我们回去啊？樊楼的钱我定想办法还，可否放了我妹妹？今日她也是为了救我，所以才闯进樊楼来的。她还是个小姑娘，求你们别为难她，求你们了。沈福抿着唇，沉默不语。他忽而想到那日在宁远侯府阁楼上慕容彻说的话，他没想到居然是今日。我想问一句，若是过了还钱期限，瑞王殿下的规矩又是什么？打断双腿。沈二公子好赌，欠我们樊楼的钱，算算日子，逾期1个月。樊楼不追究，能留他到现在，已经是仁慈了。拖下去！妹妹救我啊！我不想成为残废啊！傅侍卫，还请给四爷说一句，饶了我吧。可慕容彻的性子又怎么会放过他们呢？傅侍卫，能不能让我见见瑞王殿下？哥哥欠樊楼的钱，我替他还。能不能让我见见瑞王？果然四爷说的对，这沈姑娘会主动求他的。行，沈姑娘是个聪明人，便让你见见我家四爷吧。至于你的贴身婢女，让她离开。小姐，我答应将军保护你的，你不能去。瑞王是什么人？你怎能去啊？沈福紧抿着唇，看着沈玉离开的方向。云兰，你回去看看清河有没有接到爹爹，我不能看着哥哥死，你先出去吧。小姐，这怎么能行？没事的。沈福，好久不见，你敢耍本王？瑞王殿下，我并未耍你，只是事出有因。你该不会以为我会上你的当？不是的，殿下，我去了父亲书房，发现他将梅花信纸撕了。我对天发誓，我没有耍你。燕京人人都怕殿下，我怎会如此糊涂，敢玩弄你？哦，你的意思，本王冤枉了你啊！过来。沈福微微一怔，殿下可否饶了我兄长？你放心，他欠樊楼的钱，我会想办法还给你的。你这么怕本王，若是想你兄长今日完好无损地回到沈家，你今日自己就听话一点。男人轻拍自己的右腿，坐过来，坐这里来。坐这里来？慕容彻是什么意思啊？让他坐在他腿上？见沈福不为所动，让人打断沈二公子的腿。是，四爷。慕容彻，等等。沈二小姐，人要学聪明一些，什么好处都想占，可不太好啊。温热的触感传来，他整个身子都僵住了。男人目光落在他身上，打量着他的神情。沈福不敢动，也不敢多说一句。他知道慕容彻是故意玩弄折磨他，今日若是能救下沈玉，他以后定不会和这号人有任何关系。少女紧张地攥紧拳头，慕容彻还能闻到从他身上溢出的淡淡的香味。他冷漠打量他神情，见他这副模样，突然来了兴致，腰间锋利的匕首猛地拔出。我问什么，你答什么。若是他说错话，这把匕首随时要他的命。沈姑娘前去青云街，所为何事？这慕容彻是怎么知道他去青云街的？跟踪他？买奴隶。哦，你可知你买的是何人？沈福垂下眸子，沉默不语。他答应过叶世清，1个月后让他安全离开燕京城。他发了毒誓的，可如今看来，慕容彻似乎知道叶世清的存在，应该是个世家子弟。我见他生得极其好看，便将他买了下来。沈姑娘撒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的，当真让人难琢磨。是你自己要买的，还是平阳侯的意思？四爷，不是我爹的意思，是我自己。我父亲并不知道。慕容彻将手中匕首放下，修长的手指捏着他的下颚，迫使他朱唇微张。少女浅淡的呼吸声就落在他耳侧。我差点又信了你的鬼话。这平阳侯当真会教女儿？你杀我不是一次了，我的耐心有限。四爷爱信不信，你可以派人去打听。沈福屏住呼吸，不敢与他那双冷冽的眼睛四目相对，只想逃脱。四爷，
平阳侯来了！沈福瞬间急了，他试图从慕容彻腿上下来，男人的手却紧紧按住他的腰肢，不让他动分毫。那么怕平阳侯知道你我关系？慕容彻，你放开！我就那么见不得人啊？让他见到不好吗？我不想。沈福越是这样求饶，却愈发激起对他的蹂躏欲。他轻嗤：真是个小可怜。从此燕京城的人都会知道沈家二小姐和瑞王勾搭在一起了。沈福紧咬着唇，生怕自己的声音被门外的人听到。平阳侯，你不能进去！沈福坐在慕容彻怀里的身子都绷紧了，男人气息落在他耳侧，恶意满满。他害怕慕容彻让平阳侯进来看到这可耻的一幕，也害怕他和慕容彻不清不楚的关系暴露出去。房门外，来请瑞王殿下饶了乌儿，乌儿所欠樊楼的钱财，我平阳侯明日定双倍奉还。慕容彻笑容邪肆，紧扣着怀里人的腰肢，小姑娘腰肢如柳，他一只手就能握住。瞧，你爹还不知道你在我的房里，要他进来吗？慕容彻，你混蛋！你这副模样真让我想狠狠的。傅莹，让他……唇上忽而一软，慕容彻话未说出口，就先被沈福堵住了唇。他试图推开怀里的女人，然而沈福玉藕般的手臂像蛇一样紧缠着他的脖颈不放。沈福攥紧拳头，闭着眼睛什么都不顾。傅颖瞬间明白里面发生的事情，他尴尬地看着身旁的平阳侯，平阳侯似乎也察觉到里面不正常。慕容彻向来不近女色，为人乖张，哪个女人敢进他的怀？不要命了吗？说是平阳侯想保令公子的命，就去楼下等着，四爷待会儿会见你的。平阳侯抬头看着紧闭的房门，只觉得后背发凉。父今日就去楼下等，四爷什么时候肯见老夫，父什么时候离开？听着外面脚步声越来越远，沈福这才将唇移开。沈福，你敢耍我？就见慕容彻满脸邪恶，俯身发疯似的咬他，像头发疯的狼，想要将他拆骨入腹。快要缺氧窒息时，沈福下意识的张口，毫不留情狠狠的咬下去。铺天盖地的血腥溢满二人口腔。慕容彻吃痛，伸手推开他。傅莹，把他弄走。平阳侯真是好福气，生了这样一个女儿。慕容彻是狼，可沈福也是一朵带刺的花。哼，将他送走，让平阳侯来见本王。是，四爷。神儿小姐，跟我下去吧。啊，完了。什么完了？我二哥出了什么事情吗？没什么，你二哥没完，我们殿下完了。哼，若想救令公子，也不是不可以。殿下想要什么，才愿意放了乌儿？梅花信上的名字，平阳侯应该看过一遍了，也记住了。将名字写下来，我就放了二公子。若是写下来，就证明他背叛了太子，到时候太子也会想办法针对沈家。可若是不写下来，这沈玉今日恐怕……怎么，平阳侯不愿？殿下，老夫这里没有你说的梅花信，也不知上面写的是什么。那好，就用你的3根手指换沈二公子的双腿。令公子好赌欠我樊楼钱财众多，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平阳侯教子无方。既如此，你便替沈玉来受罚。瑞王殿下当真要与我们沈家不死不休吗？当年让陛下将殿下送去离国，不过都是为了江山社稷着想罢了。如今殿下从离国回来，便记恨上了沈家，先逼得我女儿跳下阁楼，如今又这般来逼老夫。平阳侯当初到底是为了大燕国，还是为了父皇的猜忌？我想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废话说多了可不好，你若不斩断手指，你的宝贝儿子便会双腿残废。本王等着你做决定。若是能用老夫几根手指熄了瑞王的怒火，那也值了。老夫终有一天落在你的手里。爹，若是今日难消四爷对沈家的恨，沈家和四爷的这笔债就由我来还吧。斩断我的手指送给四爷，让四爷消消气，放过我们沈家。若是这样四爷还不满意，便砍断我双手双腿，送到你面前。
慕容彻冷漠瞥了沈福一眼，都滚下去！平阳侯今日这笔债还没算完，沈小姐既然说她愿意还，便要说到做到，本王会讨回来。从此以后，沈家谁敢在燕京城的赌场出现，本王随时要了他们的命！滚下去！谢殿下，今日宽容。逆子，将二公子拖回去府，家法伺候。爹，我错了，爹。逆子，带回去。唉，四爷，莫不是对沈小姐心软了？就因为沈小姐在宁远侯府为你解情毒，魏世根在四爷身边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四爷放过一个女人。多嘴，自己下去领罚。是，四爷。爹，我错了，我再也不赌了，爹，我再也不敢了。瑞王放了话，若是沈家人出现在燕京城的任何赌场，便是死路一条，是为父教子无方。今日险些酿成大错，若非你妹妹前去，你恐怕早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残废。拿鞭子来。爹，你可以问妹妹，是周少玉出老千设计我，是周少玉啊！爹，你别打我了，我错了，我求你了。若非是你嗜赌，怎会遭人算计？你个逆子，你要害死你老子！又是响亮的一鞭狠狠打下。老爷，你不能打呀！他是你的儿子，你要打死玉儿吗？又是这熟悉的戏码，平阳侯也看烦了。滚开！每次都这样哭哭啼啼的护住这两个逆子，说到底还不是因为被你惯的，如今惯成什么模样？滚开！老爷，玉儿年纪小，他能懂什么呀？你若是将他打死了，怎么和先夫人交代啊？还好意思提今晚？若是今晚知道我将他的两个儿子教养成这副模样，恐怕在天上都会埋怨老夫。林氏，每次你都是拿今晚来护住这两个逆子，归根结底都是在害他们。林氏身子一僵，老爷，你冤枉我呀！我只是心疼这两个孩子，我怎能害他们呢？滚开！惯子如杀子，他们今日所犯的错，你的责任最大。当真是慈母多败儿。今日若非阿福，我们平阳侯怕是爬也爬不起来了。都是这小贱蹄子，坏了他的好事。今日明明可以让沈玉断一只手，让他彻底成为一个废人，也可以利用慕容彻杀了这小贱蹄子，没想到反而没得逞，反倒是尚书府的公子被斩断了手指。想到这些，林氏就气不过。福儿，今日在樊楼，瑞王可有为难你？阿姐，瑞王并未为难我。那就好，瑞王实在太危险了。爹爹也曾经说过，我们沈家女眷都要离瑞王远一些，千万不要被这样危险的人物盯上。说实在的，瑞王生得好，政绩上比当今太子更加出色，在战事上也是屡战不败，立下无数战功。太上皇很是看重他，他9岁之前恪守懂礼，儒雅博学，睿智过人，更是被满朝文武看成了大燕的希望。也有人称他是整个大燕的气运之子。太上皇对他这个孙子十分喜欢，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太子，也曾有意将皇位传给他，只是他当时年纪尚小，不然如今便是大燕的君主了。可惜啊，皇家权力斗争向来残忍，当初还是太子的陛下，怎么能容忍太上皇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呢？他对慕容彻因先皇后便开始不喜，父亲看出当时太子的心思，趁太上皇病重，出主意将年纪尚小的瑞王送去离国为质子。质子慕容彻性情大变，他回燕京之后便像是换了一个人。从前他恪守懂礼的，如今却变成了燕京人人害怕的瑞王。当今陛下对他多有忌惮，就立景王为太子，让他们相互制衡，对他也颇有惭愧。那么多年，瑞王嚣张跋扈惯了，连当今陛下都不放在眼里，唯独敬重太上皇。我们沈家人落在他的手上，必定有去无回。可阿姐没想到，今日你们能平安回来。阿姐，哥哥今夜被罚，估计以后不会再去赌了。还有将来舅父就要回来，
让沈玉跟在舅父身边，万不能再待在沈府内宅。若是沈玉和沈峰还不懂事，将来我们沈家只有下坡路了。福儿说的对，玉儿和风儿在这内宅之中，迟早会出问题的。若是能像舅父那般，年纪轻轻就为大燕立下汗马功劳，那该多好。说起来啊，舅父不过比沈峰大不了几岁，如今也是骠骑大司马将军了。说起江玄，沈峰脑海中又出现那个白衣少年。那年他不过才5岁，江玄也还是10几岁的少年，时常在易水牵着他的手，逛遍易水大街小巷。后来江玄陪他在易水半年，教他读书识字。没过多久便离开易水。沈福跟在乡下嬷嬷身边长大，也逐渐懂事，知道自己的身份是沈家的二小姐。他最早的记忆是在5岁，5岁之前的记忆模糊不清。而于他而言，江玄是他最早记忆里出现的人，也是他最开始的依赖。后来江玄去参军，16岁就斩下匈奴将领的头颅，成为边疆少年将军。前世因为护他，江玄被太子慕容景利用，10万大军惨死，更是背上叛国的罪名，死在27岁。阿姐，舅父可曾来信？边塞苦寒，离燕京城颇远，传一封信回来谈何容易。不过之前舅父信中表示，知道你重新回燕京，让阿姐好生护住你。福儿，舅父把你看得比谁都重要。阿姐，如今天色已晚，福儿先回去了。改日上元灯会，若是你身体不舒服，可以不去。上元灯会虽是热闹，但阿姐如今身子才调理过来，不能多加走动。等阿姐身子彻底好了，福儿再带你逛遍燕京城。阿姐知道。想到上一世，齐王就是通过上元灯会特意接近沈离，他不想疼他爱他的阿姐今生落得和上世同样惨死的下场。齐王若是想娶阿姐，他便要好好筹谋筹谋，让他再也没有机会。小姐，丽娘的弟弟明日就到燕京城。从叶世清传来的消息来看，丽娘大致明日午时会和自己的弟弟在原来客栈相见。确定庞简无事后，丽娘明日就会将先夫人的嫁妆交给林氏。如今我们的计划快完成了，这颗药丸吃下后可以让人气息微弱，你给叶公子，恐怕后面要苦了他了。为了防止他将我母亲的嫁妆给林氏，让叶世清将他拖住越久越好，还得找几个黑卫，这些黑卫只要钱财够就会出手。我这里阿姐给了谢母亲的嫁妆，明日先拿一些去，让一些黑卫负责杀人，一些负责救人，戏要演得足，也要演得真。小姐的意思奴婢自然能懂，明日听小姐安排。这几日叶公子与丽娘相处得特别融洽，叶公子说他一次都没有碰丽娘，说是骗丽娘，想要娶丽娘为妻，尊重她，等拜堂成亲后再行夫妻之事。丽娘如今才17、18岁，进青楼不过半年，也总是能在叶公子的身上看到旧情人的影子。竟然真信了叶世清的鬼话。这你就不懂了，叶世清生的角色又懂礼，还伪装成世家高门低调不显露的公子，又尊重女人，丽娘怎会不信呢？更何况叶世清身上有丽娘旧情人的一些特点。这白小堂打探消息真是有一手啊。明日记得给庞简留口气，别让他死绝了。是，小姐，那奴婢先下去了。下去早些休息。丽娘出大事了，公子出大事了，好多血啊！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丽娘，你弟弟怕是活不过今日了，他就在侧门要见你最后一面。什么？怎么会这样？丽娘，你别慌，我带着你下去看看，你弟弟一定会没事的。你便是丽娘吧？你弟弟在林子里受伤，说是想见你最后一面，就在马车里。阿姐，你到底怎么了？是谁干的？你不能有事，我就你这一个亲人了。姐姐，是沈家夫人，沈家夫人，快离开燕京，越远越好。他们要杀你，快走啊！我不肯来燕京，沈家夫人就是骗子。庞简再也没有一点气息。庞简，
沈家，沈夫人，丽娘，你说的可是平阳侯的夫人，护国公的女儿？周公子，我不想连累周公子，他们要杀的是我，是丽娘，是我不该卷入高门斩府的阿杂事中。如今，你是得罪了沈家夫人。周公子，若是周公子嫌弃丽娘，就和丽娘分开。是沈家，是平阳侯府，沈夫人，还有护国公这个靠山，丽娘恐怕他们不会放过我的。你信我，我带你走。我家在襄阳，也算是富家一方。你与我同去襄阳，我给你改名，3书6聘的娶你为妻，他们不会找到的。燕京离襄阳城颇远，就算他们找去，我们周家也有能力护住你。他如今进退两难，若是想活命，只能答应叶世清。沈夫人，当真要逼我如此吗？沈夫人。丽娘将东西全部收好，带着自己这半年来攒的钱财和从沈峰身上骗来的僵尸嫁妆，就和叶世清从侧门匆匆上了一辆马车。小姐，这庞坚死的一点也不冤，他在同乡玷污了好几个姑娘，而且这林氏还想用他对付小姐呢。林氏那边气坏了吧？钱没到手，人倒是跑了。刚才我回来的时候，见到林氏身边的王嬷嬷面色不好，匆忙的去了林氏院子，怕是已经知道丽娘跑了。再让黑卫们跟在丽娘和叶世清身后，你提前和叶世清通气，让他将药服下，也让那些黑卫不要伤他要害。想要将母亲嫁妆拿回来，还得来真的。至于丽娘，她是最后一颗棋子，我们只要等到沈叔及笄当日，让这个棋子发挥重要作用。是，小姐。夫人，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啊，若是丽娘将事情说出去，恐怕老爷知道了。哼，他敢吗？这个贱人，居然拿着那么多钱财与人私奔。好啊！夫人切莫动怒，如今只能派人前去打听，看看能不能找到丽娘的下落。这怡红楼的老鸨说，丽娘是跟一个姓周的公子跑了。说这周公子啊，是襄阳某个富商的儿子。这襄阳离燕京城这么远，哪里去寻呢？你去差人打听，看能不能打听到那位公子的名字。若是能打听到，就派人追去襄阳，将丽娘一并杀掉。我要让丽娘死得尸骨无存。是，夫人。马车驶出闹市后，3个蒙面黑衣人提剑也跟了上去。要让公子留行，但不能伤及根本。夫人说了，只有死人才能守住秘密，去死吧！周公子，沈夫人，当真要做得如此绝情吗？就不该活着。想要杀丽娘，先从我的身体上踩过去。说罢，他起身抓住丽娘，直接将人拉上马车，扯着缰绳就拼命地往另外一条道跑。周公子，他们没追来了，你快停下，我们找个隐蔽的客栈住下，不然你会死的。都是我的错，是我连累了公子，我不该与人做阿杂的交易，害你成这样。姑娘，这位公子怕是活不久了。大夫，一定要救救他，无论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只要他能活着。就是有一个法子，只是怕娘子负担不起呀。公子失血过多，且又中毒，若是能服用葵锦7日，便能好转。只是这葵锦昂贵，娘子怕是负担不起，最好还是想清楚一些。丽娘，我家是襄阳富商，你扶我起来，我写信到襄阳去，让他们把银子运过来。哎呀，这襄阳离淮阳路途遥远，公子的信送到得多少时日了？这银子运过来，恐怕公子早就没命了，还是另想办法吧。周公子，你是为救丽娘才受了伤，我手上有些银钱，给公子治病，我心甘情愿。丽娘，这怎么能行？不可！你每日安排人送药过来，无论多少银钱我都愿意出。只是我手上有些东西是些玉器和珠宝，若是你们不愿意收，我便换成银钱给你们。哎，娘子，只要玉器珠宝是真的，我们自然也愿意收的。自然是真的。
今日我先给你一些，你把那药送过来。若是明日有效果，就按你的方子来，每日我会付给你钱财。好，那我现在就去取药。就这样，一连几天，丽娘都把从沈峰那里骗的钱财拿来买所谓昂贵的药，给叶世清治病。小姐啊，还是你聪明，知道丽娘愿意给周公子出钱治病。周公子为他而受伤，家底也深厚，他又被逼成那样，怎会不给呢？如今谢夫人的嫁妆已经拿回来了，叶公子问小姐接下来怎么办？自然是等3日后的吉吉礼。你去告诉叶世清，沈叔吉吉礼前一晚，让他陪我们演最后一场戏。这场戏要将丽娘逼上绝境，要让丽娘生不如死，要让她对林氏有滔天恨意。是，小姐。哥哥吃肉馅的，很香。丫头，哥哥带你回家。断一根手指就想把小丫头带走，你还不配，得断2根儿。不断另一根手指也可以，从我们几个胯下爬过去，我们就放了你和这小丫头。你们自己说的，说是我爬过去，你们就放了他。瞧啊，真像狗一样当真爬了，去你的！沈福猛然睁开眼睛，梦里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在脑中挥散不去。可他现在无论如何都没有在自己的记忆中找到些许关于这个梦的片段，哪怕是前世也没有。可这个梦为何又如此奇怪？小姐，该起来了。哼，这漂亮衣服现在就穿上了？灯会可是晚上的庆贺啊，难不成你想趁灯会去见某家公子？小姐，你胡说什么呀？我只是想看花灯，这上元灯节上的花灯特别美，什么样式的都有，到时候小姐去了就知道了。回燕京3个月，我还从未看过燕京城的灯会呢。今夜我倒是想去见见世面，我们晚上去灯会。是，小姐。姑娘是喜欢这个花灯？喜欢。是不是只要能答出下联，就能将这花灯卖给我？哎呀，姑娘，这个花灯可不好得呀，喜欢的人可不止姑娘一人呢，还有那边那几位。就见那边站着几个身着锦衣的少年少女。哎呀，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竟然是杀害自己祖父的沈家二小姐沈福啊！这宁远侯府家的小姐温月是燕京城4大才女之一，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就连这投壶和布设也是1等1的好。哼，一个弑杀自己祖父的恶女，也配来这醉江月？沈福，你该不会想要这花灯吧？这可是我先看上的。自小养在乡下的恶女，也配与我们争东西？哼，温四小姐这张嘴啊，特别烂。我听说温老夫人生辰当日，温四小姐见到瑞王时，被吓得屁滚尿流，回去后还被温老夫人杖责了30大板呢。没想到温四小姐这么快就能下地走路了，想来还是打得不够重，不长教训，嘴巴都封不上。沈福，你说起来，这张公子的死还与你有关。我们府中丫鬟都看到了，你们2人进同一个屋子，说不定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这张公子的死，难道不是你们宁远侯府的责任最大吗？毕竟这张公子在宁远侯府刺杀瑞王呢。温老夫人的寿宴让外男进入内宅，还刺杀当今皇子。你说这太上皇和陛下追究起来，温家会被定个什么罪啊？也不知这宁远侯是不是被陛下骂得狗血淋头，以至于温老夫人再将你打得下不来床。待会儿把他给本王弄上来。四爷，你不会真看上沈家姑娘了吧？看上了又如何？本王只是觉得她很有趣。燕京城也只有这位姑娘能让四爷觉得有趣了，就怕四爷不自知。那先等沈姑娘和这宁远侯的四小姐比试，我再下去吧。看样子2人同时看上这凤凰花灯了。师傅，你可以吗？最远的湖我们可都投不进去，你才会燕京哪种投火？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中书侍郎家的庶子萧觉。中书侍郎宠妾灭妻，
对这个妾室生的孩子宠爱无度，也将这庶子养成一个废物。这庶子骗过不少姑娘，还染上花柳病，而且还是温月身旁的一条狗。萧绝见沈福没搭理他，冷嗤道：“装什么清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天仙？”说是这么说，可他色眯眯的目光在沈福身上上下扫视。你行吗？装模作样的。沈福没有理他，手握长剑，猛然用力一抛，3支长剑瞬间破空消响，快如闪电，一根不落投到对面的最远一个湖里。这怎么可能啊？3支，3支全进去了，而且还是同一个湖。怎么可能啊？沈福，你怎会投湖？我的投湖术向来在燕京城是1等1的，都没有投进最远的湖。你燕京城1等1，怕是温四小姐自己夸大其词吧？如今我的剑进了湖，凤凰灯是我的了。不可能，我们重新比。自己没实力，还要旁人的时间陪你耗着，多无趣啊！老板，这个对子的下联便是芝兰绕气作凝香。姑娘回答对了，你投湖也是第1名。这凤凰灯啊，该归你。喜欢吗？小姐，我喜欢。这灯是送给你的。谢谢小姐，小姐你太好了。萧绝，你若是想翻身，接下来就应该知道怎么做。自然。清河，你现在立马去找袁兰，我先去马车里等她，我们要早点回去。我总觉今日有些古怪。那小姐，要我跟你一起吗？不用，你去找袁兰，袁兰会武功，快去快回。若是找不到就算了，你就回来，我们要先回去。小姐，那你小心些，我去把云兰姐姐找回来，尽快与你会合。那便是沈家2小姐吧？姑看那女子除了相貌还行，其他的就那样，也没什么特别的。沈2小姐虽生得不错，可惜身上背负着弑杀祖父的恶女名声。若说瑞王放了她，是不可能。姑倒是很好奇，前几日樊老之时，这平阳侯到底是怎么从瑞王手上全身而退的？这瑞王向来不喜沈家，怎么会轻易放过沈家人？难不成平阳侯成了瑞王的人？不可能，当初瑞王去离国可是拜平阳侯所赐，这2人怎会结盟？就算是天塌下来，平阳侯和瑞王都不可能结谋的，除非还有别的原因。罢了，先这样吧。说完，往内室而去。内室里躺着一位一丝不挂的女人。景哥哥，你怎么才来啊？外面有什么好看的？有舒儿好看吗？你猜，姑看到了什么？不知，是不是景哥哥看上了谁家姑娘？的确是个姑娘，沈家的。他以为慕容景说的是他，和他开玩笑呢。太子哥哥，你真是讨厌。喝下吧，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还不是时候。与慕容景维持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快1年了，自己偷偷将他递的药倒过几次，可惜都没有怀上慕容景的子嗣。如今又让他喝药，怎么不想喝？你应该知道，母后向来不喜你我一起，你身上也还有婚约，我们只有等时机成熟的那一天，姑在名正言顺娶你入东宫。太子哥哥，可我想要你的孩子，我与永昌侯府退婚便是了，哪怕是给你做个妾室，我也愿意啊。我们这般还不是时候，而且你我关系万万不能暴露。什么呀？你这是怎么了？赢了花灯，伤了人就想跑？萧公子，原来是你！你怎么跟踪一个女人？你想如何？沈姑娘觉得我想如何？沈姑娘当真是国色天香啊，这腰肢如柳，可惜就是名声不好。我可是平阳侯之女。怎么，嫡女就高贵了？在整个大燕，尤其是燕京高门嫡女，身份再尊贵又如何？只要名声清白毁了，什么都不是。燕京城无人敢娶回去，也只能嫁给毁她身子的男人，或者嫁给别人家为妾，或者出家当尼姑。所以就算你是平阳侯嫡女又如何？我萧绝今日就赌一把，你以后也会屈居于我，乖乖嫁给我。
你我若是有幸成为夫妻，便是夫为天。哼，一个庶子，游手好闲，不学无术。若是妄图娶个嫡女翻身，那是痴人说梦。哎，别跑啊，陈二小姐，你往哪里跑？跑什么？认命吧！看着向他步步紧逼过来的男人，他今日不想在这里被害，也不想就此认命。目光落在萧绝身后，四爷，救我！听到四爷二字，萧绝下意识回头，身后什么都没有。沈福手中尖锐的剑猛然挥下，狠狠的、毫不留情的往男人胯上猛地扎去。今日废了你，没机会了！男人惨叫连连，鲜血瞬间染红整个裤裆。看样子，你也怕瑞王啊！你这个贱人！贱人，敢耍我！你以为瑞王会为你撑腰？萧绝倒在地上，疼得脸色发白。一个绣着鸳鸯的荷包从他身上掉出来，沈福立马扑过去将荷包捡起来，想通过这个荷包找到指使萧绝的人。哈，没想到萧公子身上还有一个女子的荷包呢。萧绝浑身鲜血淋漓，猩红的眸子死死地瞪着沈福，忽而再起身，猛地朝沈福扑过去。他一边跑，身后的男人起身穷追不舍。他忽而回头瞥了一眼，就看到萧绝身后一个熟悉又让人感觉害怕的黑色身影。那身影旁边似有一只雪白的老虎。四爷，四爷，四爷！还想骗我？今夜你别想活！男人声音落下，一只白虎从他身后猛地窜出来，老虎咬着他的腿，将他拖拽到几米远。瑞王殿下，白泽，过来。萧公子胆子很大呀，敢动我们四爷心盯上的女人。瑞王殿下，殿下留我一命！我不知道她是殿下的女人，我要是知道，我看都不会看一眼的。殿下，我已经被沈姑娘废了，还请殿下留我一条狗命。小姑娘面色惨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怎么不感谢我？四爷，你真的来了，谢谢四爷。他原本想骗一下萧绝，没想到慕容彻真的来了。你这副装可怜的样子真是没用，他可碰过你身子？四爷，他没得逞，我只四爷一个碰过。将他弄死。是，四爷。殿下，我没有碰过他，我真的没有碰过，我一根汗毛都没碰过他呀！我不知道她是殿下的女人，我要是知道，我一定绕路走。殿下，你留下的一条狗命吗？过去，把他杀了。怎么，杀个人还要我教你？过去，将他杀了。四爷，这样杀了他太便宜了，况且这把匕首太短。他既然觉得匕首杀人脏，那便用长剑，把剑给他。好的，四爷。沈二小姐，这么好的机会，别错过。姑奶奶，我错了，你求求瑞王，你是他的女人，你让他饶我一条狗命。你把何人指使，与谁而谋，通通写下来，用血写清楚，盖上你的手印。写完了，求你饶了我。四爷，剩下的你来吧，我喜欢看四爷杀人。喜欢看我杀人？信不信我今夜把你舌头割下来？沈福面色一僵，还没反应过来，慕容彻手掌猛地一挥，打在他脖子上，直接将他敲晕。将他舌头割下来，挑断手筋脚筋，送回中书侍郎府。虽然有些残忍，可是不残忍怎么长教训？顺便告诉中书侍郎夫人，好好管教府中妾室和庶子，别让他们再生出什么阿杂之心。是，四爷。瑞王殿下，殿下我错了。瑞王殿下，还请殿下让我带小姐回府。我们四爷要带姑娘去问几句话，你们去望京楼楼下等着吧。怕我？怎么在我面前就装小白兔？本王怎么记得刚才在巷子那儿，萧家庶子满身是血呢？四爷和萧家公子不同，来说说有何不同？看着桌上那几杯千日醉，沈福眸色微变。慕容彻想做什么？灌醉他？
萧公子不学无术，整日流连烟花巷柳，我向来对这种人厌恶至极。可四爷不同，四爷身份尊贵，位高权重，金戈铁马，傲骨铮铮，我敬之，所以胆怯了些。这拍马屁的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有些出乎意料啊，尤其还是对我这种人。过来。四爷，小女子不会喝酒，还请四爷放我回去。我今日救了你，你应该感谢我。要想回去可以，把桌上这酒喝了。你放心，我还没有卑鄙到要在酒里下毒。叶世清那边的事情要安排，沈叔集集里的事情也得安排，他得尽快回去，不能在这里耗着。可慕容彻今日难不成又要折磨他？他到底想做什么呀？难不成他当真被这男人纠缠上了？四爷，你说我喝了这2杯，你就放我走？四爷是大周皇四子，大名鼎鼎的瑞王，要说话算数。慕容彻挑眉看他，意味深长。对不住啊，我说的可不是这2杯酒，而是这1壶。喝完我就让你丫鬟送你回去。1壶？沈福，是你会错本王的意。四爷想做什么？不妨有话直说。1壶酒，怕是太伤你身子。你若再喝下4杯，我便放你走。这次绝不骗你。沈福差点被他气吐血了。就这2杯千日醉，他已经感觉自己晕乎乎的，连意识都有些模糊了。怎么又来4杯？可看慕容彻那样子啊，是不会轻易放他走了。你要说到做到，今日四爷救了我，我理应还四爷的恩。这4杯酒，算是我敬四爷的。数杯酒下肚，沈福感觉自己脑袋晕乎乎，站都站不稳。慕容彻就这样静静地看着此刻的他，不得不说，沈福生得很标致。那双清澈的眸子醉醺醺地看着他，身子一软就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我喝完了，回家。少女眼神迷离，意识不清，嘴里还吐着泡泡。慕容彻见他醉得7、8分，从袖中拿出一块玉佩，玉佩晶莹通透，中间雕刻着凤凰。他拿着玉佩在沈福眼前晃了晃。可还记得？不记得。不记得？你好好想想。真的不记得。男人眸色微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沈福，福儿。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就叫沈福。离国皇宫，阿瑶，你可记得？不记得了。浅淡的香味萦绕过来，慕容彻目光落在他脸上，他离他很近，还能若隐若现地察觉到他浅淡的呼吸。沈福迷迷糊糊道：“四爷，你真俊。”你说什么？四爷比太子俊多了。沈福醉醺醺地吐出最后几个字，整个身子瘫软下去。四爷，沈姑娘的婢女还在下面等着，让她的婢女都进来吧。是，四爷。四爷，我可是买了燕京最烈的酒，四爷可问出什么？慕容彻摇头。小姐和四爷他们何时？嘘，此事不得同任何一人说。昨日的事你们都知道了？小姐，我们不会说的，你放心。我知道你们自然不会说，况且我与慕容彻什么关系都没有。你出去将门关上，待会儿让云兰进来见我。明日就是沈叔的吉吉礼了，叶世清那边得抓紧行动。好的，小姐。明日沈叔的吉吉礼，今晚你带几个黑衣人去，再让叶世清演最后一场戏。这场戏结束后，给叶世清准备回明阳城的马车，让他去明阳城接他妹妹。今晚想办法将丽娘弄到燕京城来。等一下，小姐，你是有什么事吗？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手串出来，递到云兰手上。这个手串是江氏留下来的，就将母亲送她的这东西给沈叔了。上一世沈叔拿到这只手串后，假意将手串掉落在地，没曾想
手串里居然还有致命的剧毒，以至于平阳侯大怒，当着来来往往宾客的面骂他歹毒，更是在宾客散尽后将他打得遍体鳞伤，扔进后院关了几天几夜。如今看来，恐怕这一世也会如前世那般故技重施。这只手串应该是燕京南北铺子所出，我记得南北那边有些铸造这种手串的，能模仿的一模一样。你拿去找个制造师傅，照着这只手串做只一模一样的出来。我娘送我这只手串上面的翡翠总共12颗，你让师傅在铸造翡翠时只镶11颗上去。小姐，这可是仙夫人留给你的，你也要给三小姐吗？自然不是，这只手串最后会回到我的手里的，你放心吧。是，小姐。求你别杀我们，求你别杀周郎，钱财不是都已经被你骗去了吗？你还想怎样？丽娘，你不死，夫人怎能安心？你今日和你的情郎必须死。他以为自己就这样下地狱了，却发现身上压着一个沉重的身体。丽娘，丽娘瞬间知道是他为自己挡了这刀。丽娘，周公子，周公子，你不能死！周公子，是我拖累了你，对不起。钱财被你拿去给沈夫人了，你们还要将我逼到何种境地？你们杀了我弟弟，如今又不放过我，我做错了什么？你们还要怎样？哼，要怪你贪心，你一日不死，沈夫人一日不安。长刀猛地挥下，叶时清再度翻身，将丽娘护在身下。周公子，周公子！丽娘声嘶力竭的哭喊声引来客栈老板。发生了什么事啊？黑衣人见状，猛地从侧面窗户跳出去。丽娘，对不起，答应你的事情我要食言了。若有来世，我定早些遇到你，娶你为妻，携手共度一生，再也不踏进燕京城一步。我死后不用送我回襄阳，就将尸体埋于淮阳的一棵你喜欢的桂花树下，来年定能看你平安。丽娘，为我报仇，沈家夫人。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都要死？周公子，沈家夫人，你为什么要这样逼我？杀我血脉之妻，屠我心爱之人。平阳侯沈家，沈夫人，哪怕我丽娘坠入黄泉，我也不会放过你。小姐，沈公子没气息啊！等个片刻，他提前服了我的药。果然，不到片刻的时间，叶公子，你感觉怎么样？小姐，你这气可下得真大呀，我险些被憋死了。戏不做真，怎能让人入戏呢？叶公子，该不会也入戏了吧？小姐误会，我可对天发誓，我一点也没有碰丽娘。这丽娘也算是个有情人，只是走了一条不归路。其实你碰了也无妨的，你是我从奴隶市场救起来的，可于我而言，你是自由的，不是我的奴仆。如今事情既已做完，你我交易也到此结束，我还你奴气，也还你自由。你可以乔装打扮前往明阳城去接你妹妹。小姐大恩，我叶世清将来定当相报。如今我母亲嫁妆已经拿回来了，多亏你陪我演了1个月的戏，你不欠我的，这些银钱拿着路上用。谢小姐。叶公子，我有些好奇，燕京城的瑞王似乎认识你。瑞王慕容彻，燕京城的霍阎王。你可知他找你所为何事？定然与我死去的二叔有关。我们叶家满门，死的死，流放的流放，活下来的只有我和妹妹2人。妹妹年龄小，我只想带着她过平淡与世无争的生活，不想再插入这些旧事中了。燕京城暗藏汹涌，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小姐应该是世家贵女，怕也是能体会得到燕京的凶险。自然，叶公子，愿你一路平安，
叶世清，也愿小姐一路平安。看着叶世清消失在无边夜色中的背影，沈福一颗心总算沉静下来。小姐，我们该回去了。明日就是三小姐的及笄礼，恐怕明日又不太平。丽娘这次付出真心，恐怕叶公子有些舍不得。丽娘与我大哥不也是逢场作戏？我大哥那般心甘情愿为她，他不也照样没动真情，还爱上叶世清？带着目的做戏的人，哪能那么容易入戏啊？手传之事可办好，明日就是沈叔及笄礼了，万不能出差错。一切都按小姐吩咐。那就好。瑞王府，这沈福费如此周章，就是为了拿回母亲的嫁妆，竟然还将叶世清放走了，差点就坏了本王的计划。四爷，那这叶世清，把他抓回来。你放心，本王不会亏待的。是，四爷。四爷，你小看这位沈家二小姐了。明日这沈家三小姐及笄礼，才是沈二小姐安排的重头戏。这沈二小姐这般心机，实属难测。这叶世清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丽娘量身定做的。就连贾死也是，明明沈二姑娘还只是16、17岁的小姑娘。沈福，哼，看样子平阳侯府这滩浑水，本王也要插一脚了。与太子暗通的那几位将领，可还满意本王的安排啊？前些日子还在军中嚷嚷着不公平，如今也逐渐办妥了。四爷将原本属于一个将领的职位由2个人来分担，表面是为他们分忧解难，实则为了分权架空。四爷，你明明可以将他们处死的，为何这般手下留情？这麒麟军跟随本王多年，若是本王将那几人都杀了，岂不是说本王残暴不仁，不念旧情，反而让本王失了军心，提拔一些得力的人再徐徐图之。不过他们也不是傻子，应该猜得到本王的用意。若是再发现还有人与太子暗通，在军中闹事，便由着他闹，闹大了才好将他头颅砍了，以儆效尤。是，四爷。小姐，你终于回来了。今日如你所说，三小姐的丫鬟白露偷偷进来，还动过小姐给三小姐准备的及笄礼物。动过便动过，无妨，怕是有命动手脚，没命还。如今天色已晚，你给我梳洗，明日我们还等着一场好戏。是，小姐。小姐真漂亮。也不知道二姐姐那边给我准备的及笄礼物怎么样了，我很期待呢。今日太子哥哥也会来，母亲还请了燕京城的不少的世家贵女和夫人，想来姐姐定能让燕京城的人都记住。小姐，永昌侯爵府的世子和老夫人也会来，说不定今日还能商议婚约一事。她明明想做太子妃，又怎能嫁给张怀安呢？这门婚事虽是她和母亲费尽心机抢来的，可一个侯府的主母哪能比太子妃尊贵啊？若非她母亲偏要她嫁给张怀安，她至于？想到这些，沈叔顿时有些不高兴。这婚约本就是大姐姐的，若是今日能还于大姐，再好不过。哎呀，小姐，你说什么胡话呢？太子殿下虽每日会让人送信到北院的狗洞，可是今日这戏还是要演下去的，不然若是旁人察觉太子和您的关系，恐怕小姐就会被老爷杖责的。更何况这皇后娘娘若是知道了，恐怕也……小姐，奴婢都是为了你着想。把手伸过来。小姐，奴婢错了。沈叔面无表情，紧握住发钗，他猛地举起手中发钗，狠狠扎进白露手心。不该说的话不要说，听不懂吗？我今日及笄，本小姐不想听些不好的，赶紧滚下去，让天霜进来。是，小姐。小女今日及笄，太子殿下和齐王殿下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平阳侯不必如此客气，本殿今日前来是受母后之托，祝福三小姐。太子殿下、齐王殿下，请上座。祖母，小心些。老夫人请上座。以后啊，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听闻三小姐及笄，我带淮安也过来瞧瞧。哎呀，这三小姐呀，一晃就是大丫头了。是啊，老夫人说的是。这沈家二姑娘，我似在哪里见过，可惜就是想不起来。她的这张脸，姑觉得好熟悉啊。这沈家姑娘回燕京不过3个月，怎会与殿下见过？我看啊，皇兄是见人家姑娘生了一副好皮相，便觉得熟悉了。明明这张脸很熟悉，可无论如何想不起来。
沈福似乎也察觉到太子的目光一直未移开，他没有抬头再看他，只是心中已有了些许主意。这太子和齐王今日都来了这平阳侯府，该不会是看上沈家的姑娘了吧？我听说呀，皇后最近在物色燕京高门嫡女，想给太子选妃。如今沈三小姐和永昌侯府的世子有婚约，这沈家便只剩下2个嫡女了。这沈大小姐病殃殃的，难不成太子是看中了沈二姑娘？呀，这便是沈家大小姐啊，当真是个病美人，让人心疼呐。到底是让人心疼，还是她长得与你死去多年的旧情人7、8分像啊？你府中也有一妾室，还不够你宠？沈家大姑娘是嫡女，若是进我齐王府，可不止做个妾室，这正妃之位是有的。今日小女沈叔行基礼，感谢各位宾朋家客前来。下面小女沈叔基礼正式开始。定月吉日，史家元福，春其夏安，秋随冬喜，敬而威仪，殊甚而得，梅寿万年。今日是沈三小姐及笄，本店理应送些礼物表示。哎呀，这太子殿下出手真大方啊！可不是嘛，燕京城谁能有这待遇啊？太子殿下，此物贵重，沈叔谢过太子殿下。小小礼物聊表心意，如今沈三小姐也是大姑娘了。二姐姐，今日是叔儿的及笄礼，二姐姐可给叔儿准备了礼物？今日妹妹及笄，便将这个手串赠给妹妹为礼。哇，姐姐，这只手串好漂亮啊，定是花了不少银子吧？这只手串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我珍视无比，带在身边数年。今日妹妹及笄，便将它赠与妹妹。一听是死人的东西，沈叔的手猛然一抖，那只蓝色琉璃翡翠手串瞬间掉在地上，几十颗黑色圆滚滚的药丸从手串里滚落出来。姐姐，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这般贵重的礼物居然掉在地上。哎，这手串里面怎会还有东西啊？徒儿，这手串里怎会有这东西？这是什么东西？怎么会在手串里？父亲，这手串是母亲给我的，女儿戴了7、8年，未曾发现里面有东西。这手串女儿珍视得很，日日夜夜的戴着，也从未发现任何异常。福儿也不知道这手串里怎么会有这东西。福儿本想把最好的给妹妹，没想到这只手串居然摔坏了。一个约莫40、50岁穿着华服的老夫人，那不是别人，正是太医院太医的妻子，是懂些药理的。沈二小姐，你说这只手串你戴了许多年？回夫人，这手串我的确戴了许多年。这怎么可能？夫人，是有什么问题吗？这黑色药丸不是什么好东西，赶紧都丢了吧。这药丸里面含有多种毒药，女子若带在身上，不出半年便会七窍流血而亡。什么？姐姐，你为何要这样对我？叔儿哪里对不起你？你要这样害叔儿，你好狠的心啊！今日是我及笄礼，若非我没注意将姐姐这手串掉在地上，是不是半年后七窍流血的就是叔儿？你怎么能这样？你好狠的心啊！妹妹到底哪里对不起你？在宁远侯府，我为了去寻你得罪瑞王，双腿受了伤，如今姐姐竟这样还妹妹的恩。我知道姐姐自小养在易水，妹妹一直在燕京城里养着，姐姐怪父亲偏心，所以就这般迁怒于我，想在及笄礼上置我于死地。你的心好狠啊！你来告诉爹爹，这毒到底是不是你放手串里的？爹，这手串里的毒是从何而来？福儿不知，也从未想过加害妹妹。母亲的琉璃翡翠手串，父亲也是见过的，福儿此前一直带在身上。可这些毒药为何会莫名其妙在这手串里？你今日不给为父一个解释，别怪为父不怜惜你。女儿不知手串里为何有毒药，真是看不出来，这沈二小姐生了一副好皮囊，心思怎么会如此歹毒啊？小小年纪就毒杀自己祖父，如今又要害自己亲妹妹，还不说实话？说，这毒到底是不是你下的？爹，我相信妹妹，妹妹不是这种人，妹妹的心性我知道的，绝对不会生出暗害自己妹妹的心。我也相信妹妹，妹妹为了救我，不顾危险冲进樊楼，我相信她。爹，想来这么多年，你从未信过女儿，沈家众人也从未信过我。9岁时祖父的死，官府查不到刺客，你们便认定是我杀了祖父，让我背了7年杀害祖父的黑锅。祖父向来疼我爱我，我怎会杀他？可爹爹呢？爹爹相信过我吗？
沈家除了阿简，你们何人信我？可是这只手串是你亲手送给你妹妹的，难不成这有假？爹爹，娘亲的手串出自燕京城南北最好的铺子，这只手串价格不菲，爹爹是见过的。娘亲生前就时常戴在手上，珍视得很。平阳侯将手串握在手里，细细打量。这不是今晚生前戴的手串，这是一只赝品。今晚生前戴的手串色泽要艳丽些，而且上面的红色翡翠颜色也要鲜艳一点。为父记得很清楚，这只是赝品。赝品？爹，这好像真不是母亲给女儿的手串。女儿记得清清楚楚，母亲给我的手串上面红色翡翠总共12颗，可这只手串也只有11颗。定是有人将真的换走，拿假的过来，想要陷害女儿。女儿本来就是一片好意，想将最心爱的东西送给妹妹，谁知这真的手串价值不菲，而且市面上不好买到，转卖也不容易，恐怕这真的还在旁人手里。你们几个去后院搜，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是老爷。今日府中发生这等事情，该让各位宾客见笑了。既然舒儿的吉吉礼已经完成，那便请各位移至雅阁，喝杯清茶。平阳侯，这事儿关系重大，我们就留下来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他没有想到这个匣子里的手串是假的，他让白鹿去手串里放毒，白鹿也没注意吗？殿下，要不老夫带你去雅阁？雅阁有什么好？本殿就在这里。今日让殿下见笑了。无妨，戏还是可以看的。老爷，老爷，东西搜到了。这只的确是静晚生前的东西。福儿，你看看，你母亲给你的是不是这一只？爹，这就是我要送给妹妹的手串，上面镶的红宝石一共12颗，是真的无疑。这是从何处搜寻出来的？怎么会去别处？是在三小姐的房间的床底下的一个盒子里搜到的。什么？三妹妹的房间？不可能，这手串怎么会在我的房间里？我从未拿过二姐姐的手串啊，爹。妹妹，我本就打算将母亲这只价值不菲的翡翠手串送给你当吉吉礼，你又何必多此一举，将这手串拿去换了一个假的过来？都怪姐姐不好，没提前告知你，这手串原本就是给你的礼物，以至于你住嘴，沈福！爹爹，你信我，舒儿没有偷姐姐的手串，我并未要害姐姐。那你好好解释，为何这手串会在你的房间里，还藏在那么隐蔽的地方？若非怕人发现，怎么藏在床底下？爹，你信女儿，定是有人要陷害女儿啊！今日可是女儿吉吉礼，是二姐姐自己将手串放我房间里的，我怎么会无缘无故拿她的手串？妹妹，这手串本就是给你的吉吉礼，难不成我为了害你，连自己也要一起害吗？今日若非父亲多听我一言，察觉这手串是个赝品，恐怕我就要被打成残废。我难不成为了害你，连自己也要害？手串明明就放在房间里，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去了妹妹房间？而我的盒子里还多了一个赝品。我将娘亲留给我最珍视的东西都送给你作为吉吉礼，没曾想你居然用一个赝品来陷害姐姐。爹爹，今日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若是不给女儿交代，旁人会如何看待女儿？认为女儿是暗害自己亲妹妹的毒女，到时候女儿的名声会传得整个燕京城都是，你让女儿要怎么活呀？女儿将来如何嫁人？你让整个燕京城的人如何看待女儿？女儿如今被人陷害，若是不说清楚，女儿也不想活了。妹妹，你怎么那么傻？福儿，福儿，姐姐知道此事定是有人陷害你。爹爹，此事恐怕不简单，就是有人想趁着吉吉礼陷害我们福儿，让我们福儿的名声扫地。老爷，今日可是舒儿的吉吉礼啊，这些都是内宅之事，传出去可不好。要不这样，等舒儿的吉吉礼结束，晚上再把丫鬟仆人还有几个孩子都召集过来，好好问问。月娥说的不无道理，宾客们还在这里呢，今日可是舒儿的吉吉礼，好歹给子女们留一点脸面嘛。先这样吧，此事晚上再说。若是谁使什么不干净的手段，陷害自己姐姐妹妹的，定不轻饶。福儿，父亲知道你一片好意，你先别伤心，先下去好生坐着。等你妹妹吉吉礼后，晚上父亲定给你一个交代，不让你受一分委屈。沈福咬唇点头。平阳侯最厌烦的就是内宅之人相互算计，不
不过不出一日，平阳侯府的这场大戏就会传得满燕京城都是。她被污蔑杀害自己祖父，背上7年的恶女名声，如今该让旁人担了。这场闹剧结束后，大部分宾客给平阳侯和沈老夫人拜完别就离开了。阿姐，这么快你便要回房，不陪福儿看戏了？福儿，你是看姐姐笑话的吧？旁人的戏我可不看，姐姐不喜欢看戏，只想安安静静的。她知道今日张怀安和张老夫人想和沈家商议和沈叔的婚事。阿姐，不是旁人的戏，是大哥的。风儿的戏？阿姐，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定然是好戏。老夫人，如今舒儿已经及笄，我们沈张两家也该喜结连理之好了。你说的不错，安儿觉得呢？祖母，虽然如今才步入朝堂2、3年，还未站稳脚跟，也尚未有所成就。若是现在成家，恐怕不妥。既然有婚约在身，何必急于一时啊？祖母难道忘了，今年乃孙儿本命年，不宜谈嫁娶之事啊？老身倒是忘了，今年是安儿的本命年。沈三小姐聪明伶俐，才得在燕京城出了名的，温婉大方又贤惠。若是进我张家呀，是我张家的福气。唉，只是今年是安儿的本命年，这婚事儿得推迟了呀。一旁的沈叔听到这话，心中欣喜万分。张怀安从来平阳侯府开始，便未正眼看他一分，全程都在看沈离，他才不稀罕他，早就想退婚了。老夫人说的是，世子如今这般年纪便入朝为官，也算是年少有为了。我们舒儿能嫁给世子，才是她的福气啊。哎呀，哪里的话呀！平阳侯府夫人林氏，我同丽娘骗先夫人江氏嫁妆，民女丽娘自认罪不可赦，前来沈府给平阳侯认罪。侯爷出大事了！怡红楼的丽娘跪在府门前，说是来沈府认罪。什么？丽娘怎么来了？丽娘不是与人私奔的吗？怎么会来？说是因为先夫人嫁妆，还和夫人有关，前来沈家认罪。我们沈府没去找她，她还好意思来？我出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沈父，我接近你都是你继母安排的，我从未喜欢过你。我一开始遇到你，从头到尾都是骗你的，都是为了给你继母，骗取你身上的钱财，骗取你母亲留下的嫁妆。你说什么？你是受谁指使？平阳侯夫人林氏让我勾引贵府大公子沈峰，从他手中骗取先夫人江氏留下的嫁妆。他怕事情暴露，欲杀人灭口，将我胞弟残忍杀害，又追杀我至淮阳城，将钱财尽数骗取，又狠心杀掉我的心上人。我自知骗取先夫人嫁妆罪不可赦，前来平阳侯府认罪，也请平阳侯夫人为我死去的2个家人一个交代。今日你们平阳侯府不给我丽娘一个交代，我就一头撞死在府门前，让燕京城的百姓都看看你们平阳侯府是怎样的仗势欺人。老爷，这青楼女子向来诡计多端，谎话连篇，她说的话你不能听啊！是这丽娘自己耗财，与风儿逢场作戏，骗了我们沈家不少钱财。如今她抛弃风儿与人私奔，钱财尽没，又想来沈府里闹。一个青楼女子，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也配来我平阳侯府？老爷，快让府中下人将他乱棍打死，扔出府去！他骗风儿的钱财不说，如今又来搅乱我们沈家。爹，丽娘若是死了，我也不活了。我今日就算死，也要和丽娘死在一起。你这个逆子，沈家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爹爹，看样子丽娘不像说谎，她若真是有冤，还涉及2条人命。我们平阳侯府若是这样将她打死，燕京城的百姓会如何看待我们沈家？我们又如何给官府交代？到那时，燕京都会说我们沈家因为有个爵位，因为手中有调兵令，便仗势欺负平头百姓。爹爹，不如听听丽娘怎么说。若是真有冤情，我们平阳侯府也好给她一个交代。她说是母亲让她勾引哥哥来府上骗娘亲死前的嫁妆，这样不清不楚的话落在旁人耳朵里，恐怕也会影响母亲的声誉。爹爹，何不让丽娘拿出证据来，证明这骗嫁妆一事的真相，也可证明母亲的清白。哼，沈夫人的身边有一位嬷嬷，约莫40、50岁，嘴角最明显的便是有一颗黑痣。她时常带着2个丫鬟，从怡红楼的后门去寻我，给我传消息。他们以护国公府能救出我远在同乡牢狱的弟弟为由，让我骗大公子，让大公子以做生意亏本为由，骗取沈大小姐沈离手中的先夫人留下的嫁妆。若是侯爷不信，可以让那位嬷嬷出来与我当面对质。
若是林氏与这事无关，这丽娘又怎么会认得她身旁的嬷嬷？而且连嬷嬷大概特征都说出来，想来当真是打过不少交道。况且这怡红楼的继子，若非情况特殊，是不能出怡红楼的。去将夫人身边的那嬷嬷请来。老爷，你不要信他的，妾身怎么会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情？妾身又不缺银钱，怎么会冒这么大的风险骗贤夫人的嫁妆啊？这个女人，她钱财没骗到，就是想来祸害我们沈家，搅乱我们沈家。更何况，仅仅凭你的一面之词，就能说王嬷嬷去寻过你？哼！沈夫人，你如今要用权势来压我一介弱女子，我丽娘今日就算死，也要将你所作所为说给燕京众人听听。我丽娘不怕死。哼，沈夫人，你不过是想利用我之后杀人灭口罢了，这样事情就不会暴露。你早就算好了，你若不给我一个交代，我身上还有信件。若是侯爷不信，可以拿过去瞧一瞧，这信出自谁手，又让我弟弟来燕京，想做什么阿杂交易？这是我弟弟死后，我在他尸体上发现的。你到底想做什么？爹，娘亲跟你这么多年，就算有什么事你好好说清楚，你怎么能打他呢？老爷，你要信妾身啊！这信绝对是有人伪造的，这不是我写的信，这不是妾身写的信啊！老爷，为何丽娘会知道你身旁的嬷嬷？难不成这一切都是巧合？难不成真冤枉了你？如今你还不说实话吗？妾身也是尽心竭力的为了两位姑娘，即便贤夫人走了，我也将梨儿和福儿当成亲女儿对待。在府中那么多年，吃穿用度，我何曾苛待过她们姐妹二人？又怎会做出如此狠毒的事情？这封信不是我写的，这是丽娘刻意陷害我。你与丽娘无冤无仇，她为何要陷害你？按道理说，你们二人之间应该毫无交集才对。阿姐，信上写了什么？福儿，没什么。阿姐，把信给我，我看看写了什么。没想到，他恭恭敬敬喊了多年的母亲，竟然心如蛇蝎，竟然想让旁人来毁自己姐姐和妹妹的清白，还试图抛尸荒野。这，沈玉不可思议地看着林氏。哎呀，老爷，夫人是冤枉的呀！夫人怎么会和丽娘认识呀？老爷，这丽娘定然是要陷害夫人呐！夫人在侯府多年，从未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老爷莫要受了这青楼妓女的挑拨呀！哼，事到如今还不承认吗？2条人命，你们如何偿还？如今我丽娘失了弟弟，又失了心上人，我孑然一身，便什么都不在乎，大不了大家一起下地狱。这些便是沈夫人与我共谋骗取大公子钱财的所有证据。夫人身边的丫鬟意图让我看完烧毁，可我怕这是引火上身，最后被人灭口，便私自留存了下来。这些是沈夫人身边谁的笔记？平阳侯一查便知。父亲，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母亲会这样。母亲在我们侯府多年，所作所为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母亲不会做出这等事情来。沈风啊沈风，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你真是蠢得可怜呐！旁人要害你，你还口口声声的叫人母亲，你是真的蠢啊！若非我念及你对我的一片深情，恐怕你早就下了牢狱。丽娘，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什么下牢狱？哼，你的好母亲以我弟弟的性命威胁我，让我故意引你去与人争风吃醋，把人打伤。你说他的用意是什么？你怎么那么蠢？母亲，你说话呀！这不是真的。你平日里最疼爱我与沈玉，怎会做出这些事情？老爷，你别听丽娘胡说。这么多年，我是最疼风儿的。你院子里的嬷嬷与丽娘见过，或许是巧合，可是这些纸条呢？是你贴身丫鬟吹笑的自己，也是巧合吗？我要休了你这毒妇！老爷，户部侍郎和兵部尚书府的家仆送来了2封信，说是让我交给您。一封信是关于萧家公子在灯会上遇难的事，另一封信是尚书府公子在樊楼出老千的事。老爷，你心虚什么？怎么，这2件事也与你有关？好啊，好得很！你个毒妇，你要毁了我们沈家！母亲，爹，你怎么能这样对母亲？她是你的妻子。
从此刻起，他不是了。你个毒妇，当真是不放过今晚的任何一个孩子。玉儿在樊楼，兵部尚书家的长子出老千也是你暗中所为。户部侍郎之子在花灯节上意图杀害福儿，也是你所为。血书清清楚楚写的。什么？你可知道，当日在樊楼，若是福儿迟一些去，玉儿早就断了一只手。你可知道，我与福儿在樊楼为了救玉儿，险些遭受些什么？你要害死我们沈家满门！来人，将这毒妇拖去内堂。老夫人，今日之事实乃佳日，让众人见笑了。如今天色已晚，我差人送你们回去，您路上慢点。醉江月，四爷，今日沈家这出好戏你是没看到啊？明日恐怕整个燕京都会知道。戏有什么好看？我想就那样吧。不过今日送去的东西，能让沈家这滩浑水更浑一些，也算是件好事。石彦清道：这沈家的事情，平阳侯知道的不过冰山一角罢了。若是平阳侯知道这沈夫人的真相，恐怕才懂什么叫万丈深渊。今日这出戏可是沈二小姐布的局，四爷今日也算是帮了她。我可没帮他。平阳侯若是事后察觉，自然明白本王的意思。我既然能在樊楼放他一次，定然是要他付出代价来还的。至于用什么来还，以后他就知道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从不会做亏本的买卖。四爷想要平阳侯付出的代价，难不成是沈家姑娘？哼，我想要的可远不止这些。我在樊楼放过沈家二姑娘和平阳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有什么天大的原因让我们四爷放过沈家？我总觉得沈福像一个人。像一个人？四爷说的是何人？离国遇到的一个小姑娘，4、5岁的样子，名字叫阿瑶。离国人？我听说沈二小姐自小养在乡下，怎么会和离国扯上关系啊？这就不知道了。老爷，你冤枉屈臣了，老爷。你动谁都可以，可你的心思若是敢打在今晚的几个孩子身上，便是大错。事到如今，你还不承认？老爷，你我夫妻多年，你难道还不了解妾身吗？将王嬷嬷、春桃拉下去，给本侯狠狠的打，打到肯说真话为止。不到黄泉不落泪，当真是我瞎了眼。老爷，饶了我们！老爷，我说，怕什么？我在这里。是夫人和张嬷嬷让奴婢传信递到丽娘手里的，还让奴婢吩咐丽娘看完把纸条烧了。若是不这样做，就拿丽娘的弟弟威胁她。丽娘的弟弟庞简在同乡玷污过不少姑娘，被同乡知府关进牢狱，本应秋后处斩，是夫人想办法将人放出来的。说是庞简为人风流，是个淫贼，若是弄进燕京城，毁了大姑娘和二姑娘的清白，再好不过。后来丽娘拿着新夫人的嫁妆跑了，夫人怕事情外露，就派人去追杀。你这个小贱蹄子，合着外人来设计我！你跟在我身边那么多年，你就是这样对我的。老爷，我不想死，老爷饶我一命吧，我真的不想死，一切都是夫人指使我的，老爷。枉我这么多年，还将你当成我最亲的母亲，原来是个温柔的陷阱罢了。你看在母亲与你夫妻几十载的份上饶了母亲吧，今日可是叔儿的吉吉礼啊，爹爹，母亲也是一时糊涂罢了。你看在今日是叔儿的吉吉礼份上，求你饶了他。一时糊涂，爹爹，今日女儿也有冤屈，还请给女儿一个答复。我知道今日爹爹顾及妹妹面子，没有当着众宾客的面将事情说出来。如今在场的都是自家人，爹爹让妹妹给女儿一个交代吧。母亲莫名其妙的惨死，女儿便背上克死生母的灾星名声，祖父无缘无故的没了，女儿背了7年的恶女名声，女儿背这些黑锅背够了。今日妹妹当着那么多宾客的面说我给她下毒，女儿虽是证明自己清白，可人云亦云，燕京城的人如何看我？是不是要让为父将你院子里的丫鬟也拉出来一一审问才肯说实话？早知道当初就将你养在你祖母膝下，也不至于和你母亲学那么多阿杂事去。你的好母亲要害死你的2个姐姐，要害死2个哥哥，难不成你也是这样的心思？爹，我没有。还不承认？你若是主动承认，今日便对你从轻发落。
你若是死不悔改，别怪为父不念父女之情。你告诉为父，为何要陷害姐姐？是不是你母亲指使的？为父知道你年龄小，不懂事，定是被人撺掇做错了事。以后你便跟在你祖母身边，别和你母亲一起。爹，不关母亲的事，是女儿自己，不关母亲的事。平阳侯忍着怒火苦笑，今日这一通闹剧，当真是刷新他的认知。我知道，你被你母亲教坏了。你如今刚及笄，便是大姑娘了。既做错了事，便要勇于承担自己所犯的错，懂吗？这样才像个大姑娘。三小姐陷害自己嫡姐，杖责30棍。爹，老爷，是妾身的错，求你别责罚淑儿，今日是淑儿的吉吉礼啊，老爷。你这毒妇，将这毒妇拖下去，杖责50，关到柴房，不准出来。找人去通知国公府的人，将这毒妇接走。我平阳侯府容不下这样的女人。老爷，你不能休了我，你不能休了我，我们可是陛下赐婚啊，老爷。他的贴身丫鬟春桃被赶出府，与他共事的王嬷嬷被赐了毒酒，而沈叔后背被打得血肉模糊，被人抬进了房间。哥哥，丽娘她不喜欢燕京城，或许回同乡是她最好的选择。林氏的算计，丽娘的逢场作戏，这些事像一根根针似的。福儿，是哥哥对不起你。你是我哥哥，身上与我流着同样的血，没有什么对不起的。如今事情已经发生了，哥哥万不能永远停留在原地。我相信哥哥能遇到一个懂你真心的人。福儿，哥哥之前说的话你别当真。我怎么会呢？你是我哥哥，不是旁人。哥，我们进去吧。好。接下来便是东宫太子。小姐，我安排的人前去跟踪丽娘，她去淮阳找人给叶世清修坟冢，应该再过几日便会回同乡。今日丽娘来，便没想过让自己全身而退。林氏虽没有偿命，可也算是受到惩罚。丽娘自是知道，她一介青楼女子，怎么可能让林氏偿命呢？毕竟这件事，她也是同谋。父亲没有追究她，也算是给她一条退路。她是个聪明人，不然怎会将与林氏密谋的证据保留下来？也多亏叶世清提前发现。你可知今日尚书府和户部侍郎家怎会突然送来信件？我记得当日我是让萧爵写了血书，可是血书最后怎会……小姐，也只有四爷才能让尚书府和户部侍郎主动送信到我们府上。想来小姐演这出戏，这四爷啊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不过是推波助澜一番罢了。完蛋了，慕容彻什么都知道。我看四爷对你不同于旁人，在樊楼放过你，又在花灯节……哎，你别说啊，四爷当真生得好看，可惜啊，就是太危险了。小姐，你说四爷这么危险的人，温柔起来是什么样的？哼，他不会温柔，但是很会折磨人。罢了，明日估摸着护国公和国公夫人要来，怕是我们沈府也不得安宁了。父亲和林氏的婚约是当今陛下所赐的婚，若非这林氏生得与我母亲7分像，父亲怎会娶她？明日国公夫人定会去林氏的院子，你注意打听一下他们谈话的内容，或许能找到一些突破口。是，小姐。你与月娥是否有什么误会？一个继子的话，便能将你们沈府搅得天翻地覆的。老身如今啊，还是头一次见。夫人既然来一趟，想来昨日之事你已经听说了。这是我写的和离书，我已签字，你拿去偏院让林氏也签了吧。我本意给他一封休书，如今主动提出和离，也算是全了他脸面。他若是在这府上一日，我的几个孩子将来不知道要被害成什么样子。此事我定会去给圣上解释。至于舒儿，她如今已经及笄，也算是大姑娘了，嫁人之前养在我们平阳侯府。陛下那边你就不用去了，我京城刚从皇宫回来，你们也不用和离。他将那封信撕得粉碎。这是做什么？此事疑点颇多，老身不相信月娥是这般歹毒之人，陛下和皇后娘娘自然也不相信。事情尚未搞清楚，如何能提和离？如若不成，便再给他一次机会便是了。他做错了，我自然也会教训，不能光凭一个勾揽女人的话便给他定罪。他的贴身丫鬟春桃都招了，难不成还有假？春桃是从你们护国公府带出来的人，难不成还背叛他？
尚书府、户部侍郎家亲自送来证据，这些难道都是假的？让本侯再给他一次机会，简直可笑！若是再给他一次机会，恐怕我们沈府会不得安宁。若非昨日事情暴露，我平阳侯会成为整个燕京城的笑话。这个毒妇，我实在容忍不下去。若是想要彻底弄垮林氏，恐怕还得从母亲和祖父的死开始。春桃即便是招了，也不能证明什么。你何不好好想想，这月娥怎么会蠢到亲自写信到同乡？当日那么巧，尚书府和户部侍郎家就送来证据，这难道你就不怀疑？皇后和陛下昨夜听说这事，也认为此事疑点颇多。老身今日前来，便是带了陛下和皇后的一句话：可打可罚，但和离还是慎重一些。毕竟这是陛下赐的婚，你们也有几十载的情分，好歹为淑儿考虑。国公府怕他休了林氏，便连夜前往皇宫求了皇后和陛下，想来就是要用皇后和陛下压他。还是护国公有能耐啊！为了不让我与那毒妇和离，竟然连夜去见了陛下。既然陛下和皇后都开口了，我便只能认命。不过我也不是什么都能容忍的。从此以后，林氏在别院没有我的命令，不得出别院半步。至于我与他夫妻之情，从昨日就斩断了。他在别院是生是死，与我无关。若是他心思歹毒，再想做些阿杂之事，我平阳侯也不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到时候要怎么处置他，便是我们沈家的事，与你们林府无关。只要不和离，将来林氏就有绝对的权利。若是月娥再犯错，也由你平阳侯亲自来处置，不必来通知我们国公府。这件事是真是假，实在难说。我听说沈府昨日就将他打得下不来床，想来怕是病得不轻。我过去看看他。夫人，真是没用的东西，自己办件事情还能让一个青楼女人留下把柄，怎么那么没出息？你就是这样来平阳侯府当主母的？我真不知道你是没脑子还是怎么回事，证据全部在旁人手里。夫人，如今平阳侯要休了我该如何？淑儿又该如何啊？夫人，昨日我收到消息，便连夜去了皇宫。他想休了你，恐怕没那么容易，至少也得看看皇后和陛下的脸面。夫人，丽娘这件事恐怕没那么简单，我定是被人算计了。杭简身上的那封信虽是我的笔记，可我却从未写过。此事确实有些不对劲，你可猜出是何人在背后算计你？不知道，可整个府上除了江氏的那几个孩子，还能有谁？自从这个沈父回来之后，我们沈家就不得安宁。我的计划一次次的失败，证据还被人捏在手里。江氏的几个孩子都不成器，只有这个二姑娘回来之后，像是变了一个人。我看你呀，真是没用，还斗不过几个孩子，吃的饭都比他们多，怎么脑子就不好使呢？这是太后和皇后的意思。瑞王在樊楼放过平阳侯，皇后和太子已经起了疑心。一颗棋子利用价值没了，便是弃子。此刻，窗户下的云兰将耳朵贴到墙根，却丝毫没有听到二人密谋些什么。更何况，若是有朝一日淑儿身份暴露，他也会赐你一杯毒酒。何不如早些怀上子嗣，娶妇留子，你也同样能拿到沈府掌家之权。将来你腹中的孩子同样能承袭爵位。如今你被关到偏院，可想过以后？林氏将信紧紧握在手里。夫人，当真要这样吗？我与他夫妻10多载啊，若是事情失败，那恐怕……这是皇后娘娘的意思。你如今在偏院，皇后只能指望这一件事。既然他都对我这样，我又何必留情？如今既是皇后和太子的意思，我做便是。只是我如今在内院，如何能怀子嗣？那得看你自己。你想活着，想拿到沈家绝对的权利，自然会想办法。到时候沈家你一人掌控，还怕这江氏的几个孩子？这江氏的几个孩子是死是活，全在你的掌控之中。毕竟到时候你是他们名义上的母亲。老爷，是你逼我的，莫要怪妾身。若想在沈家活下去，我只能这样做。母后的意思，平阳侯不留。本宫筹谋多年，如今这林氏已经无用，与其寄托希望在平阳侯身上，不如将希望寄托在林氏身上。
瑞王在樊楼放过平阳侯，本宫便也知道，他不能留了。只要林氏腹中怀了胎儿，这平阳侯便可除之。林氏背后是国公府，若是平阳侯没了，整个神府便是他说了算。将来他腹中的孩子继承侯爵之位，一样能拿到玄甲兵兵权。这是本宫做的最后一步计划，如今不得不这样。还是母后想的周全，去父留子，承袭爵位。今日让你去看沈家二姑娘，如何了？是个绝色美人儿，可惜儿臣不喜欢。静儿，就算再不喜欢，也得娶，由不得你。江璇对她可不一般，到时候若是平阳侯一走，沈家便是林氏说了算。江氏的几个孩子，到时候啊，无爹无娘，只有江璇一人，便无人撑腰，一切都得听林氏的。江璇自然愿意让沈福嫁入东宫，寻求庇护。更何况青天剑曾言，这凤位将会落在沈家，很有可能就是这位沈家的二小姐。若是将来你能将她娶入东宫，再好不过了。母后，什么凤位落沈家，你还当真信啊？儿臣就算娶了她，也不会真心实意。更何况儿臣瞧着这沈二小姐聪明的很，若是她将来察觉东宫地下牢狱里的东西，也会与儿臣反目成仇的。想到东宫地下牢狱里的东西，你娶她入东宫，不让她去地下牢狱就行了。母后听闻这姑娘养在易水乡下，一年一灾，每次都能逢凶化吉，若不是怎会多次死里逃生呢？青天剑算的难不成还有假？你如今虽是太子，可终究毫无实权，大燕一半的兵权都在瑞王手上，将来你如何和他斗啊？儿臣明白，儿臣替母后安排。如今天色已晚，儿臣便不打搅母后休息。娘娘，这沈家三小姐沈淑也是沈家人，她是沈家嫡女，如今太子又喜欢，娘娘为何还要反对？嫡女？她可不是嫡女，至于她是谁，本宫也懒得说。娘娘的意思是，本宫要的是江璇将来会助我儿一臂之力。沈淑如今和永昌侯府的张怀安还有婚约，又和景儿在一起，此事若是传出去，恐怕有损我儿声誉啊！本宫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至于这沈福是不是青天剑说的，到时候让他进宫，本宫一试便知。是娘娘。国公府既然已经出面解决，本殿自然不便插手，让林氏按照母后的意思去做。只要她怀了子嗣，平阳侯便不用留了。本殿疑人不用，一颗棋子若是没用了，留着只会让人心烦。更何况沈家，本殿当真是收不了平阳侯的心呀。如今沈叔如何了？听沈府的人说被家罚，恐怕下不来床。私下让人送些药去，别让沈府其他人察觉。如今他还有婚约在身，若是张家和父皇发现他有婚约还与本殿纠缠，恐怕父皇会对我失望。切记，万不能让旁人知晓了。是，殿下。接下来这段时间，他要先对付的人便是东宫太子了。前世太子慕容景暗地里豢养了不少死士，其左膀为暗卫头目云珏。云珏武功高强，是个冷血侍卫，却有一个致命伤，情系一位姑娘。右臂为大燕的新科状元苏洵。苏洵为人谦和，才华过人，后来无缘无故成为太子的谋士。若想搞垮太子，就要先断其左膀右臂，杀云珏，收服苏洵，这是沈福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小姐，老爷让你过去一趟。博儿，爹爹，爹爹给你看个东西，你舅舅来信，说是半年后便能回来。你抽个时间给你舅舅回信，你舅舅无时无刻不挂记着你啊。江璇和母亲江静婉原本生在江东出了名的商贾世家，祖上是做绸缎生意的，在江东也算是富甲一方。父亲年少时前往江东南巡，中途被人追杀，母亲便将他带回江家养伤，二人产生情愫。后来江家在江东的绸缎生意越做越大，惹得同行眼红，便在江家的生意上使了些阿轧手段，还让江家惹上了官司。外祖父从此一病不起，没过多久便撒手人寰，外祖母后来也跟着去了。至此，江家大房便只留下江璇和江静婉姐弟二人，江家从此家道中落。江璇在父亲和母亲的引导下前去参军，至此成就今日的江璇。福儿，你在想什么？爹爹，边疆可来了消息，是不是舅父打了胜仗？你舅父这次以3000兵马取胜，陛下大悦，封了不少赏赐。若是半年后回来，还会封赏。想当初你舅父前去军营时不过15岁的年纪，如今10年过去了，能有今日的成就，为父很欣慰。爹爹，若是到时候能将哥哥们一起送去军营，未尝不是件好事。这2个孩子只能这样了。
就你姐姐和你懂事些。爹爹，哥哥他们会明白你一片苦心的。哎呀，希望吧。爹爹也老了，瞎了眼，看错了人，只能将来去你母亲面前赎罪。他见平阳侯面色不好，又想到林氏努力怀孕多年都无果，便想试探一下平阳侯的身体是否有恙。爹爹，我见你面色不好，不如让女儿给你把把脉。行，你来把把脉吧。爹爹，你曾经可中过毒？多年前曾在江东被人算计，中了踏雀枝的毒，只是余毒已经清了，莫不是有什么问题？他终于知道为何林氏怀不上子嗣，踏雀枝的后遗症便是这样了。父亲虽能人道，却无法让他怀上子嗣。爹爹，你余毒未清，有些后遗症，若是福儿说了，爹爹会相信吗？福儿，有话就直说。爹爹可知踏雀枝中毒之后，虽能……你快说，说话结结巴巴的。虽能行夫妻之事，却极难让人怀上子嗣。这怎么可能？为父听说这踏雀枝不过是迷药而已，为父不也生了淑儿？他知道自己如今要继续说，恐怕父亲还会怪他故意挑拨他和沈叔的父女关系。爹爹，福儿只是将经验告诉你，也许当真不是我想的那样。如今舅父的信我已经拿到，福儿先下去了。去吧。想到前世新科状元苏洵和太子之间的牵连，前世苏洵在春闱中夺得的第1名，后来他私下成了太子的谋士，为太子出谋划策。苏洵这个人擅长谋略，且有才华和毅力，若是今生能抢在太子前面，将苏洵率先收服成为自己的人，改日你我还是得去白小堂一趟，打听些消息，顺便放出一些消息。小姐，打听什么消息？要放什么消息？打听一个人，这个人有才华善谋，不容小觑。至于这散播的消息，自然是关于兵部的，此事关乎阿姐的生死。你这几日收拾这东西，陪我去趟白小堂。小姐，白小堂打听消息一次就要收150两白银，上次打听丽娘又打点一些人，我们手里已经没有几个银钱了。我们手里还有多少？先拿出来吧。是，小姐。还差50两。白小堂是江湖组织，和大燕的皇城司是相同，不过一个隶属于江湖，其背后的主人不知；一个隶属于皇城，专门为当今陛下输送情报。先这样吧，我们再想想办法。你先收拾东西，这2天就要去一趟。小姐，你既然已经想法子把夫人的嫁妆拿回来，为何不找大小姐拿一些呢？母亲留下的东西怎能随便拿呢？母亲，不要！阿姐，你怎么了？做噩梦了？福儿，我梦到一个女人四肢被砍断，关在牢房里。福儿，她的声音和娘亲好像啊！你说娘亲是不是还没有死？她托梦给我，让我去救她。人人都说她被害得尸骨无存，可我不相信，娘亲她死了。阿姐，你是不是太想娘亲了，所以才会做这个噩梦？娘亲已经死了10几年了，怎会托梦给你让你救她呢？可是我做这个梦很多次了，每次都是见她被关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让我救她，让我好好活着。福儿，我始终不信她死了，我不信。娘亲的死，沈家对外宣称是刘匪作乱，可尸骨都找不到。可他早就怀疑这件事儿不对了，娘亲的死和林氏一党有关，而且沈离梦中的牢狱又是在哪里？若是娘亲还活着，福儿就算用我这条性命，也要将她救回来。你如今身子不好，得好生休息。你放心，当年娘亲的死，我会想办法查清楚的。沈福将沈离重新扶上床，又给她盖上被子，开了一些药，吩咐丫鬟后才离开清风院。二小姐，老夫人让你去前堂一趟，府上来了贵客。贵客为何让我一人去？老夫人说是皇后娘娘身边的嬷嬷来接姑娘进宫。她不过刚回燕京城，皇后为何见她？难不成林氏这件事儿，皇后是看出什么了？小姐，我们快走吧。到底什么事？去了就知道了。这便是沈家二姑娘吧？不知嬷嬷找我何事？姑娘，今日老奴是奉皇后之命前来接姑娘进宫的。皇后娘娘这几日食不下咽，身子也越发瘫软，寻了太医也束手无策。听闻府上二小姐给府上大小姐开了药后，大小姐气色好了许多，便让老奴来接姑娘进宫，给皇后看诊。怕是要见她是假，试探她才是真的。嬷嬷说的哪里话？太医院都对娘娘的病束手无策，我一个乡下来的小丫头，医术也只是学了些皮毛，怎能给娘娘看诊？还请嬷嬷寻个医术高明的太医给娘娘看诊，莫要耽误娘娘病情。姑娘莫要谦虚，老奴是奉皇后之命前来请姑娘进宫的。二丫头，既是皇后要求，便去一趟。
自己处处小心，别因为失了礼仪，丢了我们沈家的脸。孙女谨遵祖母的话。当真是个标致美人啊！臣女参见皇后娘娘。本宫听闻沈二姑娘擅长医理，会些药膳，便想试试。不知娘娘如今是何症状？身体疲乏，难以入眠呐。分明面色极好，不像是生病的样子。纤细白嫩的手附到皇后脉搏时，沈夫察觉皇后的目光一直看着自己，且这凤仪殿内还有第三个人。余光微瞥，他看到屏风后一个浅色身影。娘娘，你脉搏虽稳，却有些乱，想来娘娘是忧思过重。臣女给你开一副养身子的药。皇后娘娘身子需要静养，臣女就不便打扰娘娘休息。沈姑娘有心了，沈姑娘生的天姿国色，倒是让人过目不忘。如今还有医术在身，当真难得。皇后娘娘说的哪里话？臣女不过只懂一些皮毛而已，能给娘娘看诊，是臣女的福气才是。送沈二姑娘回去吧。是娘娘。母后，你可看出什么了？我看不过如此。小姑娘不过16、17岁，却如此纯净，观察力也不一般。你方才在屏风后，也被她尽收眼底。这姑娘啊，心思缜密，她比这燕京第一才女沈淑好很多。母后今日想试探的，恐怕没这么简单。将这药方烧了吧，本宫可不敢喝她开的药。若是她今夜能在交房殿逢凶化吉，便是青天剑所算之人。交房殿是出了名的鬼宫，往年打死在里面的宫女嬷嬷不计其数，其先帝死在里面的妃子也有好几位。那地方怨气重，也是皇宫的禁地，无人敢去，更别说在里面待上一夜。常有无意闯入交房殿的宫女，进去不到半日，出来便已经疯癫，甚至被吓死。今日本宫倒是想看看这沈福到底还会不会如同以往逢凶化吉。若她不是呢，这般心思的女子便不能留了。你是当今太子，你难不成还怕她一个女人？母后莫不是忘了平阳侯府的夫人林氏因何落得如此下场？难不成与她半分关系都没有？一个女子罢了，有何可怕？本宫关你在地下牢狱里的脏东西，看看还能活多久。若是活不成，便让人弄死，不动声色地弄出去，免得夜长梦多。是母后。有人吗？你们把我锁这里干嘛？我还要回家呢。有人吗？身后便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和风吹落叶的沙沙声。那脚步声很轻微，却还是落在他的耳朵里。他如今是死过一次的人了，若论谁死得惨，估计也没人能及他。他怕什么？管他身后是人是鬼，他都不会转头看一眼。沈福深吸一口气，听着身后脚步声离他越来越近，每走一步，心也跟着砰砰砰的直跳。四周漆黑一片，他咬着牙骂道：“有本事来呀！我才不怕呢！谁怕谁孙子？装神弄鬼的！”一声冷哼自身后传来，熟悉又让他感觉危险。四爷，胆子真大，来这个地方啊！四爷，你怎么会在这里？路过，过来。四爷，你这白虎，该不会是专门吃人吧？你说的对，专吃你这种撒谎精。谁撒谎了？我从不骗四爷。皇宫里人人都说这里面有鬼，本王就偏不信了。既然你在这里，不如你带本王进去瞧瞧。我才不去呢，四爷要去自己去。你胆子不是很大吗？让你给我带个路这般样子，你走前面，带本王进去。搞不懂慕容彻进去要干嘛？四爷，我要回去，我爹爹他们应该会担心，我不想进去，这里面死过不少人，干净。四爷该不会让他进去，然后将他杀了，抛尸在里面吧？怎么，怕我在里面杀了你啊？你这么有趣，我怎会舍得杀你呢？哼！我不想进去了，我想回府。我还以为沈家的姑娘胆量过人呢，没想到是个胆小鬼。若是你想回去也可以，带本王进交房殿瞧一瞧，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难不成你觉得里面还有比我更危险的？今日不进去一趟，慕容彻是不会让他走的。哼，大不了一起死吧。四爷，那你跟在后面。还有，真没用！你让人杀庞简时可不是这样，
怎么在我身旁变这般可怜样？还是说一切都是你为了在我面前活命装的？谁装了？我是叫人去杀，又不是我亲自动手。杀人我不怕。寝殿空荡荡的，还能若隐若现的看到一尊佛像。那尊佛像看起来诡异又可怕。四爷，有脏东西！一道灼热的气息离他越来越近，仿佛就贴着他的耳朵。沈福刚想往后退一步，腰肢就被一只大掌握住，温热柔软的触感。沈福这才反应过来，慕容彻是在吻他。夜色中，他吻得毫不留情，霸道又野性，丝毫不温柔。他这才知道自己原来上了当，受了骗。慕容彻这个骗子，让他进来是假，占他便宜才是真。沈福想起在宁远侯府那次，他也是这般野性粗狂，竭尽全力地将他占有。四爷，有疼了！沈福推开他。沈福，你不怕，还往本王怀里钻？沈福瞬间面红耳赤，慕容彻步步朝他紧逼过来。沈福，你这样真的好有趣啊！四爷，你骗我进来就是占我便宜，人人都说四爷不近女色，却这般折腾我，难不成四爷对我动了念？有些自信过头了。没有动念，那你干嘛吻我？你不是恨我们沈家吗？我父亲害你去离国受了10多年的苦，你应该恨我，恨沈家才对啊。平阳侯的确让本王受了不少苦，可本王喜欢父债女还。过来。四爷，他们不是说这交房店有鬼，死了不少人吗？的确是死过一些人，不是传闻中那么吓人。交房店原本是先皇淑妃住的寝殿，后来淑妃害死了皇家血脉被揭穿，将整个交房店的宫女嬷嬷们为了毒酒，自己悬梁自尽，至此这个地方便被传为了皇宫的禁地。四爷，你不怕吗？见过血的人怎么会怕死呢？燕京城都在传沈家二小姐9岁就杀了自己的祖父，是个不折不扣的恶女，如今竟害怕成这样。祖父的死与我无关，我背了7年的黑锅。沈福垂眸下去，看见慕容彻腰间一块金灿灿的东西。怎么，又想打什么鬼主意啊？四爷，方才我瞧见四爷身上有一块金灿灿的东西，四爷是大燕四皇子，定是富贵非凡。你我也算有夫妻之实，我也算是你的女人了。况且……沈福低下头，脸瞬间通红，他自己都觉得自己真不要脸，居然说出这话。燕京城敢找四爷借钱的女人，怕只有他一人了。你想要的是这个？胃口不小啊。那块金灿灿的东西原来是麒麟军的金牌。这个赏你，随你花。四爷，这是你的令牌，我怎能要？我不要。哼，你既开口向本王要，本王且有不给的道理啊。不过本王这个人从不做赔本的买卖，你既然拿得起，我想你将来定也还得起。福不知慕容彻是何意，难不成想用这块金牌试探他？慕容彻那么容易将麒麟军的令牌给他，估计就是试探他，看他会不会将麒麟军的金牌拿去给皇后和太子。毕竟今日他刚去了皇后寝宫，也有可能试探他会不会给自己的父亲平阳侯。思及此，沈福也来了主意，他倒是想慕容彻看看他的真心。无论麒麟军的金牌去何处，以慕容彻的能力，定然会想办法拿回来。四爷，可是你说的让我随便花。对，随便你花，但也希望你还得起。沈福，太贪心就会失去更多东西。四爷，外面院子门被锁了，送我回家好不好？爹爹他们会担心的。男人缓缓靠近他，眼神也愈发深邃。他俯身下来，静静看着。沈福抬眼与他四目相对，还能在他深邃的眼眸中看到自己的倒影。慕容彻神情依旧冰冷，似乎想要从他身上找到答案。四爷，你是不是喜欢我？不喜欢。不喜欢？你为何还这般对我？因为沈二小姐很有趣。四爷，我知道你在离国受了许多苦，我无法请求四爷原谅我爹爹。所以你要替你爹还那笔债？慕容彻话音落下，沈福随之沉默。想起前世他怀上四爷的孩子，最后被太子察觉娶入东宫，和玉儿一起惨死的场景，不由得心口一酸。他只想复仇，不想和大燕皇室有任何瓜葛。可慕容彻终究是他前世孩子的爹，孩子可要，这爹还是算了。见他沉默不说话，慕容彻冷笑道：“哼，
不过你现在后悔也迟了，上了本王贼船，哪有那么容易下去的？他怕慕容彻与他纠缠，不过是为了报复沈家。二人沉默片刻，走吧，送你回家。娘娘，交房殿里点起了烛火。什么？你说交房殿点上了烛火？回娘娘，我们的丫鬟在远处观察了许久，交房殿里的确灯火通明，看样子沈小姐是进了交房殿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有人在交房殿点灯。这沈家小姐难不成当真是？沈小姐人呢？沈家姑娘的马车已经离开皇宫了。听外头的宫女们说，交房殿里传来奇怪的吼声，后面沈小姐就从里面出来了。行，本宫明白了，下去吧。嬷嬷退下后，将一个精美的盒子拿出来，里面是一根竹签，竹签上写着几句话：奔波阻隔万重险，小儿命中犯三关，遇事不达难成就，寸步如登万里山。竹签的最下方写了4个字：下下签，凶。这是前些日子他在万佛寺内亲自求来的一根下下签。老方丈曾言，他与太子凶多吉少，让他们回头是岸，否则便是千难万险。可惜皇后偏不信，她现在贵为皇后，是真凤加身，自然要做的事情就可能做成。哼，一纸破签，还想阻碍我与景儿的前程？什么万重险如登山，本宫偏偏不信。本宫会让人知道，什么才叫真凤加身，什么叫做颠倒乾坤。福儿，怎么会去那么久啊？不是给皇后看诊吗？爹爹，是去给皇后看诊，只是回来的时候被一个宫女带到交房殿里。什么？怎么会带到交房殿去啊？那地方阴气重，怨气也重，去的人都多少被吓得不轻。什么人会将你带到交房殿？爹，应该是皇后身边的人，可能带错路了。如今福儿安全回来了，我累了，想回房休息。行，你下去好好休息。皇后怎么会让她进宫？我也是沈家嫡女，为何皇后娘娘要这般区别对待我？小姐，你消消气啊！也许皇后娘娘当真只是让二小姐去看诊呢。宫里那么多太医，偏偏让她去，可能吗？后娘娘就是瞧上了这沈福，想让她当太子妃。她的舅父江玄手握重兵，想让沈福为太子妃拉拢江玄。那我呢？若她成为太子妃，我与景哥哥又算什么？她去皇后那边还做了什么？可打听到其他消息？听说被宫女带去了交房殿，后面从交房殿里回来了，而且皇后娘娘对她似乎很满意，把白鹿那个贱婢给我弄进了。若非她的疏忽，我怎会被沈福算计？是小姐，小姐怎会这么看着奴婢？奴婢做错了什么？怕什么？小姐，你别这样看着奴婢，奴婢害怕。我问你，为何沈福的手串会在我床底下？是不是你搞的鬼？小姐，奴婢真的不知道，奴婢的确是按你的吩咐将药丸放进了手串里，谁知道二小姐的手串是假的。奴婢跟了小姐5、6年，怎么会背叛小姐呢？是二小姐，是她设计了我们。我对小姐的忠心，小姐难道还不清楚吗？白鹿，若是你敢背叛我，我就把你卖到燕京城最低贱的窑子里，让你被牵入，让你永远翻不了身。不过本小姐谅你也不敢。小姐，奴婢不会背叛你的，奴婢有件事忘了告诉你。什么事？当日你让我去二小姐房间放药丸的时候，我瞧见二小姐柜子里有一个荷包，荷包上还绣着一对鸳鸯，而且看那绣工十分精美。荷包？难不成沈福有野男人了？你确定是绣着鸳鸯的荷包？小姐，奴婢看得一清二楚，是一个鸳鸯荷包，而且荷包上只有一对鸳鸯，没有名字。想来二小姐私下里偷野男人呢。果然啊，沈福那贱人有奸夫了，居然留着鸳鸯荷包。若是让沈福那贱人嫁给旁人，恐怕皇后娘娘便不会让她入东宫为太子妃。一个自小养在乡下的土包子，也配做太子妃？是我教养在沈家这么多年，连李姨母亲都是请宫里的嬷嬷来教的。我费尽心思抓住太子哥哥的心，凭什么让他捷足先登？上次因你的疏忽，害得我被父亲责罚，这次便让你将功抵过，
想办法将沈福房间里的鸳鸯荷包拿出来。是，奴婢听小姐的。沈家只有我是嫡女，她和沈离算什么？就算要嫁人，沈福也只配去性亲王府，嫁给性亲王那又老又丑的男人。拿鸳鸯荷包时，顺便将那小贱人的字拿一些出来。信王府那边，我会亲自安排人牵线搭桥，到时候她不得不嫁给性亲王。我沈叔不喜欢旁人与我分享男人。性亲王是先皇的第3个儿子，是当今陛下的亲弟弟，如今已经年过50旬，为人好色。然而这张完美的脸下面，是他忍了10几年的恶心。淡紫色胎记占据他一半的右脸，他看着此刻镜中的自己，忍着恶心，将手中另一种药敷在脸上那块淡紫色胎记上面。这块胎记，林氏一直让他隐瞒，一瞒便是16年。这么多年，他寻遍名医都没办法去除。小姐，奴婢这几日都在私下里打听法子，可大夫都说只能用东西将它遮盖。如今太子殿下不知道，我们得趁这段时间赶紧再去寻高明一点的大夫才行啊！每次都要遮遮掩掩，真受够了。白露，你让天霜拿钱打点一下偏远，我要去见母亲一面。是小姐，奴婢这就去。母亲，舒儿来看你了。舒儿，舒儿，你终于来了。母亲，你怎么样了？都是女儿不好，母亲她太狠心了。你们好歹也是10几年的夫妻啊！你父亲那个没良心的，只在乎死去的僵尸，还有那几个孩子。若非他们姐妹2人算计，母亲与我怎会这般啊？你哭什么？你娘还没死呢。母亲，女儿今日前来，也是与母亲商量一事。何事？舒儿不妨说说。刚才女儿听白露说，沈父房间里有一个鸳鸯荷包，怕是有了野男人，就是不知道这野男人是谁。鸳鸯荷包？哼，这个小贱蹄子根本就不会刺绣，哪来的鸳鸯荷包？母亲，他不会刺绣，可是沈离会啊，说不定是沈离教他的。莫不是这小贱蹄子回燕京就和外男私消授受了？哼，若是能抓住这个男人，定让这小贱蹄子被进猪笼。你祖母对沈家几个姑娘的名节尤为看重，若是发生有损沈家声誉的事情，他定是不会放过。曾有未出嫁的姑娘失了名节，被活活打死的。打死？有打死的，也有进猪笼被活活淹死的。林氏越是这般说，沈叔心里越是害怕。舒儿，你怎么了？没什么，母亲。母亲，女儿倒是有个好办法，让沈父翻不了身。什么方法？既然他如今有鸳鸯荷包，我们何不顺水推舟，将他推给性亲王？燕京城的人都在夸沈家2小姐沈福是国色天香，性亲王为人好色，府中姬妾成群，手段也残忍。只要女儿找人，将沈福是燕京第一美人的名声传出去，传到性亲王耳朵里，你猜性亲王会如何？可是这沈福毕竟是我们沈家的姑娘，性亲王好歹也得看一下你父亲的面子。女儿知道，性亲王自然不会对沈福强取豪夺。若是沈福自愿，自己想攀高枝，与性亲王私相授受，到时候证据摆在面前，他不认也得认。更何况陛下生辰就会到了，女儿定会让人与性亲王府牵线搭桥，旁敲侧击，让性亲王在陛下生辰上求陛下赐婚，娶沈福。这样一来，他们也算是情投意合，到时候陛下定然同意赐婚。舒儿啊，想得周全。你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尽快与你外祖母说，她定帮你。哼，至于沈离，恐怕这离儿也活不了多久了。母亲，这是什么意思啊？张怀安对沈离念念不忘，若是你嫁给他，恐怕他也会惦记沈离，母亲怎么能允许？哼，你及前一日，齐王私下里来找过我，让我帮他娶到沈离。母亲有意无意地提点过他，想娶沈离，就得生米煮成熟饭。哼，这齐王府有一妾室，手段非常。前齐王妃温婉因此殒命，齐王对她宠爱无度。若是沈离嫁入齐王府，定会断了这张怀安的念想，说不定死在齐王府都无人知道。这沈家呀，就沈离和沈福最难对付。至于这沈风和沈玉，哼，
早就被母亲养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废人。小姐，今日我们要去一趟白小堂，你确定这100两够？先把这些银子收好。去白小堂于我而言很重要，这关系到一个人，也关乎到阿姐的生死。关乎大小姐的生死？难不成我们去白小堂打听的消息还与大小姐有关？不是阿姐，是那有心之人。废话不多说，东西都收拾好了吗？收拾好了，就等小姐出门。好。阿小姐，大小姐出事了！齐王殿下，齐王殿下把大小姐带走了。齐王，阿姐不是在清风院里养身体吗？怎么会和齐王遇到？自三小姐及笄礼后，齐王殿下便时常来纠缠大小姐，想让大小姐做齐王妃。大小姐怕毁了名声，也不敢告诉其他人。这几日大小姐总是梦到先夫人4肢被砍，关在地下牢狱，也想着去挑点东西烧给先夫人。谁知今日出去又遇到齐王殿下，如今老爷又不在府上，奴婢便来找二小姐。如今再去先去哪个雅间？你赶紧带我们去。齐王殿下，青天白日的，不知殿下将臣女胁迫到这里，想做什么？若是殿下无事，臣女先下去了。想做什么？你看不出来？沈离，你放心，今日之后，本王会对你好的。张怀安有什么好，值得你念念不忘那么多年？她即将是你的妹夫，你又何必对她情根深重呢？还是乖乖跟着本王，本王保你荣华富贵，一世平安。殿下身份尊贵，小女子身弱，实在与殿下不配。殿下这般非君子所为，陛下知道，定会责罚殿下。更何况世间女子颇多，殿下又何必一直逮着臣女不放？你既知我心仪旁人，自然也应该知道强扭的瓜不甜。父王若是知道了，你的清白名声也就没了。你觉得你以后还可能嫁给张怀安吗？还能嫁给旁人吗？你只能乖乖嫁给本王。你放心，本王今日要了你，自会让父皇下旨求娶你。本王知道平阳侯不愿意将你嫁给本王，可若是你是本王的女人，还怕他不愿意？什么强扭的瓜不甜，我偏要。你做梦！沈离，能服侍本王，你应该感到荣幸，别不知好歹。齐王殿下，你别这样，我求你了，求你。这几日本王对你百般讨好，可你呢，还对张怀安念念不忘。张怀安是生了一副好皮囊，可他哪里比得上本王？论权势，他不如本王；论富贵，也不如本王。你为何就是惦记着他，对我却拒于千里之外？怎么，让你做我的齐王妃委屈你了？还以死要挟上本王？沈离，你乖乖嫁给本王，本王会让你知道做我齐王妃的好处。呸！无耻之徒！敢打本王，不识好歹的东西！本王已经向父皇请旨，你如今就是我的齐王妃，你别不识好歹！放开我！放开！阿姐，阿姐！齐王刚转头，人就被原来狠狠地踹到房间角落里。阿姐，我来迟了。福儿，我不想嫁给齐王，我不想去齐王府。沈福，你敢坏本王的好事！齐王殿下强抢良家女子，置大燕律法于何地？若是陛下知道殿下所作所为，会如何处置你？前几日，本王便向父皇请旨娶你姐姐，只是这圣旨还未下来。若非你姐姐要死要活，要寻短见，本王也不至于用这种方法。说起来，沈福，你将来也得老老实实叫本王一声姐夫。叫你一声姐夫？哼，你承受得起吗？若是想娶我姐姐，便将你府中喝人血的姬妾杀了，再谈嫁娶之事。你胡说八道什么？谁喝人血了？齐王殿下，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今你竟用这样下作的手段逼迫我姐姐就范，当初你害死温大小姐，如今又想用同样的法子来祸害我姐姐。沈福，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叫本王害死了温婉？你若敢造谣生事，你信不信本王动动手指就要你的命？若非念及你是离儿的妹妹，你以为本王会跟你客气？齐王殿下，有些梦可做，但不能做得太长久了。今日你伤害我姐姐，这笔债我来日讨回来。你该不会想把今日之事告到我父皇面前吧？要不你问问沈离愿不愿意？若是事情闹大，沈离清白名声不保，将来她除了嫁给本王，还能嫁给谁？
我是大燕皇子，要娶一个侯门嫡女，不过是父皇一句话的事情。更何况本王已经请旨，你姐姐不嫁也得嫁。沈离，本王知道你放不下张怀安，可是你只要嫁给本王，本王会让你知道本王的好，本王定不会再对你动手，本王疼你都来不及呢。啊，沈福，本王好心提醒你一句，别聪明反被聪明误。若是你敢阻拦本王的好事，本王会让你后悔莫及。你们平阳侯府就好好的等着父皇的圣旨吧。男人冰冷的话落下后，头也不回的离开雅间。我不想嫁给齐王，我不想去齐王府。阿简，你放心，你不会去齐王府的，没事了，我们回家好不好？你出去买一身干净衣服来，衣服颜色要和长姐出门这身的颜色一样，最好款式也一样。好，二小姐。此事关系姐姐名声，若是就这样回去，被人看到定会被人议论。这次齐王虽没得逞，可燕京城那么多人，人云亦云，白的都会说成黑的。是，小姐。小姐，还有一件事要告诉小姐。何事？难不成是偏院的事情？对，这几日奴婢观察了林氏如今的院子里，除了丫鬟外，又多了一个洒扫的仆人，其样貌还生得不错。不懂林氏是否……这林氏怕是想另辟蹊径，还上骨肉。如今我们先静观其变。是，小姐。哦，小姐，有件事奴婢忘了跟您说。你说来听听。当日奴婢去偏院，听到林氏对护国公夫人赵氏的称呼有些奇怪，她不叫赵氏母亲，而是夫人。什么？林氏不是护国公的妻女儿吗？这护国公夫人是他亲母亲，怎会叫得如此生疏，叫夫人？难不成这护国公有2个女儿1个儿子，林氏是小女儿，且向来与护国公的大女儿不和，也不得这2儿子的喜欢。按道理说她是最小的，最得疼爱才对啊，怎么会被如此嫌弃呢？当天护国公夫人去探望林氏，还发生了什么？国公夫人扇了他一巴掌，说是他做事情让人抓住把柄，还提到小姐您，说是这一切都是您搞的鬼，苦于没有证据，其他的奴婢没听清楚。哼，我若是能留证据让他拿捏，我便白活了一场。林氏和护国公府的关系着实让人费解，恐怕也是个谜团。沈叔那边可有什么动静？有，3小姐还在和私下太子传信，怕是也想参加后面的群花宴。往年都是她这个燕京第一才女夺得头筹，今年怕是也想崭露头角。罢了，先这样吧，我们准备去白小堂。是，小姐。夫人，人走了。你传信给国公夫人，让这小贱蹄子有去无回。这几日，大公子可趁老爷不在，前去酒楼买醉。是的，夫人。哼，这个林峰啊，真是被养坏了，死不悔改，正合我意。至于沈福这个小贱人，按照我说的去做，到时候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奴婢知道夫人的意思，国公夫人让我来说一句，若是夫人有任何要求，我这边都会配合夫人去做。还是夫人为我着想啊。姑娘前来可是来打探消息的，可有带够银钱？我既然来了，便是做了十足的准备，带够了东西。我听说白小堂能知天下之事，除了可以打听消息，不知道还有一桩买卖做不做？姑娘所说的买卖是什么买卖？这桩买卖，我想与你们堂主亲自谈，毕竟我能拿出手的不止150两白银那么简单。见我们堂主？对。姑娘既坚持要见我们堂主，将来定是有要紧之事，你且在旁边休息，我这就上去禀报我们堂主。小姐，你怎知道他们白小堂有堂主？小姐不过才回燕京3个月啊。这白小堂在燕京至少也有1-20年了，传闻这堂主是位生得俊俏的年轻公子，可刚才那人成熟稳重，丝毫不年轻。而且我听说这白小堂堂主有一特征，便是手里时常拿一把折扇。我既然来了，定然所求之事不是普通买消息那么简单。此刻白小堂3楼阁楼上，石燕青一手握着折扇，目光落在对面的慕容彻身上。四爷，我今日要说的便是这些。你母后的死的确存疑，国公府里有什么，四爷何不遣人进去查，定能查清楚。如今下一步如何，就看四爷了。除了国公府，平阳侯、宁远侯、永昌侯可参与其中。3侯并未参与，但他们之间都多多少少和皇后太子有牵连。如今这朝中局势中3鼎分立，朝中官员并不看好。司马大将军江玄是一块大肥肉，难不成四爷与沈2小姐这般纠缠是为了江玄？本王虽不是什么好人，但不会卑鄙到利用女人的地步。也是，燕京城的四爷若是卑鄙到要利用一个女人，便不叫四爷了。主上，何事？
啊，堂下来了位16、17岁的小丫头，说是要见你，要与你做笔交易。属下见那姑娘气质不凡，不像普通人家的姑娘，便来通知你一声。小姑娘，什么样的？长得漂亮吗？看穿着打扮是燕京贵女无疑，戴着一个紫色面纱，气质倒是倾城。那小姑娘一定要见到堂主才肯走。来了个姑娘，先问人家美不美，若是个丑的，你便不卖消息给她了。四爷呀，你还是不了解我。女人漂不漂亮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特别。我倒是想看看这姑娘到底有多绝色。四爷，快来，这姑娘你一定喜欢。不感兴趣。四爷，你说的不喜欢，你可别后悔啊！我先下去，待会儿定给你带好东西上来。堂主，姑娘说要与我们白小堂做交易，不知姑娘拿什么与我们白小堂做交易啊？一样东西，珍贵无比。那不知姑娘想让我们白小堂打听什么消息？一桩旧事，明阳城南向苏家，多年前中秋之夜惨遭满门灭口，唯有2位公子活了下来。大公子名为苏洵，是淮阳出了名的才子，可小公子苏荣至今下落不明。我今日想打听的消息，便是这苏家小公子的下落，还有大公子苏洵的下落。若是我猜的没错，苏洵如今在明阳城，我想知道他的行踪。石燕青微微挑眉，这沈福打听一个陌生人做什么？那姑娘想与我白小堂做的交易是什么？我自是知道你们白小堂向来遵守江湖上的规矩，便选择相信你们。我手中有2封信，一封信需要白小堂送到燕京城兵部尚书刘大人的府邸，亲自交到刘大人手上；另一封信要白小堂送到燕京城宁远侯的夫人手中。这2封信你完全可以自己找人送，为何要经过我们白小堂的手啊？白小堂和燕京皇城的皇城司性质一样，且实力也一样，传出消息更有说服力。你是白小堂的堂主，这2件事于你而言并不难。消息可以给你打听，信也可以给你送，不过这报酬嘛，会有点多。要多少？600两银子。600两？他们身上如今只有100两。袁兰将袖口中的100两白银拿出来。姑娘是在耍我？我怎敢耍公子？一位大人物所赠，说是让我随便花。这块金牌的价钱可远超600两白银。石燕青嘴角抽了抽。这四爷的金牌怎会在他手上？这四爷这么重要的东西都能给沈福？姑娘等着，此物贵重，我要先问问我们主上。姑娘先别走啊。主上？白小堂背后的主人？四爷，你看看，你试探人家姑娘，姑娘直接把金牌卖给我们白小堂，还说好友所赠随便花。所以楼下的是沈福？除了他还有谁？这姑娘来打听明阳城南港苏家小儿子的下落，还让我传2封信，一封信传到兵部尚书刘大人的手里，另一封信传到宁远侯夫人手里。这姑娘让人琢磨不透啊。哼，这沈福该不会又在算计什么？之前用一个叶世清扳倒沈夫人，这次又想扳倒谁呀？哼，将他弄上来，他提的要求先答应他。方才四爷还说不感兴趣，如今竟然让我将人家姑娘弄上来，四爷怕不是又要折磨人家小姑娘？废话真多。行，我去给四爷弄上来。我们主上说能答应姑娘这2个要求，不过想见姑娘一面。见我一面？这白小堂背后之人神出鬼没，怎么想着见他呢？行，既然已经答应，便要保证我的消息不容泄露。我知道白小堂在燕京多年，生意能做这么久，定是懂这行规矩的。那是自然。姑娘随我来，你的贴身婢女先在这里候着。淡淡的檀香味儿，裹着血腥味，这样的气息，他好像在消防店的夜色中闻到过。难不成是慕容彻？他下意识转身就跑。倒是敏锐啊，还没见到我人，便也知道是我。跑什么？四爷，我没跑，我只是怕里面是陌生男人，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终究是不好。我都看到了，还不承认？见我跟老鼠见猫似的。四爷，你是白小堂的主人？把面纱摘了。我不想摘。为何？四爷让我摘，我就得摘吗？燕京人人都怕四爷，可我不想像他们一样受人束缚。嘴挺硬的，你既不怕本王，方才进来为何急着出去啊？怕本王折磨你啊？我与四爷虽有一丝肌肤之亲，却并非我本意。所以你想毫无关系。上了贼船不是你想下船就能下船的。本王说过，父债女偿。我能在樊楼放过你二哥和父亲，也愿意将这金牌给你，你就应该清楚，那一笔笔的债，我要从你身上讨回来的。他看着此刻椅子上嚣张的男人，忽而觉得真是一场梦。他招惹上了他，被他盯上。你既要得起我的东西，我想也应该还得起。四爷，你想要什么？你。沈福整个人怔住了，他知道
慕容彻不过是要用他报复自己的父亲而已。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对一个人付出真心呢？四爷，你不过是想利用我报复我们沈家而已。既然金牌已经到了四爷手上，我便不打扰四爷了。我与四爷耗不起。慕容彻猛地挥手，他的身子瞬间落入他手里。沈福进了狼窝，想要逃跑，没那么容易。慕容彻将面纱揭开，小姑娘紧紧咬着唇，脸色微红。原来这便是你戴面纱的理由。男人的唇毫无征兆地吻下来，让他几乎快窒息。慕容彻这样一个冰冷的男人，怎会喜欢他呢？他是想报复沈家，折磨他罢了。他用力推开他。慕容彻，若是你想用我来报复沈家，大可不必。我沈福绝对不可以被人这般玩弄，哪怕你是燕京城人人都害怕的瑞王。想做本王的玩物，你还不够格。我并未用你报复沈家，只是觉得你十分有趣。你那么有趣，本王舍不得。沈二小姐是个下棋高手，本王等着你精彩的表演。沈二小姐心机深沉，恐怕在我之上了。我做的什么你都知道，白小堂是你的，那我的要求呢？难不成？放心，我白小堂向来按规矩行事。你既然提了要求，拿了银钱，自然给你办。我白小堂向来说话算数。沈福从雅间离开后，就见云兰焦急地跑了过来。小姐，阁楼上是什么人？有没有为难你啊？你有没有受伤？是四爷，我没受伤。四爷？怎么又是四爷啊？你不会被缠上了吧？走吧，我们回去。好。刚才我见沈二小姐脸色不太好，难不成是吵架了？也是啊，这沈二小姐虽是聪明人，骨子里那股傲劲儿是别的女子没有的。燕京城能这般对四爷的，怕只有她一人了。之前太子安排来勾引四爷的女人，死的骨头渣都不在了。这沈小姐真是与众不同。哼，话多可不是好事。她来白小堂所提要求，都给她办。本王想看看她到底想做什么。兵部尚书大人向来清正廉洁，为人正气。这沈姑娘传信到他手里，难不成他想借我们白小堂之手，让陛下黄承思彻查兵部之事？果然，这女子连我们白小堂也算上了。这2封信，她可以自己找人送，绕这么大圈让白小堂去。想来她也清楚，在整个大燕，白小堂送出去的消息9成都是真的。若是兵部真有事，兵部尚书刘大人为了保住项上人头，会亲自前去父皇面前，将信中内容交代，再让父皇的黄承思彻查兵部之事。原来他的目标是他，可他一个闺阁女子，又是怎么知道兵部之事？罢了，由他去吧。大哥哥，这个给你吃。五公主他们真过分，把你关在笼子里。以后我每天都来偷偷给你带吃的。若是被五公主他们发现，我会被打死的。晴之姑姑说了，不能让宫里其他人知道我的存在，你千万不要说出去。把眼睛闭上，大哥哥带你离开这里。紧接着，少年一声惨叫和利刃斩下血肉的声音在耳旁响起。小姐，你又做噩梦了吗？他是谁？大哥哥。小姐，他那个梦像是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可他为什么记不得？又想到玉儿，玉儿明明那么懂事，那么听话，这一世当真要和慕容彻纠缠不清，才能让玉儿重新投到自己的肚子里。小姐，没事的，云兰会一直替将军护住你。他看着外面的风景，又想起前世之事。前世慕容彻没有找他，他也是到死才知道真相。太子不爱他，就因为图他救父兵权，报复慕容彻，就让他惨死东宫，让他的孩子也死在东宫。他不甘心，凭什么？凭什么他就要成为旁人的垫脚石？凭什么他们沈家要成为太子的垫脚石？这一世，他偏要改自己的命。外面一片寂静，马车也渐渐驶入一片花海中，花海随风而动，里面暗藏着几个黑色人影。小姐，有刺客。我知道，改道，往南面直走，不要回头。穿过这条官道就到闹市，到闹市后往西北方向走，到时候马车会经过燕京府衙。我就不信刺客胆子那么大，敢在燕京府衙门前杀人。忽而眼前闪过一个黑影，马车前头传来一声惨叫。小姐，小姐！一个黑衣人持刀砍了下来，云兰猛地挥剑，直接插破黑衣人的胸膛。小姐，我护你！你们是什么人？来取你狗命的人。哼，军训，原来是邻国公府的人，看样子
给林氏的教训还不够啊！沈福见势，翻上马车，扯着马缰绳就跑。3个刺客于云兰而言不在话下，可他在这里，云兰反而会分心保护。沈福扯着缰绳刚跑了2步，就听到虎啸声从不远处传来。四爷，白泽！黑衣人被咬得惨叫连连，血肉模糊。云兰见势挥剑而下，直接让3人命丧黄泉。白泽，你怎么来了？四爷呢？白泽忽而猛地起身，就往花田的另一边窜去。过来。四爷，你怎么来了？没想到你还真是多灾多难呢。你又跟踪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上次的花灯节，再到交房店，慕容彻总是会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身旁。跟踪？哼，我是来送东西的，没想到看这么一出戏。你这条命太过珍贵，想要你命的人很多呀。那只发簪是自己的没错，可何时在他手上呢？不谢我。谢谢四爷。沈福，你有很多心事，不如说出来听听。四爷想听什么？你为何知道兵部之事？在你身上的秘密太多，我很好奇。我所做的事情，四爷都知道。也是，燕京城的瑞王有通天的本领，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四爷不打算告发我，揭发我？哼，为何要告发？看你下一盘好棋，不好吗？四爷也知兵部之事，为何放任不管？这只簪子，你既然拿不走，便留在本王这里。本来想管，可如今看来，沈二小姐先出了手。小姑娘太多心事，不是什么好事。沈福垂眸，想到前世在东宫最后惨死的下场，就觉得可笑。他和玉儿在东宫那般凄惨，可他又在哪里？思及此，他缓缓开口：“四爷，若是无事，我先回去了。四爷大恩，将来自会相还。四爷既然什么都知道，便也清楚，我所求之事，不过都是为了护住我的家人罢了。母亲死了，祖父也惨死，而我不过不想悲剧上演。”小姑娘带着几分倔强，她步步紧逼。你似乎知道些什么？我不知道。如今她与慕容彻的关系，除了几个丫鬟外，便无人知晓。他们今生除了玉儿外，还是不要纠缠了。四爷，告辞。慕容彻站在身后，静静地看着他的背影。白泽猛地窜到他身旁，用脑袋蹭着他的后背，身子被蹭得有些痒。四爷，这白泽这般黏我有些不习惯。他很喜欢你，这一路便跟着你。慕容彻说完，转身消失在花田里。白泽很听话，像只猫一样黏着沈福。难不成我连你也甩不掉？小姐，这些刺客要怎么处理？沈福目光落在黑衣刺客的军靴上，眸色微微一变。他依稀记得上一世太子府中豢养着暗卫，这些暗卫也是穿着同样颜色的军靴，只是太子府中的暗卫军靴上有一个标志，是只鹰。齐王与太子走得很近，自然也应该清楚太子暗卫的特征。前世太子知道齐王的事情，便也无止境地包容他，任由他犯错。而齐王手里似乎也捏着太子不为人知的一个秘密，两人相互捏着对方的把柄，所以在皇权纷争上并未成为敌人。齐王母妃身份低微，且大燕形势复杂，他也不得皇帝的看重，自然没有夺嫡之心，却心甘情愿对太子吃力讨好。后来太子慕容景怕齐王将他的事情捅出来，便想方设法设计杀了齐王。可齐王到底知道太子的什么秘密？这个秘密如此重要，以至于最后被太子设计杀了。若是他能知道这个秘密，扳倒太子，便也是一招之事。将3个侍卫的军靴脱下来，顺便将这3具尸体不着痕迹的处理了。小姐，这老虎跟我们回沈府吗？白虎是四爷养的，若是他伤了你，我又伤了他，恐怕会被四爷怪罪。应该不会，这老虎很听话的。我们今日改道先回府，免得林氏的人在路上埋伏。就算有这只老虎，也无济于事。到了燕京城，再把这老虎赶下去也不迟。没想到林氏在侧院还是不安分。是，小姐。四爷，你说这沈姑娘为何要这几个刺客的靴子？这刺客已死，就算拿了军靴也无用，毫无证据。谁说无用啊？这些军靴有大用。这些刺客一看便是别人府上派来的侍卫，不是什么流匪。想来这沈福也猜到了，他在盘算更重要的事情。这白泽，难不成跟着他？四爷，你当真是看上他了？哦，我知道了，四爷该不会动了春心了吧？也是啊，这沈家姑娘是燕京第一美人，还与殿下……也是，四爷如今还年少，对女子动了春心也很正常。只是我没想到啊，能让四爷动心的女子会是沈福。石燕青，你废话实在是太多了，让我有种想将你舌头割下来的冲动。
四爷，我只是说说，你可别当真啊。既然喜欢人家姑娘，就与她说便是，偏偏每次都用这种方法，哎，姑娘都被你吓跑了。你可知江玄为何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大的成就？这我真不知，我只知他在战术上不同于旁人，而且也从不用先辈所用的军事战术。江玄年少时拜师学艺，与离国郑国大将军之女裴婉曾是同门。裴婉是他师姐，江玄的战术是离国郑国大将军之女裴婉所教。四爷，你这都知道，那你可知这离国第一美人裴婉最后的结局？自然知道。她嫁给离国三皇子，让裴大将军府辅助三皇子一朝称帝。可惜新帝登基不到1日，裴大将军便以叛国的罪名，裴家满门处死，尸体挂于城楼，直至风干。裴婉只当了1日皇后，便是被新帝命人赐了1丈白绫。听说裴婉被人活活勒死，惨死时腹中胎儿已经足月。哎呀，可惜了，那么个大美人，有思想谋略，也有智慧，还有才貌，便这样香消玉殒了。裴大将军是个英雄人物，最后死的那般凄惨。哎，四爷，后来我听说这裴婉死后不到1月，尸体未寒，这离国皇帝便另立新后。说起来，你也曾在离国待过，其新后在离国后宫中手段非常，以至于他的女儿离国五公主手段也非常狠辣。当初你在离国皇宫时，可是被那样一位公主锁了铁链，关进笼子的。那位公主若是来了燕京，四爷不必放过她。离国五公主洛清婉。小姐，如今国公府派人刺杀你，这件事难不成就这样算了？这怎么能算？你最近观察一下林氏的动静，林国公没有蠢到派人刺杀我的地步。毕竟皇后还指望沈福嫁给太子，用江玄的兵权辅佐太子的。林国公一心想太子登位，自然不会对他动手，怕是林氏和赵氏偷偷干的好事。林氏这般想怀父亲骨血，便让他想尽办法去怀。到那时候，我会让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会将他推入万丈深渊。到那时，父亲赐给他的就不是50棍，而是一杯毒酒。那小姐，这些军靴呢？拿着这张纸，偷偷前往明街北巷，那边有位姓张的老裁缝，让老裁缝按照这画绣出3幅图来，绣线内为鸦青色，外为银白色，这刺绣大小为3个铜钱这般大。是，原来按小姐说的去办。小姐，如今你伤势基本痊愈，明日便可以和太子殿下见面了。我如今还有婚约在身，我与太子哥哥的事情，万不能让旁人察觉了。你明日给我准备几件像样的衣裳，我要出去。是，小姐。元州，亲亲王府那边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小姐放心吧，已经打点好了。到时候只要我们稍稍筹谋，二小姐定会被赐婚给新亲王。白鹿给我叫进来，前日里吩咐他的事情，他都还没办好。是，小姐。小姐，这几日二小姐的院子都有人守着，奴婢进不去。进不去？进不去你想办法进去。陛下生辰宴就要到了，若是到时候耽搁我们的事情，你怎么承担得起？不管如何，这2日要将你说的那鸳鸯荷包拿出来，不然我定让你好受。是，小姐。我一定要想方设法将沈福那贱人嫁给信亲王那老男人府邸。他害得我母亲被责罚去了偏远，还设计让我被父亲责罚，这些账我一笔笔给他算。你说什么？他活着回来了？二小姐回来时安全无恙，根本就没有受伤。你那么硬，早知道当初在易水就该多派些人将他杀了，如今让他回来搅乱整个沈府。在易水那么多年，每一年他都好好活着，我真是纳闷儿。夫人，如今在这偏院，老爷也从未来一次，若是再怀不上身子，恐怕再也来不及了。您与老爷同房是在上月，若是再迟一些，就算夫人怀上了，也会引起老爷的怀疑的。我自然知道该怎么做，为什么我总觉得如今的沈福心子似乎换过了？他的相貌与沈离不是很像，与侯爷也不像，难不成不是沈家的孩子？他自小养在乡下，9岁时才回来过一次，莫不是这其中有什么差错？你偷偷差人去乡下打听一下，这沈福在乡下的一些事儿，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是夫人，夫人，若是将来二小姐当上太子妃后，恐怕这沈家当真与夫人无关了。而且据打听来的消息，永昌侯府的世子这几日频繁在给张夫人提及与沈淑小姐退婚一事，到时候
三小姐该怎么办？他敢！这婚是我们两家特地定下的，怎么能他说取消就取消？不行，我就算是为了舒儿着想，我也必须地处偏院。明日你给我买些药来，我要尽快还上子嗣。若是沈福那个小贱蹄子再敢耍什么阴招，他的哥哥姐姐都会死在我的手上。哼！只要我怀上子嗣，老爷一死，这张家之权照样会落在我的手里。将来我腹中的胎儿成爵，到时候，哼，江氏的那几个孩子，是死是活，全凭我做主。很快，沈福和白小棠的3日之期到了。沈姑娘，主上让我将这封信递给姑娘，姑娘让送的2封信也送到兵部尚书和宁远侯夫人手里。如今苏洵已经在进皇城赶考的路上，其身上背负着家族灭门之仇，这或许也是他想来入仕的原因。可惜上辈子苏洵光有一腔热血，还是成了太子的门下客。至于苏洵的弟弟苏荣，信上记录得很详细，苏荣的面部特征、如今的身份，还有具体所住之处，乃至做什么差事，都被打听得一清二楚。自苏家灭门后，5岁的苏荣被人拐卖后逃出，3年前进入大燕皇宫，因得罪贵妃被贬到掖庭当差，其每日会在皇宫最偏的北院做些苦力和洒扫，现年12岁。难怪这苏洵要入仕，就是为了救自己的弟弟出宫。掖庭的奴隶若是想出宫，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若是能想办法将苏荣救出来，将他奴籍拿在自己手里，让他来沈家，这样就可以收服苏洵。到那时，就算太子看上苏洵，想要将这样一个人才收为己用，恐怕也不容易。他要如何才能将一个奴隶从掖庭救出来呢？终是在前世那些零星的记忆中，挑选出有用的价值来。前世，也就是半月后，是陛下生辰，大燕各邻国使臣会来到燕京城，其中包括离国、北厉、南疆。离国前来，便是想设计娶3公主慕容清。上一世，3公主远嫁去离国，表面是和亲，实则让她成为离国迁至大燕的一颗棋子。3公主被设计嫁去离国没多久，便死在离国。而北厉此次前来，便是与大燕朝做丝绸生意，护2国利好。在陛下生辰宴上，大燕朝赌输了，失了面子不说，最后不得不履行诺言，将3公主嫁给离国一位亲王。若是可以通过这场生辰宴设计将苏荣救出来，再好不过了。上辈子离国在那场棋局中设计娶了3公主，这辈子他要借机从离国使臣手上拿到可以治疗太上皇疾病的药。可沈福知道，要想成功利用陛下生辰宴救下苏荣，还得名正言顺进宫与苏荣接触，不让他人察觉。小姐，秦王殿下带着圣旨和聘礼，人已经到了钱塘。什么？那么快？云兰，昨日安排你的事情可有结果了？按小姐的吩咐，东西绣完拿回来了。行，到时候按我说的做便是。是，小姐。钱塘里。平阳侯，我也是真心实意喜欢离儿，想要娶离儿为妻，所以才让父皇下旨。你放心，娶了离儿之后，我定会好生待她，府中妾室温顺有礼，不会与她争风吃醋的。既然父皇已经下旨，我今日前来，便是想将这门亲事定下来。齐王殿下，并非老夫不想把离儿嫁给你，只是离儿身子弱，殿下身份高贵，我们离儿配不上。你放心，陛下那边我自会与他说清楚。平阳侯，你这是什么意思？要抗旨不遵吗？这可是父皇亲自下的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平阳侯府嫡长女沈离，克恭持顺，秉性端淑，兹指婚齐王王正妃，则即日完婚。离儿，如今父皇既然已经下旨，你便是我的齐王妃了。做王妃就要有王妃的样子，本王不喜欢你这副要死不活的模样。去我齐王府，还委屈你不成？阿姐，沈儿小姐，本王知道你不希望本王娶离儿，可惜让你失望了。你以后还得乖乖叫我姐夫，将来离儿还得给本王生儿育女，你能拿本王怎么样呢？他用2个人的声音低声道：就算你知道本王府中有吃人不吐骨头的妾室又如何？你姐姐照样得嫁给本王，你照样得接受事实。你以为你真能颠倒乾坤？不自量力的东西！带着挑衅的话说完，齐王拂袖扬长而去。爹，我不嫁，若要女儿嫁给齐王，女儿宁愿一死。爹爹怎会让你嫁给他？你放心，
改日在陛下面前，我定去求陛下给你们退婚。他忽而想起沈福之前在书房说的那个梦，顿时觉得毛骨悚然。爹，姐姐不会嫁给齐王的，不过还得看爹爹。改日在朝堂上，陛下会问齐王一些事情，爹爹到时候见势给陛下提退婚指示。齐王府的妾室手段非常，姐姐若是进去，就是落入万丈深渊啊！哎呀，如今陛下已经下旨，王命难违，为父定尽我最大努力，将这亲事退了。你先扶着梨儿下去休息吧。阿简，你放心，爹爹会想办法的。不过福儿猜这永昌侯爵府的世子如今该着急了。福儿，你现在还开姐姐的玩笑？阿简，你不是说这永昌侯府的公子不在乎你吗？我们就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真心的。若他是真心的，定会想办法。你先休息，我去找爹爹商议一些事情。爹爹，前些日子皇后娘娘让女儿进宫给她把脉，女儿见娘娘身体脉息不稳，便当场开了一副药给她。这几日，女儿将以前的医书都拿出来翻了一下，发现另外一副方子或许效果更好。改日可否带着女儿进宫，女儿再去皇后娘娘寝宫看诊？且皇后娘娘身子需要调理3、4日才行，爹爹可能连着3、4日带女儿进宫。你当真要进皇宫？女儿当真要去。哼，如今这太子尚未选妃，若是常去反而惹人口舌。不过我们沈家定是有女子会嫁给太子的。如今淑儿有婚约，你姐姐也有，我们沈家便只剩下你一个未出阁未订婚的女子了。爹爹，你这是何意？爹的想法便是沈家女儿必须有一人嫁入东宫。爹，你若是希望女儿嫁给太子，便是不要我这女儿了。女儿嫁入东宫之日，便是女儿命运之时。女儿宁愿死，也不愿嫁太子。你，平阳侯被沈福的话怔住了。他以为沈福去皇后宫里是为了讨好皇后，想要嫁给东宫太子，殊不知沈福进宫另有目的。若是沈家真要有女子嫁入东宫，那父亲就将沈叔和永昌侯府的婚约退了。我相信三妹妹会很乐意嫁给太子的。竟出馊主意，这怎么能成呢？福儿难不成有了心仪的男子？不想告诉爹爹。行，你如今大了，有心仪的男子也很正常。燕京城里高门家的世子公子们，有才学的有军功的不计其数，若是能寻个家婿回来呀，爹自然高兴。只是你刚回燕京，年纪小，有些东西你也不懂，切莫被蒙蔽双眼。爹不希望福儿心仪的男子是瑞王那样危险的人物，爹舍不得，不希望好端端的闺女折到那种人手上。听到瑞王2字，沈福的手一僵，面上有些不安。爹，我让您带我进宫，并非要讨好皇后，而是作为一个医者，该对他们负责。好，爹知道了，下去吧，改日带你去皇宫。谢爹爹，那女儿先下去了。谁？哈利，对不起。你如今是我沈离未来的妹夫，你来干什么？张怀安，我们迟了。阿离，我们还来得及的。我已经与父母商议与沈叔退婚一事，你可不可以不要嫁给齐王？哈利，你再多给我一些时间，我定想办法不让你嫁去齐王府。或许是介于身份有别，又或许是因为尊重沈离，张怀安没有上前，而是站在原地。2年过去了，你若是真有心，早就和沈叔退婚了，现在又何必说这些？我嫁给谁，与你张怀安无关。我这2年一直在努力说服我母亲，阿离，我只要你一人，也只爱你一人，我不会让你嫁给齐王的。我知道你心里有过不去的坎，若是你过不去这个坎，我陪着你好不好？阿离，我求你了。沈离转身不再看他，张怀安面色痛苦，转身消失在房间里。四爷，你受伤了？小伤而已。听说你会医术，给我包扎一下。没见过你这样的，明明流那么多血，还笑得出来。怎么，害羞？四爷，你别这样看着我，你看着我，我有些不舒服。眼睛长我身上，还不允许我看？怎么，沈二小姐是心疼我？区小伤，又死不了人。燕京城令人闻风丧胆的四爷，为何会受伤？属实让人想不通。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四爷是在何处受伤？国公府。不过偶尔被小人算计也是常事，这点伤算什么？你这里近，白泽又在这里，所以顺路过来。怕我吗？从前他是怕的，可是与慕容彻几次接触，才发现慕容彻的坏
似乎只对他讨厌的人。四爷就像这只白虎，很危险。白虎在对待这个主人时，温顺听话，收起自己的利爪，可对于敌人时，却有着十足的攻击性。所以四爷于我而言是危险的，不怕是不可能的。白泽，你瞧瞧，这沈二小姐这般看你啊！有人来了。四爷，要不你回去吧，我这床装不下四爷。况且，这么晚了，我也该休息了。慕容彻微微敛眉，邪气满满。我身负重伤，你想赶我走？我救你多次，报酬都还没有索取。四爷，四爷，你躲一下吧。也是，我是沈二小姐见不得人的奸夫。祖母，有人亲眼看到二姐姐房里进脏东西，莫不是有什么邪祟？将房门打开吧。哦，发生什么事啊？祖母，三妹妹，发生了什么呀？二姐姐，这几日我们沈府发生的事情太过蹊跷，有侍卫见到有脏东西进了你的院子，我们怕姐姐被什么东西缠上，所以来看一下姐姐。哈，能有什么脏东西啊？心思扭曲，算计他人，这沈府能安宁才怪呢。姐姐说的哪里话？我母亲虽被关到侧院，不过都是父亲听信青楼妓女的话罢了，何来手段暗害姐姐？姐姐，床上藏了什么东西啊？莫不是邪祟？这么晚了，为何房间灯还亮着呀？睡不着。祖母，我看着床上铁定是藏了什么野男人了。姐姐就是心虚，我们沈家未出阁的女子若是失了身子，传出去要被燕京城的夫人小姐们所耻笑。若真是这样，你早就被进猪笼好几回了。傻夫，就是藏了野男人还不承认？祖母，让人去他床上搜啊！苏母，我这床上什么都没有，为何还搜？况且你们搜了也会后悔。你们既然说是邪祟，到时候没准啊，这邪祟缠上你们。忽然一声虎啸从床底传出，瞬间让房间里的众人后背发凉。老夫人，二小姐房里真有邪祟，都怕什么呀？有邪祟也给老身抓出来！里面到底是什么？沈福，你果然邪门！不是你说的奸夫吗？三妹妹，你要是有那个胆量走过去，我也敬你是条汉子。你不是说我们沈家未出阁的女子，若是婚前就失了贞洁，就会被进猪笼？若是这样，你10次都不为过。沈福，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看你就是沈家灾星，克死自己生母，又杀害自己祖父，现在又回来沈家来祸害我们沈家。沈福，谁让你回来的？你不该回来！够了，明日找个道士来这揽月院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看就是野男人，你们怕邪祟，我不怕。说罢，他一不做二不休地走到床榻前，垂眸就见床下一双凶神恶煞的眼睛盯着自己。什么东西啊？有什么东西啊？老虎！二小姐的房间怎么会有老虎啊？师傅，你别让他过来了，别过来了！你不是不怕邪祟吗？怎么会怕一只老虎呢？你跑呀！再不跑，这大白虎把你生吞了，我可不管。沈叔提着裙摆就往外面跑，锋利的虎爪猛地挥下，将他胳膊和大腿直接抓出血痕。师傅，你让他滚了！白泽回来，真乖。师傅，等着，我定让爹爹弄死这畜生！平阳侯匆匆赶来，发生了什么事？老爷，二小姐的房间里有只大白虎，还抓伤了三小姐。平阳侯目光骤然一沉，这只白虎，他曾见慕容彻身旁有过一只。爹，二姐姐养了这个畜生，伤了女儿的胳膊和腿。赶紧去找府医。天霜才将沈叔扶着，就往明香院里走。福儿，到底怎么回事？这只白虎又是哪里来的？从前也不见你养个猫狗，怎么就养这么危险的东西啊？如今怎么还在府中伤着人？赶紧将他赶出府去！爹，三妹妹大晚上的不睡觉，把祖母叫醒，偏说我院子进了邪祟，还骂我是沈家灾星，不该回燕京。大半夜的，嬷嬷们就要搜女儿的房间，还恶意辱骂女儿，所以这老虎才跑出来吓唬吓唬他们。赶紧将这畜生弄出府去，在府上迟早会出人命。老虎伸着头舔了舔沈福的手心，撒完娇后，纵身一跃就爬上城墙，离开院子。都回去吧，以后不是揽月院的人别随意进来。今日舒儿虽是过分了些，可她终究受伤了。明日你抽时间去看一下，一个姑娘家家的，养那么个凶猛的东西在身边，哪天丢了小命都不知道。是，爹爹。想来你在沈府也不容易啊。四爷，你该回去了。还有，白泽以后也不用来了，他今日在府中伤了人，
爹爹定会给我揽月院里加高围墙，不让他来。而且，爹爹的洞察力是常人不能比的，恐怕早就猜到这老虎不简单。他知道你我关系又如何呀？难不成你还想嫁给别人？四爷，我嫁给谁，与你何干？今夜得亏了你。四爷，你能不能少杀些人？不行，因为那些人都该死。不过，你与他们不同，因为你欠我的还没还。沈福，我走了。殿下，刺客跟丢了。我跟着刺客到了太子府的侧门，刺客便消失不见了。太子府我们也不方便进去。太子，他简直不可思议。难不成当真起了杀心？本殿知道了，你先下去吧。小姐，果然齐王知道太子的暗位莫雨卫，我安排的几个人特地去太子府侧门绕了一圈，便钻进密林里消失了。想来齐王应该会怀疑是太子。齐王与太子实力相差较大，即便是被太子刺杀，也不敢公然去找太子。更何况有些东西挑破那层窗户纸就不好了，齐王会闷在心里，也会刻意疏远太子。若是能有机会通过这件事从齐王手中得到太子不为人知的秘密，再好不过。不过如今这样极好，只要齐王怀疑了太子，计划就成功一半。齐王不是说我沈福自不量力，妄图颠倒乾坤吗？明日便是他死期。沈福到了皇宫后，便被小太监带去皇后寝殿。公公，看你年纪应该在宫里许多年了，可有在掖庭待过？待过一阵子。那可听过一个叫苏荣的男子，应该12、13岁左右。小太监神色微变。沈姑娘，可别提这人名字，不吉利。为何？这苏荣前日惹了德妃，德妃让人将他赶到掖庭去了。我们这些宫里的奴仆谁敢得罪主子？偏偏这苏荣性格倔强。苏荣的模样和所在洒扫的宫殿，白小堂都有交代，如今也没有必要打听过多。沈福跟着小太监来到皇后凤仪殿，臣女拜见皇后娘娘，娘娘万福金安。沈二姑娘，请起吧。上次见沈姑娘端庄大方，机灵有礼，听平阳侯说你下去后翻阅一些医书，找出能治本宫病更好的方子。回娘娘的话，的确如此。娘娘肝气郁结，那副汤药只能治些皮毛，还得用另外一副方子才行。娘娘脉象比之前平稳，不过还需调理和连续针灸3日便可痊愈。那就劳烦沈姑娘了。沈姑娘这般聪慧过人，也不知有无心仪的男子啊？不瞒娘娘，臣女心中并无心仪男子。那沈姑娘觉得景儿如何？太子殿下风神俊朗，实乃人中龙凤，倒是个不错的男儿。哪像臣女，臣女生来便被称作沈家的灾星，命格不详，以至于父亲祖母将我送到易水，养到及笄才接回来。沈姑娘何必妄自菲薄？皇后如今是想试探他，给太子选妃，无非就是想拉拢江璇罢了。娘娘，如今时日不早，臣女就不打搅娘娘休息了。如今爹爹还未下朝，臣女来过这皇宫没几次，听说这初夏里皇宫御花园的风景甚是美，臣女想去御花园逛逛。那沈姑娘，本宫让人带你去瞧瞧。谢娘娘。参见娘娘。几个小太监见来的是位如花似玉的姑娘，便以为是皇上新纳的宠妃，立马跪了下来。她犯了何错，以至于你们几人这般欺辱她？她得罪了德妃。得罪德妃自有德妃定罪，也不是你们能随便欺辱的。静静打量少年，他确定面前的这张脸和白小堂给他的画像一模一样。你叫苏荣？是，娘娘饶命！我不会杀你，我只问你一句，你想活下去吗？想活。若是你想活，就跟我走。沈福起身往前院的不远处走，身后的苏荣见状也起身跟在沈福身后。小时候在苏家可学过下棋？学过。你想见你哥哥吗？自然是想见哥哥的。我苏家满门被灭，只有我与哥哥了。若是想，就将这张纸上的东西参悟一遍。若是有机会，可以让旁人看到你会下棋，但绝对不能将这张纸上的东西泄露给其他人。宫里人知道你会下棋的越多越好。半个月后，若是你想活命，一切看你自己。这段时间，若是那几个太监再将脏活累活都丢给你，你就隐忍着，千万不能与他们发生冲突。你要活着离开这皇宫，就要懂得隐忍和能屈能伸。苏荣紧攥住手中的那幅图。谢谢娘娘。这2日我会准时来这个地方，还有另外2幅图要给你。这段时间，这3幅图你要熟读，
还能复现。是。沈福交代完事情后，便离开皇宫偏院。金碧辉煌的大殿上，威武尊严的仁德帝将兵部尚书递上来的奏折狠狠地砸在齐王脸上。你来给朕解释解释，这奏折上说的可是真的？齐王吓得全身颤抖。父皇息怒，此事定是有人误传，儿臣并未贪污拨给边疆战士的军饷，还望父皇彻查，给儿臣清白。让你在兵部任职，你滥用职权，连边塞战士的军饷你都在贪污，你好大的胆子啊！昨日朕就已经得到消息，让皇承司彻查兵部，你的部下都招了，你还不承认？哎，明哲呀明哲，朕那么信任你，让你任职兵部，如今你就是这样回报朕的啊？你府中妾室不过1人，难不成这俸禄还不够你花，竟然把歪心思打到边疆战士的身上？若非边疆战士守家卫国，你哪有现在这样和平的日子？跪在地上的齐王完全懵了，他做的那么隐蔽，怎会被人察觉？父皇，此事并非父皇所查那样，还请父皇重查此事。还不承认？边塞来的消息，好好看看，死了多少将士？难不成朕的皇承司查出来也是假的？你信不信朕砍了你的头？父皇饶命啊！儿臣一时糊涂，父皇。站在文武百官中的慕容彻眸色微变，这就是沈福要让石燕青传到兵部尚书手中的消息。她一个闺阁女子，对朝堂之事尚未了解，又是怎么知道这兵部的事情？而且齐王在兵部不过是个兵部左侍郎，3品官职，贪污军饷这种事情应该是很隐蔽的，这小丫头又是怎么知道的？慕容彻实在想不通，他目光落在齐王身上，嘲讽道：没想到一个兵部左侍郎都能贪污如此数额巨大的军饷，边塞苦寒，将士吃不饱穿不暖，这司马大将军还能取胜，实属不易啊！人群中的太子抬眸看向仁德帝，缓缓道：父皇，要不就再让人彻查兵部，看看整个兵部还有无贪污军饷之人。朕已经查过，无需再查。前日你还让朕给你赐婚，朕看在你母妃的面子上，将沈家大小姐赐给你。今日你便做出这等事情来，当真是让朕失望透顶。你若是真觉得朕冤枉了你，朕手中有的是证据。宁远侯从人群中站出来：陛下，臣要告发齐王宠妾无度，害死臣的女儿温婉。上面是臣连夜让人核查的证据，只求陛下给臣的女儿一个公道。这齐王妃不是病死的吗？对外宣称病死的，怎么会是被害死的？是啊，这都死了2、3年了。齐王府中有一妾室，名为远姬。这姬妾生活奢靡无度，每日更是以上好的人参拿来泡脚，更是挪用臣女儿带去的嫁妆。臣女儿本业规劝，却被府中姬妾下毒，以至于身体病弱。齐王更是纵容这妾室，用臣女儿血肉为药引呐！陛下，还请陛下给我女儿一个公道。你这个逆子！宁远侯所说的是不是真的？父皇，温婉是病死的，并非儿臣府中妾室所害，儿臣冤枉啊！不承认是吧？来人，去把齐王府中的吃人血的妾室给朕抓进牢狱，朕就不信他不招。父皇，不可，我儿的死与柔儿无关。陛下，臣的女儿沈离身子虚弱，怕是不适合去齐王府，还请陛下解除婚约。陛下，上次沈三小姐及笄里，微臣也曾见过沈大小姐一面，确实虚弱的不行。若是前齐王妃真如温大人所言，是被人害死的，这沈大小姐怎会经得起折腾？朕问你，温家大小姐是否为府中妾室所害？说。是。一个妾室敢割正室的血肉入药，若非你纵容，怎会如此？我大燕国难不成要乱了大纲不成？齐王滥用职权，贪没边塞战士军饷，宠妾灭妻，纵容府中妾室害死原齐王妃，骄奢淫逸，行为不检，致使朝野失望。即日起，革去兵部左侍郎职务，解除与沈家婚约，贬为庶民，流放北陵属地。无旨意，不得再回燕京。父皇，儿臣不要去北陵，儿臣错了，求您饶了儿臣，求父皇开恩呐！父皇开恩呐！如今仁德帝只是将齐王流放到北陵去，已经算是对他仁慈了。退朝吧。退朝。沈二姑娘，别来无恙啊！参见信王殿下。信王是皇帝的弟弟，为人好色且残忍。信王妃死后，信王府的妾室们下场极惨。那些女人被信王玩腻后，扔给府中家丁侍卫们玩弄，被折磨弄死，偷偷丢乱葬岗的也有好几人。信王贼心不改，又盯上沈离。当真是个美人儿啊！沈福眸光微瞥，
透过男人袖子的缝隙，看到他宽大的衣袍里有一个荷包，这个荷包正是白露从他房间里拿去的。你可知本王对你相思成疾，日日夜夜想见你一面。燕京城的人都说沈家二小姐是燕京第一美人，如今看来倾国倾城也不为过呀。还请殿下自重，晋王殿下身份尊贵，臣女怎敢让殿下这般？怕本王做什么？如今此物送你，便作为你我二人定情信物。你放心，皇兄生辰宴上，我会提这赐婚仪式，将你娶入我信王府。晋王殿下，此物臣女不能收，臣女已有心仪之人。你说什么？你有心仪之人？是，臣女有心仪之人。你不是心仪本王吗？你敢耍我？皇叔，信王拿着簪子的手一僵。瑞王怎么来了？路过，打扰了皇叔的雅兴。这么有趣的事情，皇侄还是头一次见。你们继续。怎么，皇侄在这里，皇叔就不继续了？瑞王这般打扰本王的好事，不太妥当。瑞王这般打扰本王的好事，不太妥当。哎呀，我来看戏，怎么能说打扰呢？看不出来皇叔惯会老牛吃嫩草啊！皇叔还送姑娘这么好看的簪子，想来是心仪沈姑娘。皇叔府中妾室如此之多，难不成又想纳一个进去？瑞王管得有些宽了。沈姑娘杵这里干什么？碍着本王的眼了，还不滚出宫去？是，臣女碍着瑞王殿下的眼，这就离开。皇叔难不成盯上沈家小姐了？盯上了。本王与这美人早就私定了终身。私定终身？不巧，她是我先盯上的。老牛想吃嫩草，可不是什么好事。你什么意思？瑞王，你先盯上没用。哼！怒气冲冲转身离开原地。哎呀，福儿，你怎么才来呀？爹，可解除了阿姐婚约？解除了，这齐王算是走到头了。我们回去，赶紧将这消息告诉你阿姐。好。福儿，你说的可是真的？是真的，阿姐，你不用嫁给他了。今日朝堂之事，恐怕你也听说了，爹爹和张怀安都给你求情了。张怀安是在乎你的。福儿，恐怕你也做不少吧。如今大哥不再去烟花之地，整日在房内读书等着春闱，二哥不去赌场，在家里整日舞枪弄刀。阿姐，福儿没什么要求，只愿你们平平安安的。福儿最近心里也不知道怎么的，总觉得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福儿，没事的，你担心太多了。姐姐如今身子好了很多，以后姐姐护着你。阿姐，你先休息吧，福儿想回去睡觉了。好，福儿别想太多了。如今齐王被贬为庶民，恐怕这2日就出燕京城了。他得想办法从齐王口中知道太子的秘密。可是这2日，他心里越发的焦躁不安，似乎感觉沈家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如今林氏在偏院，应该闹不出什么幺蛾子，可他总觉得似乎什么地方算漏了。小姐，齐王已经出燕京城了，我们去见齐王一面。是，小姐。走快些，天黑之前我们得离开这燕州地界。走快点，你以为你还是皇子啊？沈福下马车后，直接让云兰拿钱打点官兵。原来来送我的是你，沈福，是不是你将温婉的事情透露给了宁远侯府？齐王殿下，我今日前来是拿回我姐姐沈离的东西，一只琉璃发簪。这只发簪是我母亲留下的，还请殿下归还。至于你说的温大小姐惨死的事情，此事与我无关。齐王殿下不如仔细想想，你的事情除了你自己知道，可还有让旁人知道？你是什么意思？若是你肯将姐姐的琉璃簪子还给我，我便将我知道的告诉殿下。姐姐的簪子于她而言非常珍贵，我今日必须拿走。齐王颤颤巍巍地从袖口中拿出一只琉璃簪。这是张怀安给沈离的定情信物吧？说是你母亲的，都是骗人的。来拿簪子只是一个借口，将信息透露给齐王才是真的。唉，若是齐王不给，那便算了，就当我在父亲书房前什么都没听到。你知道了什么？殿下，你在兵部贪墨军饷之事向来隐蔽，怎会告到陛下面前去？莫不是有人事先知道，前去陛下面前告发？我曾在父亲书房外听到谈话，这宁远侯府和刘尚书在殿下出事的前几日都各自收到一封信，信中的字迹十分特别。如何特别？你快说！
齐王殿下，你让我告诉你，我就得告诉你啊。如果告诉你呢，也不是不可以。若是殿下肯把簪子给我，我便告知殿下。簪子给你了，快说！殿下既然将簪子还给我，沈福也是个守信的人。殿下如今被贬庶民，想来知道了也无妨。这信中字迹，铁画银钩，力透纸背。最主要是信上有一红色落章，信尾有一只黑鹰标印。不可能，不可能是太子！齐王殿下，你说是太子？太子与殿下向来交好，怎会害殿下？莫不是你得罪了太子？我知道了，我简直就是个傻子，还以为可以相互扶持，没想到他早就对我起了杀心。太子？不可能啊！太子殿下风神俊朗，是人中龙凤，是个宅心仁厚的正人君子，怎会害你？太子殿下不是这种人，齐王殿下，你莫不是误会了他？沈福，我倒是忘了，你整日往皇后寝宫跑，莫不是早就心仪了太子？你才是天大的傻子！齐王，你这话的意思是，你莫要在我面前挑拨。太子不是那种人，你挑拨离间也无用。沈福，你们沈家都是天大的傻子，你还心仪他，特地去讨好皇后。傻子，你既心仪他，何不去东宫地下牢狱里看看，都有些什么？傻子！看着此刻已经疯癫的齐王，刚准备上前问清楚，这位姑娘，时间到了。东宫地下牢狱，东宫牢狱，为何他前世从未听过？小姐，你竟然将事情透露给齐王，恐怕他到时候察觉，你会发现不对劲，反而会查你。将这只簪子当了，这不是母亲留下的遗物，也不是张怀安送给阿姐的定情信物，是我故意让人将这些消息透露给齐王。没曾想，齐王当真以为是张怀安给阿姐的定情信物，便从阿姐手里将簪子拿去了。齐王和太子向来关系匪浅，若是太子写信给齐王，恐怕我说的这些事都会被拆穿。什么父亲书房听到的谈话都是假的，信也是假的。齐王快没命了。齐王贪墨军饷一事牵扯的人颇多，就算沈福不动手，那些怕暴露的、怕连累的，都会在齐王流放的路上下手的。云兰，找个机会将这封信差人送到易水去，让我师兄前来相助。小姐，是发生什么事吗？怎会还要于公子来？让他来，自然是有重要的事需要他帮忙。是，小姐，奴婢这就把信送出去。云兰口中的于公子，便是沈福在易水的师兄于子安。沈福自小养在易水，江玄怕他不学无术，便让他在易水学医。而于子安便是沈福的师兄，让于子安前来燕京城，他也好在琼花宴上实行自己的计划。小姐，刚才我听管事的嬷嬷说，这林氏在偏院吃药闹自杀，说是知道先夫人的事情，要救老爷一命，险些丢了性命。哼，怕是这林氏演的一出戏吧？爹爹去了多久了？去了好一会儿了，就怕这林氏起了什么阿家的手段。恐怕这林氏现在是想着法子怀子嗣呢。可平遥侯中了踏雀之，根本就不行。难不成他想趁机将父亲叫过去，再偷梁换柱，借种怀子？这林氏除了想怀子嗣，到底想做什么？平遥侯府的偏院，林氏凄凄惨惨的哭声传来。老爷，妾身就算是再有错，也与老爷夫妻10几载，你不能这样对我呀！我们有了淑儿，难道老爷这般不念旧情？一个青楼女子的话，老爷便将我打得鲜血淋漓，赶到这破旧的偏院来啊！老爷，少给我演，本侯看着烦。哎呀，又想办法把我骗来。老爷，给妾身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妾身再也不敢了。妾身以后只听老爷一人的话，若有下次，妾身甘愿喝下毒药，下九霄黄泉。下九霄黄泉，你的所作所为，恐怕地狱都不会收你。这风儿、玉儿、离儿和福儿，都是我的亲生血肉，还叫你那么多年的母亲，你就那么忍心害他们？他们是我的孩子啊！你怎能忍心做出那么多歹毒的事情来？你在这偏院是死是活与我无关，
若是再想骗我，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他看着平阳侯离开的背影，咬牙切齿道：“老爷，是你逼我的，别怪我。要怪，就怪当初在樊牢，瑞王心软放了你。若是你下黄泉，变成厉鬼，可不能来找妾身。妾身都是奉了太子和皇后娘娘的旨意。我给过老爷机会了，是他自己不要。别怪我心狠手辣，我与他尚未和离。老爷一死，整个沈家都得靠我。夫人，只要你怀了身孕，就能从偏殿出去啊。哼，晚上叫那人进来，记得点上琴香。等我怀上孕后，便……哼，他比了一个杀的手势。是，夫人。胆子很小啊。夫人，小的冒犯了，我这就出去。怕什么？你可比老爷有力气多了。说是害怕，却也动情了。果然比老爷更厉害。屋内暧昧的声音直到下半夜也没有消停。这年轻人就是不一样，竟然比老爷还要厉害好几倍。等我怀上孩子，从偏院出去，定要让江氏的几个孩子知道什么叫万丈深渊。等我怀了子嗣，找个机会将这奴仆杀了，不留痕迹。是，夫人。娘娘，如今看你脉象平稳许多，想来快康复了。明日臣女给娘娘针灸最后一次，娘娘的病需要静养，臣女就不打扰娘娘了。你先下去吧。刚出凤仪殿的院子，就见一身金袍的男人迎面出来。臣女参见太子殿下。你便是沈家的二小姐沈福？回殿下，正是臣女。你我是不是在何处见过？还是说你与姑有仇啊？你知不知道，姑最不喜欢你看姑的眼神，你这双眼睛姑非常不喜欢。殿下莫不是忘了，在三妹妹及笄礼上，我与太子殿下打过照面。臣女的这双眼睛是父母给的，看谁都一样。也是，姑倒是忘了，我与你在沈叔及笄礼上见过。沈福，你确实是个难得的美人，不过若是想讨好母后，让姑多看你一眼便错了。女子心机深沉可不是什么好事啊，若想得到姑的心，最好少做这种费尽心思的事情。太子说完，拂袖离开。刻意接近他，真是可笑。母后，齐王死了。你说什么？齐王好端端的，为何会是死？听说是病死在流放途中，父皇已经派人将尸体接回来了。仵作检查了尸体，的确是病死的。儿臣找人打听过，齐王被流放时，在燕京城郊见过一位女子，可儿臣多方打听，并未知这女子身份。齐王被贬，没那么简单。他莫君想那么隐蔽的事情，怎会无缘无故捅到父皇耳朵里？儿臣总觉得有一只隐藏在背后的手推着这些事往前走，儿臣看不到，摸不着。景儿，你莫不是想太多了？也许那女子是齐王养在府外的妾室，如今国公府已经传来消息，就等林氏怀上子嗣。无论男女，是男孩最好。若是个女孩，大不了偷梁换柱，林氏会想办法让她继承爵位。你父皇生辰之前，母后也会与他说，让他将沈姑娘赐婚给你。你我二人计划一步步来。沈福想要讨好母后，接近儿臣，如此心思的女子，恐怕进了东宫，儿臣也不待见她。儿臣不喜欢她那双眼睛，即便是再漂亮，那双眼睛便是让儿臣觉得心里堵得慌。儿臣登位之日，便是她命丧黄泉之时。唉，这江璇最疼爱的，便是她这个外甥女儿。为了她能过得好，她自然什么都愿意的。那就听母后的。这盘棋，本宫筹谋10多年呢。参见娘娘。沈福无奈，这孩子又将她当成宫里的娘娘了。前日给的，可有下去琢磨？有。那就好。半个月后是陛下50岁的寿辰，若是有人进来叫你，你便跟他出去一趟。若是你想不被欺负，想光明正大的活下去，你就得记住我说的。图纸上的内容，切莫让旁人知晓。你写下去，好好琢磨，深思熟虑的琢磨。是，娘娘。沈福交代完后，便离开皇宫侧院。他刚走了几步，就见一个黑色身影从面前闪过，刚想尖叫一声，再喊一句，若是把宫女们引来，你我关系暴露，你可就再也无缘太子妃之位了。四爷，你也进宫了？别忘了，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谁敢与你在一条船上？那么想当太子妃啊？不惜前去讨好皇后？谁想当太子妃了？不稀罕做太子妃，
那想做什么？慕容彻却步步紧逼。啊，你想做什么？什么都不做，我出家做姑子吧。哈，寺庙可不收你这种情势全染的尼姑。谁情势全染了？做太子妃有什么好？要做就做皇后。小姑娘不过17岁的样子，倒是敢想。你想做？也不是不可以啊。做太子妃最后不过是热油灌喉而已。热油灌喉？你怎知成为太子妃会被热油灌喉啊？四爷，我就是被热油灌喉死的呢。说起来，你也有一半的责任。慕容彻手微微一紧，低头看着沈福的神情，似不信，又是疑惑。谁胆子那么大呀？太子。慕容彻僵在原地，虽不知道沈福是什么意思，可想到面前这么鲜活的一个姑娘被热油灌喉，便觉得心口刺疼。你最近是不是做什么噩梦了？没有。四爷，四爷若是没事，我要走了。慕容彻静静盯着他。你想做皇后？这慕容彻该不会以为他随口说的是真的吧？想啊，难不成四爷要让我进宫为妃？想入宫为妃啊，口味倒是很独特，看不出来沈姑娘口味与旁人不一样啊。你罢了，回去吧。他看着苏荣的方向，皱了皱眉。这沈家丫头又在打什么主意？你想办法传口信到张淮安的耳朵里，说是有人找他商议退婚之事，约在醉香院4楼最北的雅间。好，小姐，我这就去办。此刻醉江月的房间里，景哥哥，王后娘娘的意思，他们真只是利用沈福，娶她不过是为了司马大将军的兵权而已。这种讨好我母妃想进东宫的女人，本殿懒得看一眼。景哥哥，可是你是我一个人呢。你有些贪心了，隔三差五与本殿行鱼水之婚，还不知足？不知足。舒儿近日偷偷找了怡红楼的姐姐们，学了一些技巧，今日刚好可以试试。太子哥哥，你弄疼我了！站在门外的张淮安犹如晴天霹雳。张淮安微微攥紧拳头，紧咬着唇，愣在原地半晌。里头两人的声音他再熟悉不过，太子和沈叔早就苟合在一起，所以今日沈叔是让他来看戏。他站在门口沉默片刻，转身就离开。若是里面是其他人，非太子，或许他还可以冲进去，自己就找借口退婚。可里面是当今太子，大燕的太子啊，他一个世子是得罪不起的。他不过刚入世3年，虽是永昌侯府的世子，可终究还是难以与太子抗衡。思及此，他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醉江月。父亲、母亲，若是3个月内不能与沈家3小姐退婚，儿子便出家当和尚。荒唐！这沈家3小姐要才貌有才貌，又是平阳侯府的嫡女，哪里配不上你啊？你这般抵触，此女儿子不喜，我永昌侯府容不下她。若要儿子娶一个不喜欢且心思歹毒的女子，儿子宁愿出家做和尚。安儿，你告诉娘，这沈3小姐如何歹毒了？这沈府的事情，娘也听说了，可那毕竟只是个青楼妓女的指证，怎么能算真呢？更何况那是她母亲所为，并非3小姐呀。母亲说的是，当初我与沈离婚约，你也不曾说沈离妹妹恶毒吗？所以连带着沈离也会被影响。如今为何又这般呢？枉你入世已经3年，怎就不想想不让你与沈离一起的原因啊？沈离舅父乃我大燕司马大将军，其手中兵权和当今瑞王相等。陛下虽是敬重佩服，可做天子的，谁愿意看着权力落入他人之手？宁远侯、平阳侯、永昌侯手中各有一支军队，虽拥兵数量不多，却也有一点兵权。若是你娶了沈离，陛下会怎么想啊？这做天子的，谁不是疑心生暗鬼啊？难不成娶沈3小姐，陛下就不忌惮了吗？沈3小姐的祖父是护国公，父亲不愿我娶离儿，便用这种方式来压我。淮安，你怎会如此倔强？这沈离身子孱弱，还能活多久？你想过吗？离儿身子为何会这样？父亲母亲心里没数吗？若是娶不到离儿，母亲就别后悔。大不了我不娶妻生子，做个断袖，让你们满意。你敢？你要是敢做断袖，为父就将你逐出家门。若是不退婚，不让我娶沈离，我就带个断袖回来，给父亲母亲当个儿媳妇儿。话说完，张淮安甩了甩袖子，直接离开钱塘。老爷，如今要怎么办才好啊？要不我们把沈家的婚退了？若是当真让淮安带个断袖回来，那我们张家就彻底完了呀！这张望当初在宁远侯府得罪瑞王被杀，如今这张家就只剩下安儿这根独苗了。天要亡我们张家吗，老爷？
可是这沈三小姐好端端的，我们怎么能退婚呢？也没有理由退婚呢。到时候两家关系闹翻，恐怕也不妥。再看这日子吧，若是安儿真心不想娶，到时找个机会退婚便是。我听闻这次陛下生辰，离国和北厉几个邻国的使臣昨日就进入燕京城，想来今日皇宫里定然热闹。小姐，我听说啊，这离国五公主都来了。这五公主在离国向来以离国第一才女自称，也不知道与我们燕京女子的才华相比，能否比出个高下呀？若是小姐这次能在宴会上大出风头，说不定皇后娘娘定然会改主意，让你嫁入东宫呢。这二小姐啊，虽生了一副好样貌，可她自小养在易水，哪能和我们小姐比呀？我们小姐可是燕京第一才女。如今皇后娘娘只是满意二姐姐，也没同陛下商议将她赐婚给太子一事。若是在陛下赐婚之前，让二姐姐嫁去信王府，你觉得如何？上次小姐让我拿了二小姐香囊和字迹，已经找人送去了信王府。信王殿下见过二小姐的容貌，很是满意。如今二小姐主动用香囊作为信物，这信王竟然以为是真的。就看今日信王会不会在殿前提及赐婚一事。唉，这二姐姐命真好啊，将来能嫁给信王。若是能让旁人知道二姐姐与信王私通，那再好不过了。这样皇后娘娘就不会想让她当太子妃。我等着今日看二姐姐的好戏。这瑞王怎么还没来啊？估计快来了。瑞王殿下到。来这么晚，怕是又去做什么了？流了不少血吧？流点血怕什么？收敛些。众人屏住呼吸，听着祖孙二人的对话，倒吸了一口凉气。离国五公主七皇子到，北厉三皇子到。参见大燕陛下，今日乃是陛下寿辰，我与七弟带我父皇母后前来祝福陛下，愿陛下鸿福齐天，万寿无疆。我带北厉前来，祝陛下松鹤长青，富贵安康，春秋不老。今日是朕的生辰，各位远道而来，便不便多礼了，请坐。沈福知道，此次离国来燕京的目的，便是为了迎娶大燕三公主，两国和亲后，好以此拿捏大燕。前世三公主被嫁去离国，三公主是太子的同胞姐姐，虽是异母同胞，为人却温和。今日是朕生辰，离国和北厉使臣不远千里而来，朕甚是感激。若有怠慢之处，还望海涵。七弟，我没想到这慕容彻如今居然这般嚣张，当初那样折辱他，居然让他逃回了大燕，还得了大燕一半的兵权，属实让人意外。若非是他，六弟又怎会惨死？皇姐，这里是大燕皇宫，这慕容彻今时不同往日了。哼，那又如何？他再高高在上，当初不也是你我拴在铁链上的一条下贱的狗罢了？哼，想起他在离国皇宫，整日被你我用铁链拴住，扔进狗窝，与狗同食，就觉得讽刺。如今他居然这么嚣张。皇姐，这里可是大燕，即便对慕容彻再恨，也得收敛些。别忘了我们此次来燕京是为了什么？自然知道，让你娶到三公主。这三公主最得大燕陛下的疼爱，想来这仁德帝是舍不得。陛下，今日是您的寿辰，亲婉此次前来，便是受我父皇母妃之命，将一件大礼送于陛下。哦，还有大礼？不知这清婉公主此次前来带了什么大礼过来啊？听闻大燕太上皇身子抱恙，此次前来便是送一味奇药。奇药？什么奇药？回陛下，此药名为醉龙。这醉龙价值千金，传说有起死回生之效。当年太上皇病重，险些命丧黄泉，慕容彻从黑市死里逃生，就带回一只醉龙。这醉龙整个武川只有3只，没想到这离国这么大方。恐怕离国陛下送出这只醉龙，定有所求。陛下果然看得透彻。我听闻你们燕京城高门嫡女，世家才子数不胜数，其才华也是1等1的好，更有着闻名天下的燕京4大才女，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围棋方面也是无人能及。俗话说得好，围棋即艺，以棋博之。我们离国有第一圣手卫灵君，若是能从他手上赢了一盘棋，便将这醉龙拱手相让。若是输了呢？陛下果然聪明。我七弟曾在江东见过贵国三公主一面，一见倾心，此次前来想与大燕结亲。父皇，儿臣不嫁。你先坐下，
朕知道怎么做。恐怕来送药是假，求亲才是真。听闻东陵君乃天下第一棋手，至今未遇对手，如今看来是盘死棋。难不成大燕当真没人了？还是说这燕京城的世家贵女、高门才子都是徒有虚名而已，就连东陵君的一盘棋都破不了？燕京城才子佳人的确多，不过围棋也有不少人懂。既然如此，这一份大礼，朕接。父皇，此事不可。既是死棋，就证明这棋局无人能解，这明显就是离国的一个圈套。这醉龙虽珍贵，可皇姐的终身幸福也很重要啊。这离国离大燕山高水远的，皇姐不能远嫁。太子思量的对，可是如今诸国使臣在这里，难不成要让邻国笑话我们大燕无可用之才？你先下去，朕知道该怎么办。更何况这醉龙于你皇爷爷而言，珍贵无比。是父皇。瑞王觉得呢？自然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不了将这老虎的皮剥了。今日的大燕不似从前的大燕，离国也不是从前的离国。这样的话，也只有慕容彻这个恶棍才能说得出来了。这或许就是太上皇喜欢慕容彻的原因。洛清婉面色一凝，看到慕容彻如今嚣张的模样，拳头微微攥紧。当初他逃出离国皇宫时，他的六弟死得很惨，手筋脚筋都被他挑了。哼，既然燕京城的四爷和大燕陛下都这样说，那便开始吧。希望你们大燕能找得出有用的人出来。紧接着，堂中央摆上棋盘，不知陛下这次要派何人与卫灵君对弈？若是大燕有人2个时辰之内能赢了卫灵君，这醉龙便拱手相让；若是输了，陛下就要履行诺言，将三公主嫁给我七弟。你们大理有卫灵君这样的棋手，我们大燕也有不少棋手。此见的郭仪缓缓起身，我先来。郭仪的棋艺在整个燕京城是数一数二的。沈福坐在位置上，回想前世那些零星的记忆，此局郭仪会输。果然不出所料，半个时辰后，郭仪果然解不出棋局。这局死棋，前世沈福记忆深刻，今生他要用这棋局救出苏荣，收服苏洵。苏洵应该快到燕京城了。棋盘前，郭仪捏着手中一颗棋子，踌躇不决，脸上也渐渐显露出惊慌之色。哼，看样子你们燕京城当真无人能解。若是这位公子不行，便换个人吧。不知在座的各位，可有谁会围棋？若是今日能解出棋局，朕定给他赏赐。坐在沈福身后的温月和沈叔相互对视一眼。温月站起来，参见陛下，臣女倒是有一人可以引荐。温四小姐，且说来，你说的是何人？回陛下，正是沈家二小姐沈福。臣女听说沈二姑娘爱棋如命，屋内窗前时常摆着一盘棋，想来棋艺高深。恐怕温月的这份好心，无非是让她出丑罢了。谁是沈家二姑娘？回陛下，正是臣女。仁德帝目光落在沈福身上。燕京都在传闻，沈家二小姐是燕京第一美人，如今看来丝毫不像一位弑杀祖父的恶女，难怪皇后和太子这几日要让她下旨将沈福赐给太子。好，你便是沈福，可会棋艺？回陛下，臣女在棋艺上不精，不是卫灵君的对手。若是和卫灵君对弈，反而浪费时间。不过我们大燕人才辈出，燕京城有才的人也不计其数，这善棋艺者未必也只有国子监的人。依你所见，臣女这几日去皇后娘娘宫中看诊，不巧正在御花园中遇到一个小奴，约莫12、13岁，善棋。这小奴所下棋局形势复杂，依臣女见，不输第一棋手卫灵君。哼，沈姑娘，你好大的口气啊！一个小奴怎能与卫灵君相比？五公主，你不是说我们大燕人才辈出吗？这围棋讲究一个气，还有心思谋略，你怎知这卫灵君便是第一棋手？这第一又是何人所封？你又怎敢确定我们大燕的一个奴仆不能赢了卫灵君呢？我看沈姑娘不过是故弄玄虚罢了。若是真有你说的那般厉害，为何现在才察觉？方才沈姑娘说的不无道理，这棋艺第一怎能自封呢？不过我卫灵君这么多年未逢对手，是宫里的奴仆又如何？身份高低贵贱又如何？何不来一试？后宫可有沈姑娘说的这位会围棋的奴仆？回陛下，有是有。这些日宫里都在传，皇宫掖庭有一奴仆爱下围棋，只是此人脾气古怪倔强，还冒犯了德妃娘娘，如今在偏宫扫洒，不知是死是活。不管是死是活，将他先给朕带到大殿来。
朕倒是想看看，是否真如沈姑娘所说。是，陛下。你先起来吧。慕容彻远远地打量着他。他进宫不是为了讨好皇后，而是为了这个奴仆，难不成有什么特别的？他想做什么？哼，就他。奴才苏荣叩见陛下。你就是苏荣？回陛下，正是奴才。听沈家二小姐说你善围棋，可是真的？回陛下，奴才自小便喜爱围棋，对围棋也熟知一二。陛下，如今只剩半个时辰，陛下当真认为他能赢了我们卫灵军？你既说我们大燕无人能敌魏军，怎知他不行？行不行，试一试便知。苏荣，你既说你会围棋，便看看能不能赢了这卫灵军一局。若是赢了，便免你罪，让你出掖庭，给你赏赐。谢陛下。对面，卫灵军手握黑子，目光落在苏荣身上。苏荣不过是12岁的少年，面对着这盘棋反而不惊讶。此刻，屋内众人屏住呼吸，都在期待这一盘棋的胜负。这一盘棋关系到三公主慕容清的终身幸福，自然引得万众瞩目。苏荣面色镇定，手握白子。沈福给他的3幅图中，分别是卫灵军这盘棋的3个弱点，其中最显眼的无异于盘角两曲。为今之计，只有在盘角最不显眼的地方落下一子，堵住黑子剩下的最后一口气。白子落下，卫灵军微微蹙了蹙眉。你下这个地方？最容易忽视的，往往最能翻盘。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苏荣吃下卫灵军的黑子也越来越多。卫灵军拿着黑子的手微微颤抖，他可是第一棋手，若是输给一个毛头小孩，会成为离国笑柄的。这另外2个漏洞在盘中也被苏荣逐一突破。洛清婉从椅子走出来，不安逐渐涌上心头。他今日来是带着十足的把握，卫灵军怎么可能输给一个掖庭奴仆？如今黑子快被白子吃完，这盘棋我们大燕快胜了。陛下，臣女有个不情之请，还请陛下成全。今日若非你心细发现苏荣，恐怕我们大燕当真会成笑话。一起说来，有何请求？回陛下，苏荣冒犯德妃娘娘，还是戴罪之身。今日他既赢了卫灵军，也算是将功赎罪。臣女自幼爱围棋，可棋艺不精，也无旁人指导。如今苏荣年纪小，无父无母，若是出宫无处可去，臣女愿意带回沈府。我的2个哥哥也颇爱下棋。也罢，既然他今日赢了卫灵军，也算是将功赎罪。他又是你沈二小姐心细发现的，也算是你给他一线生机。他的来去，若是他同意，便由你沈家二小姐来决定吧。起来吧。谢陛下。棋盘前，苏荣成功吃掉卫灵军全部黑子。洛清婉站在原地，整个人懵了。第一棋手，不过如此。既然输了，离国也要说到做到。今日你赢了这盘棋，也算是将功赎罪。你如今年纪尚小，出宫也没一个去处。这问你，你可愿意留在宫里做个骑士，或者跟沈二小姐回府？陛下，奴才这次能赢得卫灵军，不过是巧合而已，哪敢在宫里做骑士？既然是沈家二小姐发现奴才，也算是奴才的伯乐。奴才愿意追随沈二小姐回沈府，任她安排。苏荣对于围棋虽然熟练，可根本与其他真正懂棋的不能比。这次若非沈福提前透露，他不会赢。不过任德帝也看出来，他这次都是碰巧而已。行，那便依你。你立下大功，宴会结束，这回封赏。输了，我们离国自然说到做到。这醉龙赠与陛下便是。不多会儿，位置上的信亲王缓缓从椅子上站起来。皇兄，皇帝中意一位姑娘，不知皇兄可否赐婚？哦，不知皇帝看上谁家的姑娘啊？信王府王妃已故多年，是该娶新王妃入府了。你看上谁家的姑娘？说出来，朕替你做主。不巧，臣弟看上的正是沈家姑娘。沈家有3位姑娘，不知皇帝看上的是哪一位啊？沈二小姐沈福，我与沈二小姐已私定终身，有此荷包为证。场内顿时一片哗然。这沈二小姐生了一副好皮囊，怎会这般？就是，不要命了吗？哎呀，她是杀害自己祖父的恶女啊，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沈福听到那些恶言恶语，面色平淡。这个荷包不就是从萧爵身上抢来的荷包吗？这荷包本就不是他的，他早就想顺水推舟了。沈二姑娘，你当真与朕的皇帝私定了终身？回陛下，我并未与信王殿下私定终身，怕是信王殿下弄错了。哦，那这荷包又是怎么回事？这荷包并非臣女的，臣女向来不会女工，更不会将这样一个鸳鸯荷包放在身上。陛下，这才是臣女的荷包。
众人顺势看去，就见沈福手中的荷包上绣了一只白虎，且绣工当真是一言难尽啊！好歹白泽保护他这么多次，也算是值得。看样子沈二小姐的女红当真是不行啊！皇帝，如今你手中的荷包并非沈二姑娘的，想来与你私定终身的人你也搞错了。可这荷包分明还绣了沈姑娘的名字上去，沈姑娘怕是中意本王，不愿意承认罢了。信王殿下，你可不能乱说，我从未中意信王殿下。信亲王，你手中的荷包可否给本宫看看？温月目光落在皇后手中荷包的鸳鸯上，越看越是觉得熟悉。这2个鸳鸯本是他绣的，本来打算给自己的心上人，没想到被萧决拿去了。如今怎么会在信亲王的手上？高位之上，皇后拿着荷包打量片刻。荷包表面虽绣有沈福的名字，却像是有人故意为之。她自然不想沈福嫁给信王，她想让沈福嫁给太子。本宫听闻，燕京城的闺阁女子们绣着荷包表达爱慕之意，都比较含蓄。有些女子呀，甚至会将自己的小字绣到荷包里面，怎会这般大大咧咧的绣到荷包外面呢？沈姑娘的名字更像是有人刻意绣上去的。将荷包翻了一面，皇后眉头微微一皱：“陛下，你看看，这荷包当真不是沈姑娘的，倒是宁远侯府的姑娘。宁远侯府总共2个姑娘，温大小姐嫁给齐王为妃，被齐王的小妾害死，这其二便是温月，燕京城4大才女之一。宁远侯，可识得这是谁的荷包？”回陛下，臣不知。当真不知吗？臣当真不知啊，陛下。这个荷包是宁远侯府姑娘的荷包，怎会绣上沈家2小姐的名字？陛下，这荷包是臣女的不错，可是前些日子臣女在上元灯会上将这荷包丢了，没想到这荷包会出现在这里。陛下，上元灯会上我与沈小姐曾为争夺花灯起了些争执，怕是这荷包被沈小姐捡去，没想到沈二小姐中意信亲王殿下，居然用捡去的荷包送到信亲王府，还和信亲王私定了终身。沈二小姐，这荷包到底是怎么回事？既然这信亲王钟情于你，朕便想问你一句，你可愿意嫁到信亲王府？陛下，臣女不愿。难不成沈二小姐有了心仪之人？回陛下，臣女从未有过心仪之人，这个荷包臣女从未见过，也并未和信亲王私定终身。当日上元灯会，我与温四小姐确有一面之缘，可臣女并未捡到温四小姐的荷包，更何况臣女并不会女工，这荷包上绣着臣女的名字，定然是旁人所为。想来温四小姐将自己的荷包以臣女的名义送到信亲王府，想要陷害臣女。陛下，臣女不会做如此下作之事，这荷包确是臣女的，可早就丢了，还请陛下明鉴啊！今日本是她生辰，如今闹腾成这样，她有些不高兴。况且这皇后前几日就已经向她提过，要将沈福赐给太子。皇帝，恐怕这次你是会错意了，也会错了人。与皇帝私定终身的或许另有其人，这荷包是温四小姐的，如今绣了沈二小姐的名字，实属有些奇怪。皇兄，即便这荷包不是沈二小姐，可皇帝中意沈二小姐许久，还请皇上赐婚。陛下，臣女生来便被当作沈家灾星，其命格也多凶少吉，恐怕会克了信亲王。陛下，福儿自小命格不详，若是嫁去信亲王府，恐怕会折损亲王殿下呀。福儿既尚未与信亲王私定终身，何不问问这荷包是如何去了信亲王府的，也免得信亲王弄错了。这件事朕也懒得追究，可这荷包终究是温四小姐没看管好，才弄这一闹剧。既如此，宴会结束，温四小姐自行下去领罚。是，陛下。位置上的沈叔目光狠厉地看着沈福和平阳侯。这个荷包是白露从沈福房间偷的，怎么又成了温月的？他想不明白，为何自己所有的事情都是不按自己的想法走。皇帝，这赐婚仪式恐怕要让皇帝失望了。燕京城的世家贵女颇多，除了沈二小姐，定然还有让你满意的。沈二小姐聪慧过人，前日里皇后就与朕商量，将她嫁给景儿为太子妃。沈福诧异，不可思议的抬眸，就对上任德帝冰冷的目光。此刻沈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他这么快就要被赐婚给太子慕容景了，所以他今日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反而让他赐婚给了太子。陛下，臣女无才无德，实在不配太子殿下。赐婚是太子亲自让朕下的旨，他既心仪于你，你又何必说丧气话呢？此事就这么定了吧，你先下去吧，圣旨这几日便会送到府上。如今这情况，只能想办法退婚了。是，陛下。沈福心情极差，
他没办法和陛下抗衡，可还有回旋的余地。比如婚期之前杀了太子，就看到慕容彻盯着自己，剑眉微微连起，他忽而斜然一笑。沈福不知这慕容彻的笑是何深意，可他知道宴会结束后，慕容彻定会缠着他不放。你看不到。沈福抬眸，在暗黑的夜色下，透过一点模糊的光，对上慕容彻漆黑深邃的眼睛。四爷，夜色中只听到二人的呼吸声，他忽而觉得自己幸运又不幸。幸运的是，慕容彻似乎对他并不残忍；不幸的是，他这一世又被赐婚给太子了。他看着牵着他往前走的慕容彻，忽而心里微怔。燕京城令人闻风丧胆的四爷，原来也有温柔的一面。漆黑的夜色下，沈福能通过一点点光看清他的样子。慕容彻面无表情，眼眸深邃。四爷，你想嫁他？不想。那你想嫁给谁啊？四爷，你为何如此关心我的事情，却又……你那么招人，我很不高兴。若是有机会，我定将你囚禁到瑞王府，哪里都去不了。慕容彻俯身下来，将唇凑到他耳畔。不许动。四爷，沈福，你想嫁谁？我谁也不想嫁。若是你不想嫁的，让我来替你选。沈福不解这话之意，刚抬眸，男人俯身吻住他的唇。慕容彻，刚刚只是稍稍用力，这便收不住了。四爷说的稍稍，便是这样的。我如今被赐婚给了太子，你还亲我？那又如何？是你说不想嫁给他的，抢来的才有意思。我会让你看到我是如何一步步的抢。沈福忽而觉得可笑。前世太子慕容景抢了他和四爷的孩子，今生四爷又要抢他。四爷，你是否对我动了念想？还是说你只是想与太子争抢而已？谁叫你这般勾人呢？沈福生得很标致，那双眼睛也清澈动人，惹人怜爱。你的眼睛是从何时开始夜晚便觉得模糊的？其实也不是看不到，只是每到晚上光线稍微暗一点的地方就会模糊，是自我有记忆开始就一直这样。或许你的眼睛曾经受过伤，有人治好了。受伤？从小到大我眼睛从未受过伤啊。也许是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沈福只记得5岁之后的事情，难不成他的眼睛是在5岁之前伤呢？他有些疑惑。想什么？四爷，你曾问过我是谁，为何这般问我？难不成四爷从我身上看到了什么？也许是我弄错了，你就是沈家的姑娘，沈福。四爷，待会儿有人看到了。看到又如何？旁人敢如何呀？四爷，怎么了？有人来了。有人来了？四爷，要不我们先离开这里吧。你我这般躲躲藏藏的，像是有奸情。他现在被赐婚给了太子，与慕容彻又纠缠在一起，若是被旁人见到，恐怕也不妥。沈家的女儿会成为燕京城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就算她不为了自己，也要为了沈家和阿姐。太子哥哥，是舒儿不好，舒儿没能帮上太子哥哥，竟让太子哥哥娶一个不喜欢的女人。这是沈舒的声音。请旨让沈福为太子妃，非姑本意。若是可以，等姑娶了她，再找个合适的机会将你纳为侧妃。太子哥哥身份尊贵，若是将来纳我为侧妃，是舒儿的福气。只是皇后娘娘那边恐怕……你也知道，本殿与瑞王争锋相对多年，若是本殿手中再无实权，恐怕难坐稳这太子之位。你放心，等将来我登位之日，便是沈福丧命之时。到时候再将你这个侧妃扶正，你就是最尊贵的皇后。到那时，你是整个大燕最尊贵的女人。沈福的手微微攥紧。太子哥哥，你说的可是真的？将来当真要将舒儿扶正？姑向你保证，此话定驷马难追。舒儿好爱你，舒儿不能没有太子哥哥。外头的暧昧声越来越浓密，听着外头脚步声缓缓近了。慕容彻眸色一变，将沈福护在怀里，转而带他从南面窗户跳出去。四爷，长秋宫该不会有什么太监和宫女来过这里吧？为何这般说？方才我与你在里面时，闻到一股香味，好像是催情的。还好刚才我们是在窗户旁，不然你我这个地方是冷宫，恐怕宫里不干净，后宫关系复杂，恐怕有人在这里点催情香。太子哥哥，我怎么感觉有点热？热？太子哥哥，殿内暧昧升级，气息浓烈。
小姑娘看活春宫可不好啊。沈福面红耳赤，示意让他带他离开。慕容彻转瞬之间带着他消失在长秋宫。这么好看的戏，你居然不看？四爷，你真无耻！沈福，这么好看的戏，你我二人看，太过无趣了。什么意思啊？自然要更多的人看到才有趣呢。四爷，你的意思是？四爷带你看戏。四爷，这么好看的戏一定很有趣。陛下，长秋宫中……长秋宫怎么了？有什么事快说。方才有宫女路过时，发现有人在里面行苟且之事，好像是后宫嫔妃。什么？你确定没看错？奴才也是听宫女来报，具体并不清楚。里面确实有人行苟且之事。好大的胆子！仁德帝后宫嫔妃颇多，有些来没来他都不知道。给朕将整个长秋宫围了，朕定抓住这对奸夫淫妇。殿下，陛下带着一众娘娘们过来了。什么？好端端的来这里干嘛？太子哥哥，怎么办？怎么办？若是爹爹知道，我会被祖母进猪笼的。舒儿，如今只能委屈你了。你我如今万不能让父皇母后察觉。你放心，我会立你为侧妃，会来接你的。西面有窗户，你先跳下去，我后面来，否则就来不及了。连忙爬上西面的窗户，转身跳了下去。湖水渗入他肺腑，没多时，脸上的紫色胎记便露了出来。太子慕容景在窗户前刚准备上去，看着他那张渐变的脸时，顿时吓得后退一步。父皇，你们怎么来了？景儿好端端的烟花不看，跑来这长秋宫做什么？回父皇，宫里出现刺客，儿臣追到了长秋宫，没曾想刺客却不在了。当真是刺客？是刺客。还敢撒谎？说谁与你在这个地方苟合？太子不是最为贤良的吗？如今也学会了说谎了，还是说觉得这老糊涂很好骗呢？骗呢？儿臣不敢。那你从实招来，与你私会的女子是何人？太子跪在地上，紧紧握住拳头，微微抬眼，用余光看周围的人，目光最后落在沈福身上。回父皇，此女子正是儿臣未婚妻，沈家二小姐沈福。儿臣心仪她多年，今夜心急了些，便想着要她。陛下，臣女不敢欺君。知府，太子说的可是真的？回陛下，臣女并未与太子行那样的事啊，也未曾与太子在这里。今日陛下虽赐了婚，可臣女从未与太子殿下接触过啊。沈福，你说你并未与姑接触过，你怕是忘了，你整日往我母妃后宫跑，与本殿相会，不然本殿怎会让父皇下旨娶你？你怕来人看到，便跑了出去。你与姑在母妃寝宫早就私会多少次了？你早就是姑的女人。太子如今没办法，只能破罐子破摔了。毕竟沈叔他不能供出来，也不能让自己欺君，只能咬死殿中之人是沈福。陛下，臣女不敢欺瞒陛下，臣女是同陛下一起进来的，怎会与太子殿下在这里私会呢？更何况这里离乾宫挺远的，刚才我还在阿姐的身旁，怕是太子殿下自己弄错了人。我去皇后寝宫就是为了给皇后看病，从未与太子接触。臣女……仁德帝看出了太子的心思，想来他想护的人定然身份非同寻常。可是去报信的太监说是后宫的嫔妃，他怎么能忍啊？还不说实话！陛下，景儿如今也大了，有个侧妃通房侍妾都很正常。要不今日之事还是算了，毕竟有损皇家清誉啊。陛下，这里搜到一个女子的肚兜，给谁扔了？慕容景啊，慕容景，你如今都学会欺瞒朕了，你好得很。是不是要让朕除去你太子之位才满意？父皇，儿臣知错了，儿臣只是一时兴起，便临幸了一个宫女，怕父皇责怪，所以不得不，还请父皇恕罪。你嘴里没一句真的，你回去好好在东宫给朕面壁思过，什么时候想清楚，什么时候出东宫。今日朕好端端的生辰，就被你这样一闹，兴致全无，还不起来滚回去！他说的可是真的？你去皇后寝宫与他相会？他说谎。那你去皇后寝宫可与他有任何的接触，哪怕他碰一下你的手？四爷，没有，你信我。若是他敢动你一根手指头，我让他下地狱，碰一下都不行，哪怕是手，萧诀便是个例子。我不允许任何人碰你。四爷，没人碰我。沈福知道慕容彻这个人是危险的，他的温柔只是短暂的。
小姐你怎么才来啊？小姐，你的胎记好像……说什么？胎记？很可怕吗？完了，太子哥哥不会看到了吧？天使，我该怎么办？小姐，晚上光线暗，根本看不清楚的。太子殿下应该没看清楚，今夜也是太子殿下的侍卫前来通知我们才到这里来等。要是太子哥哥知道，恐怕他会安安心心的吃沈福的。小姐您放心，这么黑的夜，怎么可能看得清楚？小姐，我们先上马车再说吧。老爷正四处找小姐呢。好。苏荣见过小姐，若非小姐筹谋，恐怕我都无法从夜厅出来。小姐与我有救命之恩，我甘愿跟随小姐。你先起来，不必跪我，你我平等。你那般聪明，应该也知道我大费周章救你出来是有原因的。无论小姐因何原因救我，终归是我的救命恩人，奴自然愿意待在小姐身边。你从此以后跟在我二哥身边，云兰会教你些武功。学武功，一是为了护住你自己，这其二，自然是护住你想护的人。我二哥沈玉最近喜欢舞刀弄枪，后面还要去军营历练，你跟他一道，到时候等过些日子，你便随他跟在我舅父江玄身边，你可愿意？苏荣早就听说过江玄的大名。小姐说的可是真的？自然是真的。苏荣，我知道你们苏家背负血仇，若是想报家族灭门之仇，就得身居高位。我如今把你带出宫，你的奴籍在我的手里，你既跟我回了沈家，便也算是我们沈家的人，这一点你要知晓。是，小姐设法救我出来，将我带回沈家。我生是沈家的人，死是沈家的鬼，我定不会背叛小姐。你哥哥应该快到燕京城了，没多久就能与你见面。我苏家虽灭门，可我与哥哥已经多年未见，不知他是何模样。到时候或许你就能见到他了，只是你要记住，你如今算我沈家的。是，小姐。如今算时间，苏洵进京应该就是这2日了。这2日他得想办法见苏洵一面。如今陛下已经将他赐婚给了太子，圣旨也应该在这2日下来，他得想办法拖延婚礼的时间，直到在这些时间里杀了太子慕容景，也不必嫁给他。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平阳侯嫡次女沈福，温婉大方，贞顺自然，秉性端淑，册封为东宫太子妃。青天见，则即日完婚。谢陛下恩典。爹，我不想嫁入东宫。福儿，你莫不是真的喜欢瑞王？如今圣旨是陛下所赐，焉有驳回的道理？就算是瑞王，他也没办法。女儿曾说过，我入东宫就是死路一条。女儿曾在梦中梦到在东宫时凄惨的画面，我被斩断了4肢，我的孩子被割血而死，我最后也被东宫的仆人们热油灌喉。爹，我不想嫁给太子。你说什么？你的梦？对。哎呀，福儿啊，都是梦而已，你又何必当真？上次在樊楼，瑞王因你心软放了爹爹，如今太子和皇后也对我起了疑心。若是你嫁入东宫，说不定还能打消2人顾虑。若是你不想那么早去东宫，爹爹去求陛下，让钦天监将婚期延迟。爹，那可以延迟1年半载吗？爹爹尽量给陛下说，就说今年与8字相冲，不能成亲，拖到明年。你与瑞王虽有纠葛，可他毕竟恨我们沈家，而且瑞王太危险，不适合你。爹，太子也并非表面那般温和，我们沈家迟早因他而灭，爹爹何不另选出路？你还是姑娘家，这夺嫡之事你不应该参与进来。爹爹知你喜欢瑞王，可他终究不是良配，更何况太子并非你想的那样。慕容彻这个人野性难驯，你驯服不了他。爹，既然皇后和太子已经开始怀疑你，爹爹便要万事小心。爹爹答应女儿的，去陛下面前请求将这婚期延长半年或者1载。女儿会让爹爹看清楚，谁才是狼子野心。如今女儿还有事，先走了。小姐，如今圣旨下了，我们该怎么办？不过是一道圣旨而已，3书6礼、封官辖配都没有，不作数的。一切还有转机。如今边塞战事紧张，将军恐怕还没有收到信。从燕京城送信到边寨，最起码也要3个月。也不知将军知道你赐婚给了太子，会如何？边塞战事紧张，别送信了，免得扰乱舅父的心。
小姐，那望京楼我们今日还去吗？自然要去。苏璇懂谋略又有才，将来定是个难得的人才。他朝若身居高位，定然是个可用之人。外乡来的，真以为自己能飞黄腾达？这块玉佩可是我祖传的，摔碎了你赔得起吗？看你那样，你也赔不起。我们要等的人来了，我们也去看看热闹。你这玉佩分明是自己掉地上的，怎能赖我身上呢？一块玉佩若真是我弄碎的，无论价钱多少，我都赔给你。我苏洵说到做到。我看你也是读书人，在场那么多人看着，怎么能不承认？这块玉佩是因为你才摔碎的。今日你若是不给我一个交代，你休想离开这里，更别提参加秋试。就是啊，我看就是个穷书生，哪能赔得起？外地来了吧？不知道燕京城最不缺的便是你这种毫无背景的学子吗？真以为自己能对出下半句诗就才华横溢了？诗写得好有什么用？读书人品德照样败坏，把本公子的玉佩摔碎了都不敢承认。你可知我这块玉佩值多少钱？沈福看着青衣男子手中的那块玉佩，这块玉佩值多少钱？100两白银。你这玉佩是赝品，你觉得值100两？拿10两银子给他，就算你我主仆二人买了这赝品，刚要上前与沈福理论，就被旁边另外一个男子拉住。她可是平阳侯之女，还被赐婚给了太子，我们收敛些。啊，刚才多谢姑娘解围，这10两银子还给姑娘。不知姑娘姓甚名谁？今日替我解围，我来日定报答姑娘。我是平阳侯之女沈福，银钱就不用还了。你应该是外乡来赶考的考生吧？哦，刚参加完乡试，便来了燕京，等着秋试。听说燕京城的望月楼每日有众多才子聚在这里，我便想来看看，顺便多学些燕京新鲜的东西。没曾想，竟然遇到这等事情。今日还多亏姑娘解围。你既刚来燕京，定然也需要不少银钱。他招你若能高中，身居高位时做个好官，再来还我恩情也无妨。沈福说完，带着云兰就转身离开了。小姐，你怎知那人的玉佩是赝品？他的玉佩自然不是赝品，只是他已经猜出我的身份，就算10两白银，他也不敢怎么样。更何况那玉佩是他自己嫉妒苏洵故意摔碎的，若是我深究起来，他定然不讨好，所以他没有反驳的余地。那我们和苏公子就这样算了？自然不是，苏洵会跟来的，况且他应该知道他弟弟在沈府。沈小姐，等等。沈小姐，我有事与沈小姐相商，可否占用沈小姐一点时间？有何事，公子不如就在这里说。听闻沈小姐府中收了一位叶庭的奴仆，名为苏荣，不知是真是假？是真的，难不成你认识他？实不相瞒，苏荣是乃我流浪在外的胞弟，沈小姐愿意收留他，我很是感激。只求沈小姐让我见他一面。我此次来燕京，一是为了上京赶考，其二便是为了救我胞弟。这几日我来燕京城多方打听，得知我胞弟被沈家小姐收留，没曾想今日竟然遇到了沈家小姐。苏荣如今在我们沈府过得很好，我让他跟在我二哥身旁，让他学习武功，将来去司马大将军身旁。若是你想见他，随时可以见他。可是陛下既然让我带他回沈府，他便是我沈府的人。沈府的人？沈小姐可否让他跟在我身边？我苏洵愿意照顾自己的弟弟。自然不行，他的奴籍在我手上，况且他曾是叶庭的奴隶，虽在陛下生辰上将功赎罪，却也留下烙印。我将他收留，自然希望他将来能走得远。他朝若是能上阵杀敌，立下赫赫战功，你们苏氏一门的大仇也可报。苏洵不可思议地看着他。你也知我苏家？自然知道，是苏荣告诉我的。苏家曾在多年前的中秋之夜满门被灭，想来苏公子定然希望有朝一日手刃仇人。你如今在这燕京无权无势，苏荣跟着你，将来又该如何？做一个无名无姓的小卒吗？他能借我们沈家之力去骠骑大将军江玄身边，说不定将来还能立战功，光耀你们苏家。沈二小姐大恩，我苏洵将来定然相报。苏洵，我的要求不高，有朝一日希望你永远不要站在我的对立面，不要站在沈家的对立面，也不要站在你弟弟苏荣的对立面。我相信苏荣对你的重要性。如今天色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若是你想见你弟弟，可来沈府找我二哥沈玉。如今苏荣在自己手上，苏洵为了他弟弟又欠自己人情，将来就算入了仕途，也会顾及他胞弟。接下来便是要设计杀了太子的暗卫头目云珏，还有想方设法进入东宫的地下牢狱，还有查清祖父和母亲的死，乃至沈叔的身份，诸多事情都得一步步的来。
可越是这样，沈福却越是觉得不安。小姐，你怎么了？也不知怎么的，这几日我总觉得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今日爹爹与我在书房说，太子和皇后已经开始怀疑他了。难不成……小姐，你别担心，就算皇后和太子怀疑老爷，也不敢直接动手啊。更何况，这林氏已经被关在偏院了，没有老爷的命令出不来的。我们赶紧回沈府吧，我总觉得什么地方算漏了。小姐，对面那辆马车怎么那么怪啊？还有铃铛。渐渐的，那铃铛叮铃作响，离他们二人的马车越来越近。我怎么感觉头有点晕啊？云兰，这铃声有问题。云兰，沈福意识逐渐模糊，用尽全力伸手，可他无论如何努力，都感觉眼前昏暗一片，他渐渐失去了意识。沈福晕过去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里一身黑衣的男人静静地跪在佛前，佛堂外春去秋来，男人跪了1年又1年，直到黑发变白，直到身子日渐颓废消瘦，直到他倒下。梦境里最后只有木鱼敲击的声音，还有寺庙外的钟声。梦境越来越混乱，他渐渐睁开眼睛，头顶是奇怪的马车梁，耳旁是风呼呼的声音。他似乎猜到自己是在沙漠里。水。黄姐，要不给他点水喝？已经3天没给他吃喝了。若是死在我们手上，恐怕也不妥，毕竟她是太子妃。死了就死了呗，反正你是奉大燕皇后和她未婚夫的意思，若非这个女人，我们此次前来大燕怎会失败？如今还将醉龙拱手送给了仁德帝。是离国五公主洛清婉和七皇子洛玉州。从他们的谈话中，他们是受皇后和太子之命绑了他3天3夜。皇后为何这么做？他们又在算计什么？燕京第1美人，哼，不过如此嘛。难怪在仁德帝生辰宴上，慕容彻一直在看你，果然是副好皮相。你与慕容彻的私情，恐怕你的未婚夫大燕太子还不知道吧？你长得可真像一个人呢。哼，我有的时候真是不懂，为何这般好看的皮相长在你的脸上？上天真是不公平，我今日就毁了这张脸，尤其是你的眼睛。难怪慕容彻会被你迷得神魂颠倒。沈福恶狠狠地瞪他，身体却依旧瘫软无力。你们想干嘛？若是你敢伤我，慕容彻和沈家不会饶过你的。洛清婉，你想清楚了，你受了皇后和太子的命令又如何？我是平阳侯之女，我若有个3长2短，大燕陛下追究，是赦离国和大燕2国。哼，你以为本公主怕了？是赦2国又如何？我们只是受人之托。不过沈二小姐也是可怜人，哼，你放心，再过2日，我们会派人送你回去。哼，受人之托，你这是助纣为虐。黄姐，你这是干嘛？若真是毁了他的脸，恐怕我们没办法给人交差。快把匕首放下！洛清婉咬着牙将匕首收起来。我总觉得我从前在哪里见过她。以前在离国皇宫时，有个小女孩被母后弄瞎了双眼，扔去了乱葬岗。难不成是她，那个贱人的女儿，裴婉的女儿？皇兄，她真的好像父皇寝宫里那个画像上的女人。我看你是想多了，她是沈家的2小姐，不会是裴婉的女儿。可就是像，宴会上慕容彻一直在看她，原来早就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哼，沈福啊，你想喝水啊？我们的水都喝完了，可没有水给你喝。你若是想，我让兄弟们撒尿给你喝喝。你以为慕容彻会救你啊？生了一副好皮相，就觉得能将他迷得神魂颠倒？这慕容彻在离国的时候，不过是一条下贱的狗而已。本公主用铁链将他捆了，扔进笼子，与猪狗同食，他哪里是本公主的对手？哼！你以为他能从本公主的手上救下你啊？别做梦了！就算他来了，我也有的是方法弄死他。黄姐，我们赶紧赶路吧。若是慕容彻赶来，我们全完了。怕什么？我们这么多人，他来了，我们正好给6弟报仇。烈日下，微风里，他不甘心，不甘心自己就这样没命，不甘心自己渴死在沙漠。这一世，他还未见到玉儿，他自能死。家仇未报，仇人未灭，他的玉儿，他不甘心。不知过了多久，沈福以为自己快要死时，似乎是白泽，呼啸声越来越近。白泽，什么？
漠里怎么会有老虎？沈福用力睁开眼睛，就见白泽威风凛凛，猛地窜上马车，来到他身旁，将奄奄一息的他护在身后。白泽，四爷呢？就见一群穿着黑衣的侍卫冲了过来。慕容彻这么快就跟来了？将他活擒，其他的一个不留，其他的一个不留。是四爷。瞬时间，刀光剑影的声音混杂着呼呼的风声，在众人耳旁响起。慕容彻翻身上马车，看到的便是躺在马车中奄奄一息的沈福。沈福，四爷，沈福。见到他的那一刹那，慕容彻身子微微颤抖。沈福，傅莹，赶紧去找水，快！是，四爷。四爷，我以为我在做梦，每次都是你，我欠你好多，我好渴。你放心，你不会死的，你坚持一会儿，水马上就来了。可沈福已经3天3夜滴水未进，他知道自己撑不下去了。看着男人为他担忧的神情，慕容彻轮廓清晰，抱着他身子都打着颤。四爷，我不甘心，我还想要玉儿。玉儿2个字他说的不清楚，慕容彻没听清。沈福，你想要什么？想要一个与四爷的孩子。四爷，细微的声音渐渐消失，少女无力的手终是垂了下去。慕容彻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眼眶血红，身子颤抖，腰间匕首被他猛然拔出，将自己手腕割开，鲜红的血一滴滴地滴进少女的嘴里。沈福，你既然不甘心，就睁开眼睛看我一眼。沈福，你睁开眼看看我，好不好？可无论他怎么喊，怎么说，沈福的气息都弱得不行，仿佛稍微用些力，他便能一命呜呼。他真怕他死了，她分明就是那么鲜活的姑娘。他忽而想到沈福曾跟他说过，她是被热油灌喉而死的，他不甘心看着她就这样白白送命。血水滴尽，少女残弱的气息似乎有了一点起色。你睁眼看看我，叫我一声四爷。四爷。傅影带着水回来时，就见慕容彻手腕血红一片，瞬间知道发生什么事。四爷，你为了他连命都不要了吗？再晚一天他就要死了，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四爷，这个女人捉回来了。慕容彻，当初你在离国的时候，不过是本公主的一条狗，你如今回了大燕，便自觉高高在上。我可是离国的公主，你若杀了我，我们离国不在乎与大燕一战。我洛清婉今日就赌你慕容彻不敢杀我。慕容彻面无表情，他低头，眉眼温柔地看着怀里熟睡过去的人。他将沈福轻放在马车里，他满脸邪气。你说你赌我不会杀你？慕容彻，你说过不杀女人的，我是离国公主，若是我死了，你们大燕将面临怎样的后果？你难道想看着两国交战吗？洛清婉啊，洛清婉，这么多年你还是不知悔改。这里可不是大燕境内，你以为用你那些破铃铛还能像从前一样把我迷晕关笼子里？你死在这里，离国皇室只会认为你在沙漠里被沙尘暴带走了，他们永远别想找到你。他声音诡异又危险。漫漫黄沙正好将你满身脏污都带走。放开！你说的对，我是从不杀女人，可惜今日不同，你动了她。男人手指猛地一收，骨头断裂的声音传来。慕容彻面无表情，将手中已经没气的尸体一扔。脏了本王的手。他目光落在天边的落日上。沙尘暴就要来了，我们也该回燕京了。四爷，七皇子还没断气，找人送出沙漠，本王要让他一辈子都记不起来今日发生的事，也好给离国一个交代。毕竟他们2人此次是为父皇生辰而来。是，四爷。发生了什么事？二小姐，你怎么才回来呀？你都去了哪里呀？老爷他走了。爹爹，对不起，我来晚了，对不起。我爹爹身体健康，怎会无缘无故的就……祖母，我不信他会去了。爹爹不是让你在偏院吗？谁放你出来的？我已怀上了老爷的孩子，是老夫人让我出来的。我与老爷尚未和离，还算是沈家的当家主母。
你这个孽女，敢这般与我说话，简直是大逆不道！你父亲是你的亲姐姐，沈离下毒杀害他。你若是不信，可以问问你的2个哥哥。沈福扫视周围一圈，的确没有看到沈离，也没有见到沈叔。哥哥，姐姐呢？阿姐怎么可能害死爹爹？阿姐身体本来就不好，怎么可能害爹爹？定是有人陷害他。路上被洛清婉无缘无故的绑架，原来皇后和太子还有林氏，他们早就筹谋着将他爹爹杀害，嫁祸给沈离。他千算万算，没有算到太子和皇后要那么早动手。师父，你要干嘛？老爷是沈离杀的，怀了一个孽种，也好意思说是我们沈家的种，简直可笑！是你害死爹爹，嫁祸给我姐姐，你个毒妇！你不是说我是灾星吗？我掐死你！救命！疯了！师父，你这灾星，快放了我母亲！太子大步上前，猛地一挥手，狠狠地打在沈福的脖子上。望你还是未来太子妃，简直丢了本殿的脸！小姐，老祖宗啊，我的命好苦啊！老爷死了，这逆女又这样对我，我腹中还有老爷未出生的孩子啊！沈福被敲晕后，就被云兰带到揽月院休息。云兰姐姐，大小姐怎么办啊？听说大小姐在牢狱里面被用了酷刑，长公子知道了前去探望，结果被张家老爷和夫人打得下不来床了。已经写信给了将军，可是如今边塞战事紧张，这里到边塞的信也得好几个月才到呢。官府都查了，那毒药是在大小姐房间搜到的，是有人刻意设计的。太子殿下，小姐身体不适，恐怕需要休息。怎么，姑是不能在这里了？她这几日都去哪里？你这个贴身丫鬟应该知道吧？二小姐这几日回了一趟易水。撒谎！小姐的确去了易水，奴婢不敢欺瞒殿下。我要问她一些事情。是，殿下。殿下若是无事，我要去灵堂了。我要见我爹爹一面，告诉他将来变成厉鬼，前来索命。你真是疯了！就算要索命，也是去索你阿姐的命。师父，你难道就没有想过救沈离？太子殿下觉得我该怎么救呢？求姑或许可以与皇叔说一句，让他去狱中想办法将你姐姐救出来。不过事后你的姐姐也得嫁给皇叔以报救命之恩，这是唯一的方法。果然，设计沈离入狱是有原因的。哼，让我求你，你的方法就是这样，让阿姐嫁给谢王，无异于让她坠入地狱。太子殿下，你的心意我不要。沈福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揽月院，径直往沈离的清风院而去。祖母，孙女可不可以看爹爹最后一眼？我昨日做梦梦到爹爹，我不信阿姐会下毒杀爹爹。我会些医术，能不能验验爹爹身上的毒？二丫头，方才你险些酿成大错，你可知错？父亲之死实在蹊跷，林氏那般言语侮辱于我，我迫不得已。如今爹爹已故，我是无父无母的孩子，祖母难道愿意看到我被林氏赶出沈家？唉，可他腹中还有你未出生的弟弟啊！是不是还不一定呢？你如今你爹爹尸骨未寒，你要开棺材做什么呀？祖母可信大姐姐会杀自己的爹爹，就如同当初我不过9岁，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就被诬陷杀害祖父一样，明显就是有人故意设计的。爹爹向来喜欢姐姐，姐姐没有毒杀他的理由。官府的人都来了，你爹爹身上的毒和大丫头房间里的毒是一样的，他的贴身丫鬟海棠也指认了他，也自杀了。诸多证据指向你大姐姐，人证物证都在呀。海棠明明就是姐姐贴身丫鬟，对姐姐也忠心不二，怎会？祖母心里也不信大姐姐会杀害爹爹，对吗？唉，自然不信了。祖母，那让我见爹爹最后一面吗？我愿意下毒，我不会惊扰爹爹的，求你了，祖母。你也不希望父亲惨死，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对不对？祖母，我会想办法将姐姐救出来。二丫头啊，沈家不能垮呀！我自然也相信大丫头不会做出那么没良心的事。若是谁想起害我们沈家之心，祖母定不轻饶。沈福点头，伸手将棺材推开，爹，女儿不孝，你放心，女儿定会为你报仇雪恨，我定让他们血债血偿。他从袖口中将一根一根银针拿出来，银针插入尸体，瞬间变成黑色。
果然是毒，而且是穿肠烂肚的剧毒——穿肠散。沈福将棺材盖上。祖母，父亲身体里有2种毒，你可知晓？2种毒？这仵作来验过了，就只有穿肠散这1种毒药，怎会有2种毒啊？祖母，还有1种毒为他去治，应该为许多年前所中的毒。祖母可知道？自然知晓。你母亲死后半年，你爹爹心灰意冷，便自愿请旨前去南巡。没曾想啊，途中被耗材之人算计，便中了毒。母亲死后半年，那时候林氏应该还未进府，所以沈叔真不是爹爹亲生的。可是不对呀，当时大夫没有给爹爹说明吗？还是说爹爹早就知道这沈叔不是亲生的，他去治这种毒，若不是些医术高一点的大夫，的确是不知道这毒还有让男人无法生育的说法。想来当时爹爹去南巡只是随便请了个大夫，那祖母可知这他去治的毒对身体有何影响？祖母只知这毒啊会使人晕厥，失去意识。祖母也是后面才知道，是你爹爹告诉我的。难怪祖母对林氏怀了身孕一点都不怀疑。祖母，那这件事林氏知道吗？你不知，他是后面才进沈府的。那时候你爹爹的毒啊早就解了，更何况这南巡之事是你爹爹的伤心事啊，你爹爹也不愿意提。他得想万全之法，让踏雀之毒重新显现，让祖母知道踏雀之的事情。四爷，能否救救我姐姐？我知道我欠四爷的很多，只要四爷救我姐姐沈离出来，四爷要我怎么还都可以。眼睛肿成这样了，我认识的沈福可不是这样的。沈福，沈家的事我已经知晓了，你别伤心了，你不是一个人。四爷，我姐姐身子不好，常年生病，根本经不起酷刑。你是燕京城的四爷，位高权重，会有办法让她出狱的。爹爹走了，娘亲也没了，我是个无父无母的孩子，我不能再失去姐姐了。你要我怎么报答我都答应你，只要我姐姐能从狱中出来。你说要报答我，可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啊。沈福，你应该知道我想要的。四爷，你想要什么？当日在沙漠里你九死一生时说想与我要个孩子，可还当真？是我亲口说的，我是很想和四爷要个孩子。若我说我要你说过的话都算话呢？他如今被赐婚给太子，就算要与四爷一起，也得等婚约退了，要么太子死了。我要你嫁给我，为我生儿育女，安安心心待在我身边。你姐姐我会帮你救出来，可我要你完完全全只属于我一人。你的命是我救的，你理应还。四爷，可我如今被陛下赐给了太子，若你真让我嫁给你，就等我将太子的婚退了。我等不了，不过是一道圣旨而已，这道圣旨于我而言不算什么。你们既没三书也无六礼，婚书你也未签，便什么都不算。你既要还我恩，便与我签婚书。书房的另一张桌子上摆着婚书，我愿意签婚书，我愿意嫁给四爷。婚书签了，皇家玉牒我会写上你的名字。在太子婚约取消之前，希望四爷能保密。他知道太子若是知道他与四爷的纠葛，指不定又要被拿来要挟四爷。至于沈家的仇，我会想办法报。若是四爷愿意助我一臂之力，我也不会拒绝。我知道你守孝期满，你我便拜堂成亲，结为一世夫妻。四爷连皇家玉牒都拿来了，恐怕这玉牒四爷一时半会儿是不愿意还回去。若是太子知道，也不知是什么滋味。燕国守孝与离国不同，离国3年守孝期，燕国只有1年。寂静的房间里，沈福一笔一画在婚书上签上名字，他又看着慕容彻，将他的名字写在玉牒上。阿姐，福儿，阿姐，你别哭，你别怕，福儿信你。福儿，爹爹没了。阿姐，爹爹没了，还有2个哥哥，有我相信阿姐，阿姐不会下毒害爹爹。是阿姐没用，拖累了你们。我本是你的阿姐，本应该保护你们的，却处处要你为我周全。福儿，你说的对，只要你还有沈风和沈玉在，我们沈家就在。这大姑娘怎么就出来了？夫人，听说是陛下的意思，陛下让放的。陛下怎么会关心沈家一个病女的事儿？这我就不清楚了。燕京府衙那边传来的消息，
说是陛下的人让放了沈大姑娘。如今大小姐平安回到沈家，张家世子因为救她被责罚关在张家。夫人，若是张世子后面强行要退婚，那三小姐……张家怎么会允许沈离进门？他就算被放出来，燕京城那些恶言恶语传入众人的耳朵里，他也得背上杀害自己亲生父亲的罪名。哼！不过没让她嫁给信王，太可惜了。改日等老爷葬了，我便去老夫人面前说，将这沈离尽快嫁出去，千万不要误了我舒儿的婚事。沈府这场丧事一办就办了1-2个月，也忙了1-2个月，直到平阳侯下葬后，沈家才恢复平静。大丫头，这是你远房表姨和表兄。见过表姨，见过表兄。大姑娘有礼了。见过表妹。这便是我们府上的大丫头，如今已经到了出嫁的年纪。沈大小姐生的倒也标致，只是这身子倒是弱了些。大丫头的身子如今慢慢的好转了，将来也是个好生养的。若是我们2家能结亲，那便是亲上加亲了。祖母，离儿身子弱，恐怕配不上吴公子，更何况父亲刚去没多久，离儿想给父亲守孝3年。守孝3年？我们燕京长辈走了，守孝1年即可。你们可以先把亲事定下，后面再行这嫁娶之事。灵儿啊，你身子一日日的养好，不用担心啊。如今吴公子贤能有德，吴家呢也是清白世家，家底殷实，你嫁过去也算是享福啊。梨儿你将来迟早也得嫁人的，终要是个仁厚的孩子，你嫁过去定然享福。如今梨儿的手在燕京府衙便已经被夹断，将来恐怕连端杯子都端不了了。若是吴公子真要娶我，便要做好让人照顾我一辈子的打算。我身子抱恙，也不能为吴家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我也绝不嫁入吴家。梨儿，你先下去想想，愿不愿意嫁去吴家？想清楚了，来与祖母说。是，祖母。沈公子，草民是今年来燕京参加秋试的考生。草民听闻沈府来了一位棋艺高超的孩童，便好奇前来看看，也想精进学习。你从哪里来的？哦，明阳城。明阳城来的学子参加完乡试了？哦，是。乡试第几名？啊，不巧，正是第1，乡试第1。戏园正是。不错呀，有前途。若你说的是真的，可愿与我一同进沈府？你如今是一人来燕京城，可有同伴？住在何处？就我一人前来燕京，住在燕京城郊的一间小旅馆里面。我有一大哥，如今在国子监学习，也准备参加秋试。若是你能在沈家与他同学，教他一些东西，秋试之前，你若愿意，可以一直住在我沈家与素荣学习棋艺。你可愿意？沈公子这般信得过我，让我这样进沈府，住在沈府？自然不是了。你的身份我会找人去查。你既说你是明阳城乡试第1名，自然能查得到。若是我发现你撒谎混进沈家，我们沈家自然有处事的方法，我自然不会骗二公子。我的身份你尽管去查，明阳城苏家苏洵。这位公子，你说你是明阳城苏家人？是，明阳城苏家。那么巧。几人闲聊片刻后，沈玉便带着人进了沈府。如今苏洵为了见苏荣，竟然跟我二哥进了沈府。我听说这苏洵明阳城乡试第1名，想来这学识和见解恐怕非同一般。他自然不一般，不然我也不会大费周章的救苏荣出来。那小姐，若是苏荣愿意跟着他哥哥呢？苏荣的奴籍在我手里，当初我与他说了，他将来是我们半个沈家人，他会遵守诺言，让他与二哥一起去军营，将来再让他去我舅父的军营里。我想有朝一日，苏洵身居高位，就算当真成了别人的谋士，想对我舅父动手，也得顾及一下他的亲弟弟。毕竟苏洵前世成为太子谋士，一切都是为了他弟弟苏荣。白泽，我好久没见到你了。四爷，你怎么来了？2月不见你都不念我，你签了我的婚书，入了我皇家族谱，便将我忘得一干二净。四爷不是军务繁忙，况且我家里事情实在太多了。沈家事情太多，你也该念着我一点。我今日前来是有要事与你说。过几日朝阳公主府宴席，会邀请燕京城的世家贵族，还有公子小姐夫人们前去参加。那时候我也会去，我会在朝阳公主府北院最北的房间，你到时候来，我有东西要给你。四爷，你想给我什么？你我有婚书，你的名字我也写入了皇家玉牒，你终究是我们慕容氏的人。如今你父亲刚去世没多久，
你我定然不能败天地。你到时候来了便会知道我给你的是何物。沈福见慕容彻神神秘秘的，便也没有多问。他们二人之间婚书有了，皇家玉牒也写了他的名字，肌肤之亲在宁远侯府上，如今便只有一个拜堂下聘。我会去的。如今天色已晚，我先回去处理一些军务。沈福，今日与你饮酒的俊俏公子一直在看你。这慕容彻说的俊俏公子，该不会是苏洵吧？他又是怎么知道的？所以呢，四爷想如何？四爷一直在监视我，所以我想将他眼珠子剜了喂狗。四爷，你能不能别这样？别让他生出不该有的心思，否则我会杀了他。这里是你的闺房，为了你的声誉，我亦不能多待。我在朝阳公主府等你。夫人，老夫人，出事了！出了何事啊？好好的说，急急忙忙的。夫人，老夫人，吴家公子好像是中毒了，如今昏迷不醒。吴家夫人在房间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啊？怎会中毒？哎呀，快去叫福医过去。是，奴婢这就去。好端端的怎会中毒？老夫人啊，这中药昨日还好好的，今日就……这种症状好像是中毒的迹象啊！昨日中药可与人喝酒了，莫不是因为喝酒？可是就算喝酒，也该醒了，难不成真的中毒了？玉儿，昨日沈公子都好好的，怎么去你的院子里喝完酒便这样了？我怎么知道？我们几人喝了酒都没问题，他喝了就有问题了，关我何事儿？你不好好交代，别怪母亲不客气，让人去报官。哥，让他报官便是。人在做，天在看。我二哥光明磊落，不像旁人一样阴沟里的老鼠。母亲，别生气，你腹中还有我们沈家的嫡子，一个杀了祖父，一个杀了自己亲生父亲，真是灾星了。没想到二哥如今和他们姐妹俩待久了，也起了害人之心，竟然使了这样阿杂的手段。沈叔，你再说一句试试。从前我把你当亲妹妹，如今你再也不是了。你们既然认为昨日吴公子与我们喝酒被下了毒，便报官吧，官府的人来查，一查就知道。行了，都住嘴的些。老夫人，这位公子的确是中了毒，这毒可解，老夫这就给他开解毒的药。我家中药是受了沈老夫人的意思前来沈府暂住，公子为何要下此毒手？即便你不想你姐姐沈离嫁给他，也不至于用这样的手段啊！沈月还不从实招来，毒是不是你下的？还是说你院子里新来的2个不知名的公子下的毒手？我们没给他下毒。如今老爷已经去了，没人管教你，你便无法无天了。我与老爷尚未和离，名义上还是你的母亲，我有义务管教你。来人，将二公子拖下去，狠狠的打，打到承认为止。都住嘴！可知这公子中的是什么毒？溥仪道：回老夫人，这种毒名为踏雀汁。什么踏雀汁？这不就和平阳侯当年中的毒一样吗？这种毒能让人昏厥、呕吐、腹痛难忍。解毒倒是很简单，吃下解药方可解毒。哎呀，可惜了，这位公子将来再也无法传宗接代了。无法传宗接代？大夫，你说的无法传宗接代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无法传宗接代？这踏雀汁，男子只要中过一次毒，即便是解了毒，但还会有余毒留在体内。中了这种毒，将来虽能行夫妻之事，却无法有自己的子嗣。若是夫人不信，可给这位公子纳几门通房试一试。这踏雀汁的确就是这样的。沈老夫人整个人僵在原地。你说的可是真的啊？中了这毒，将来没办法要子嗣。老夫人，我在沈府这么多年，老夫人还信不过我吗？若是信不过我说的话，可差人出去其他大夫那边打听打听。踏雀汁这种毒后遗症的确是让人无法怀上子嗣，而且解了毒也无用。哎呀，我吴家就这么个独儿啊，为何要这般害我们呀？这种毒当真不是我下的。表姨，我知道表哥如今不能传宗接代，表姨很伤心，可是也不能随便怪罪我哥哥呀。当时我们都有喝酒吃饭，若是酒中真有毒，恐怕我们都会中毒。表姨可否仔细想想，表哥身上可有带什么奇怪的东西？我听说踏雀汁这种毒，官府管制非常严格，旁人是没办法从药店老板手中拿到的，除非这拿药之人是燕京城的勋贵，
有权有势，哥哥如今无权无势，怎会拿到这种毒？为了早点回家捡视频，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电车3电系统都有原厂质保，电池还有100天衰减保障。瓜子最近上架了几千台便宜的个人直卖车，买到就是赚到。买二手车，瓜子有保障。玉儿，你老实说，毒是不是你下的？不然我们没办法给吴家交代。如今你表哥已经无法怀子嗣，你若是不说清楚，休怪母亲对你家法伺候。一旁的沈老夫人一直沉着眸看着林氏，目光瞥向他腹部，带着异样的冰冷。毒不是我下的，要我说多少次？有本事就报官！好啊，二公子行这种恶毒之事还不承认，东乡去报官。溥仪就从床下将一个瓶子捡起来，这个瓶子里面是踏雀汁，将来吴公子中的毒就是这里面出来的。踏雀汁这种毒，若是闻上2个时辰就会中毒。怎么可能？这里面怎么可能是踏雀汁？大夫，你确定这里面是踏雀汁？千真万确。王氏拿着药瓶坐在床榻前，失声痛哭，眼睛有意无意地往林氏身上看去。都是娘不好，是娘对不起你啊！祖母，要不报官吧，让官府的人来查这药瓶出自谁的手。老夫人，还是不要报官的好啊！若是事情闹大，终究是对神府不利啊。这药瓶里装的是催情药，怎么就变成了踏雀汁呢？这个药瓶是从何处来的？怎么会有踏雀汁的毒呢？这毒又怎会在公子房间里？老夫人，这与我无关啊！明明不是踏雀汁，不是踏雀汁，又是什么？难不成这药瓶是你给他的？不是的。哼，祖母，我看有些人想害别人，结果把自己给害了。昨日表哥在我那边喝醉了，说了一些糊涂话。他说娶长姐是为了长姐的嫁妆，只要长姐一走，嫁妆就是他们吴家的了。你说什么？他当真是这样说的？祖母不信，可问妹妹，也可问我院子里面的2个公子。老夫人，钟耀不会说这种话的。我们吴家娶大小姐是真心实意的。如今表哥无法有子嗣，怕是与我阿姐无缘了。若是娶丽儿真是为了她的嫁妆，我们沈家不可能将丽儿嫁给你们。你们若是别有所图，沈家不欢迎。说吧，这瓶药是不是你给她的？老夫人，我真的不是我。收起你那点心思，别以为我不知道，当我老糊涂了。沈老夫人，这几日在府上多有叨扰，如今钟耀身子不适，我明日就带着他离开沈家。这期间，我会按大夫说的，给他找几个同房试试。若是能怀上子嗣，那再好不过。若是……大夫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沈老夫人面色不似很好。若是这吴中药中的毒和平阳侯一样，就证明林氏腹中乃至沈叔都不是沈家的血脉。可他还是有些不太相信。罢了，既然毒已经解了，都散了吧。沈老夫人知道真相，不会立马质问林氏，会找人确定这踏雀汁的后遗症。若是都属实，这林氏腹中胎儿便会被他不知不觉地流掉。至于沈叔，他自然也不饶恕。夫人，我给王氏准备的却是催情，并不知道是踏雀汁啊！这瓶中的药定然是被人换了，还请夫人明鉴，东乡不会无缘无故的背叛您的。若非中途出了纰漏，这大丫头早就是吴家的人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办砸了，你让我怎么原谅你？如今钟耀再也不能生育了，这王氏还以为是我要害了他儿子。夫人责罚我便是，这踏雀汁那么重要的毒，我一个奴婢怎么可能拿得到啊？这件事太过邪门了。欺负前一日吴公子就喝得烂醉，定是被人算计了呀。难不成又是揽月院那个小贱蹄子？我的事情做得如此隐秘，他怎么会知道？你先起来，这件事已经过去，我便不追查你。若是下次，我定不会轻饶。是夫人，夫人，你别动怒，别动了胎气。你腹中可是沈家嫡子啊！沈老夫人尤为看重，今日晌午还安排人送来许多补品过来。哼，想来这老夫人也知道我腹中胎儿对沈家的重要性。哼，到时候只要我安安心心的生下腹中的孩子，定然让他承袭爵位。平阳侯死了，沈老夫人应该也知道我对沈家的重要性。四爷，有一位自称太子的门前客来，说是愿意为四爷出谋划策，
太子的门客为本王出谋划策，让他进来。是，四爷。小的尉迟参见瑞王殿下。尉迟在哪里任职啊？回瑞王殿下，目前在刑部任职，是一个芝麻小官。你既是太子门客，又怎么想着给本王出谋划策？哼，实属让本王生疑呀。瑞王殿下英明神武，又是燕的战神，功勋卓越，曾经也护了不少的百姓。论功勋有功勋，论战绩也有战绩。小的对殿下多有敬佩，自然愿意为瑞王殿下卖力。这太子之位本来该是瑞王殿下的，如今怎能便宜了那位啊？小的愿意为瑞王殿下出谋划策，若是能得瑞王殿下满意，还请瑞王殿下将来照拂小的一二。为本王出谋划策啊，来说说你该如何为本王出谋划策？殿下若是想扳倒太子，只需从未来太子妃沈福身上着手即可。未来太子妃沈福，未来太子妃沈福，从她身上入手，你倒是说说如何入手啊？这沈家二小姐沈福，其舅父是司马大将军，太子若是娶了她，如虎添翼。这沈家与瑞王殿下有旧仇，何不设法让沈福失了清白，这样就可以让她嫁给别人。不过小的觉得，设计让这沈福嫁给一个没权没势、毫无背景或者庶子，再好不过。哦，是吗？让沈家嫡女下嫁给低门庶子，没想到你倒是会出主意啊！殿下有所不知，如今平阳侯已故，沈家势单力薄，若是设计让沈福下嫁给庶子，其一，将来司马大将军江玄会毫无靠山，这样也不会威胁到殿下。若是将来设计夺了司马大将军的兵权，再好不过。这其二嘛，便是让太子将来也彻底失去司马大将军的支持，一箭双雕。这其三呢，也算是报了殿下和平阳侯的旧仇。好，好，实在是好，没想到你想的真是周全，果然是个难得的人才。来，你与本王说说，你要怎样设计让沈福嫁给旁人？回殿下，小的听说今日沈家小姐也来了公主府宴，只要待会儿让人将她打晕，拖到公主府西院房间里，再设计让陌生男人进去，就可让她失了清白名声。到时候人多口杂，她不嫁也得嫁。殿下觉得小的意下如何？这样可不妥，不够完美。你过来，本王告诉你具体要怎样做才不会出纰漏。四爷，小的悉听尊便，也希望四爷将来能照拂一二。自然是让你去死。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时，锋利的匕首瞬间捅破他的胸膛。四爷，你倒是有本事啊，敢动他？四爷，查一下谁派来的，顺便把尸体拖出去处理了。朝阳公主府的前堂，母后，儿臣还有些要事，便先下去了。什么要事？急得了一时？戏曲听多了，儿臣也腻，出去走走总该是好的。祖母，正值盛夏，公主府的荷花开得正盛，孙女戏曲也听了，茶也喝了，想去赏赏荷花。去吧。是，祖母，那您和姐姐们在这里慢慢品茶。福儿，朝阳公主府的荷花开得这般茂盛，不带你姐姐出去看一下吗？祖母，荷花有什么好看的？戏才好看。公主，皇后娘娘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沈家三小姐不知怎么的进了四爷的房间，如今四爷大怒，让沈家的人都过去一趟。什么？这好端端的，这三丫头怎么会去瑞王的房间？是否有什么误会啊？祖母，我们过去看看吧，别惹怒了四爷。母后，我们也去看看。皇兄这次来宴席是我请来的，如今这沈家三小姐故意以赏荷的借口离开，莫不是与瑞王私会？祖母，我们也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吧。好歹我与这沈家三小姐还有婚约在身，恐怕到时候又得惹得燕京城的人议论。走吧，我们也去看看。沈老夫人看到沈叔穿成歌姬的模样时，顿时瞪大了眼睛。沈叔，你为何穿成这般模样啊？祖母救我！丢人现眼的东西，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怎会来了瑞王房间，还穿着……哎呀！祖母，孙女走错了，孙女不知为何在这里。回去，我好好跟你算账。瑞王殿下，三丫头不懂事，叨扰了瑞王殿下。沈老夫人，好生下去找个嬷嬷给沈家三小姐验一验，
是否清白之身？瑞王殿下这是何意？舒儿进来，莫不是殿下与他？这样的女人，本王可不敢碰。沈三小姐进了本王的房间，就跪在地上，往本王胯下钻。若非本王反应及时，恐怕本王的裤子都要被她给拔了。老身问你，瑞王所说是不是真的？祖母，瑞王说的并不属实，孙女没有。哦，沈三小姐怕是忘了，你往本王胯下钻时，嘴里还喊了一句“太子哥哥”。这太子不是沈福的未婚夫吗？怎么会和沈叔？想来这三小姐进本王房间，没看清本王的样子，误把本王当成了太子啊！说，到底怎么回事？不是去赏荷花吗？怎会来这里啊？他与太子私会的信，明明一指这间房间，怎会弄错了？祖母，我也不知道。孙女。哎呀，你要气死我是不是啊？啊！你要丢尽沈家的脸吗？你穿成这样，进男子的房间，嘿，将三小姐先拖回府。这终归关系到沈家女眷们的名声，沈老夫人自然希望这件事越早结束越好。今日是府上三丫头打扰了瑞王，老身这就给瑞王赔不是。沈老夫人这般赔罪，怕是要折本王的寿啊！今日本王也没有损失些什么，只是脏了本王的手而已。至于这沈家三小姐，沈老夫人还得让人好生管教啊。若是下次抱错了人，钻错了胯，可不好啊。瑞王说的是，我下去定好生管教。如今瑞王既然在休息，老身便不打扰了。门外，皇后娘娘和昭阳公主，乃至张老夫人和张怀安都在外面等着。老夫人，我家锦儿洁身自好，怎么可能和三小姐有染呢？莫要听了不该听的。福儿，锦儿对你真心实意，不会与你妹妹纠缠不清，怕是有什么误会。娘娘说的是，今日本是宴喜之日，没曾想打扰了各位看戏，老身这里给公主和娘娘赔不是了。老夫人言重了，如今戏看完了，女眷们早就散了，只是今日请了四哥过来，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如今四哥既然说不追究，你便不必赔礼。谢公主。殿下出事了。出了何事？沈三小姐不知怎么的去了瑞王的房间里。你说什么？她去瑞王的房间？是，而且瑞王大怒，将她直接踹出了房间，还叫沈老夫人过去。沈姑娘也去了，还皇后和昭阳公主都在场，而且还供出了殿下您。那个蠢货，好端端怎会去瑞王房间？昨夜我让你传信到沈家，不是告诉他孤在南苑吗？这就不知道了。如今沈叔呢？好像被沈老夫人让人带回沈府。殿下，如今你与三小姐的关系暴露，若是你今日前去沈家，沈二小姐的事情闹到陛下面前，若是要求取消婚约，如今殿下只能咬死不承认，这是皇后娘娘的意思。沈叔这个蠢货，如今只能自作自受了。舒儿，你给母亲解释解释，为何穿成这样？母亲，说错了，你求求祖母，让她放了舒儿。你们过去将三小姐拖下去，验验身子，若是非清白之身，明日起来同老身一起将她进猪笼。老夫人，舒儿怎么可能非清白之身呢？她与永昌侯府还有婚约在身，断不可能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来啊！母亲，祖母，我不想进猪笼，祖母饶命啊！还不将她拖下去验身子？今日闹出这么多事情来，我沈家如何和永昌侯府交代呀？没多会儿，一个嬷嬷面色难堪的走进来，她俯身在沈老夫人耳旁说了些什么。先把三小姐关进柴房里，明日与老身一同去进猪笼。老夫人，舒儿定是被人所害，所以失了清白，您看在儿媳怀有身孕的份上，饶了舒儿吧。你放心，明日让她进猪笼2个时辰，是死是活全靠她自己。去准备纸笔，给永昌侯府送信去。我们沈府自愿与永昌侯府解除婚约。老夫人，你说取消婚约，这怎么能成呢？这段婚约是老爷在的时候定下的，怎么能说取消就取消呢？更何况这永昌侯府并不知今日之事，完全可以瞒过去啊！真是不要脸！沈叔的身子都毁了，难不成还能嫁张怀安呐？你怎知张家不知此事？瞒天过海，这种不知羞耻的话，你都说得出来？还是说你也如此？老夫人，老爷走了，您就这样怀疑儿媳吗？儿媳命苦，腹中的胎儿刚2个月，老爷就走了，如今舒儿的婚约又没了，这让我在沈家怎么过呀？祖母，我不进猪笼，祖母饶命啊！祖母。
舒儿。长老夫人，这么晚了，让你跑一趟，今夜前来就是有一事与老夫人相商啊。如今呢，安儿刚入世不过几年，还未站稳脚跟，今年又值安儿的本命年，没办法和三小姐成婚。安儿说不想耽搁三小姐的终身幸福，索性将这张沈两家婚约取消，也算是给两个孩子一个交代啊。退了也好，张世子一表人才，终归是我们舒儿配不上。沈老夫人抬举了，是我配不上沈三小姐。我相信沈三小姐今后定能觅个如意郎君。沈老夫人和张老夫人闲聊片刻后，张怀安便扶着张老夫人出了沈府。祖母，今日得亏去了公主府，如今孙儿既然与沈三小姐婚约已退，就可以娶梨儿了。你想娶沈离，还得经过你父亲母亲，你可想好了如何说服他们？自然是想到了，我相信到时候我爹和母亲定会主动上门替我求娶沈离。老身不知道你能想出什么法子，让你爹和你母亲主动上门提亲的。我呀，静观其变。沈离如今身子弱，上次听说去了牢狱，被施了酷刑。你当真想好要娶她？就要娶她。四爷，躲什么？我没躲。四爷，我去点蜡烛，房间太黑了。沈福还没来得及反应，顿时感觉一只大掌摁住他。沈福，这样好玩吗？四爷，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那你为何不敢看我？四爷，对不起。沈福，我在你心里算什么？你我有了婚书，你也上了我皇家族谱，我们早就有了肌肤之亲，与夫妻无异。可你呢？你今日做了什么？你心里可有我？四爷，自是有的。那你知不知道，我今日差点被别的女人碰了，你都毫不在乎吗？四爷，我喜欢你，今日是我的不对，是我算计了你。可我也知四爷不近女色，我让云兰引开傅颖，设计让沈叔去四爷的房间，便是知道四爷的脾性，想让四爷助我一臂之力，让张怀安和沈叔解除婚约。四爷，你其实什么都知道，这还愿意配合我？你说的对，我们有婚书，我还上了你的族谱，是你慕容氏的人，也与你有了肌肤之亲，与普通夫妻无异。夫妻之间自是心意相通的，我与四爷心意相通。沈福，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很生气，你现在又来这般温柔的讨好拿捏我，你现在知道怎样拿捏我了？四爷，我发誓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算计您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对天发誓。若再有下次，绝不轻饶。你我至今未有一个定情信物，这是给你挑的。四爷前日说今日想给我的是这个，不然呢？你一只女人，诡计多端，若是再敢耍我，可不是你三言两语一个吻就能将我哄住的。四爷，不敢耍您了，我待会儿就送你回家。今日沈老夫人要将沈叔进猪笼，恐怕没那么容易。我们沈家的事，岂容一个外人三番两次的来插手？怎么，老身教训不听话的晚辈，也要经你的凌驾同意呀？沈老夫人，这沈叔是我的外孙女儿，她的生死我自然要管。今日，老身就将话撂这里，要么让她进猪笼，要么就滚出我们沈家，从我们沈家族谱出去。不过沈叔现在姓沈，他在沈府一日，我这个做祖母的就有权管他。若是国公府偏要闹，大不了大家就鱼死网破，闹到陛下面前再好不过。你当真要如此吗？她是你的孙女儿，一个外人来别人府宅插手别人的家事，若是圣上知道了，也不知国公夫人要被定个什么罪呀。沈叔虽是你外孙女儿，却也设计勾引瑞王，到时候太上皇怪罪下来，他可担得起勾引皇子的罪名？这样的女子实在有辱我们沈家门风，将来这燕京城谁敢娶她呀？若是不进猪笼，岂不都说我沈家毫无礼法家教而言？沈老夫人说我管你沈家家事，这沈叔好歹也是我的外孙女，她那般怕瑞王，怎么可能在瑞王房间？定是有人陷害。有没有陷害她，她自己心里清楚。难不成她穿成歌妓模样，也是别人骗她穿上的？我们沈家处置女眷，国公夫人还是莫要插手的好，闹到圣上面前，大家都讨不了好。老夫人，舒儿好歹也是你的亲孙女，就算是失了清白，
也没有必要将她赶尽杀绝啊。如今我腹中有老爷的孩子，若是孩子生下来，发现自己的亲姐姐被自己的祖母这般对待，又会如何看待你呢？三丫头意图勾引皇子，老身若是不责罚他，难不成等着圣上下旨责罚他，你才满意？渊儿走了，沈家便是旁人说了算了。今日老身就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沈家到底是谁说了算。把三丫头拖出来。赵氏整个人气得僵在原地，终是气不过，满脸怒意地离开了沈家。管家，将府中女眷召集起来，我要让他们看看与人不媒而合的下场是什么。是，老夫人。大夫人怀有身孕，将她扶到内院去，好生养着。老夫人，你不能这样对舒儿啊！老夫人，我求你了，你难道真的这么狠心，要将舒儿擒猪楼吗？求你了，老夫人。祖母，你不可以这样对孙女。我与太子哥哥是真心相爱的，将来是太子府的人，你不能将我擒猪楼啊，祖母！与自己未来姐夫有染，我沈家也不能容忍。你说你与太子真心相爱，他为何没来为你求情啊？要么你就正大光明地嫁入东宫，可你与永昌侯府有婚约在先，便私下与人苟同，违背信言，污我沈家名声。来人，将三小姐灌水笼里。祖母，求你大发慈悲，我错了，祖母。扔下去，是生是死，全靠他自己。你在这里守着，别让人靠近。是，老夫人。他没想到祖母当真将沈叔进了猪笼，可他的印象中沈叔是会游泳的，所以今日他能不能活下来是个未知数。阿简，我们也回去吧。好。沈叔在水里泡了2个时辰，他在水里竭力仰着身子，让自己能呼吸，最后精疲力尽的被人从池塘捞出来。想来三小姐怕人知道，便让人一直将她这块胎记隐藏至今。管他有无胎记，要让她赶紧嫁出去，别脏了我们沈府。她在沈府做了这么多年的侯府嫡小姐，也算做够了。老夫人，那你可想好让三小姐嫁给谁？让她嫁到乡下去吧，明日派人将她送乡下去。嫁乡下？老夫人，就怕林氏和国公府那边出手。当日在朝阳公主府，瑞王口中的意思似乎三小姐与太子有染，若是太子再参入其中，恐怕……染指自己未来姐夫，这样的事情也只有他才做得出来。如今张家也退了婚，要么让她嫁乡下去，要么便滚出我们沈家。这几日你安排人暗中保护2位公子和小姐，这些日子送些好的东西去2位小姐院子中，让他们养养身子。是，老夫人。陛下日理万机，如今好不容易来臣妾这里一趟，臣妾这里刚好来了一些上好的雪云龙茶，陛下何不尝尝？皇后今日让朕来，莫不是有什么要事与朕相商？臣妾什么都瞒不住陛下。今日臣妾让陛下来，却有一事事关彻儿的婚事。彻儿如今籍贯了，府中也未有个通房侍妾，连王妃都没有一个。军中更是传言，这瑞王啊，博近女色，很有可能是个断袖。这孩子野心这般大，怎么可能是断袖？臣妾也以为这彻儿真如军中所传，谁知前日在朝阳的宴席上，这沈家三小姐去了他的房间。陛下，难不成这彻儿与沈三小姐之间有什么纠葛吗？这沈家三小姐沈叔虽与张家有婚约，可臣妾听说前日李涯也退了婚。沈叔生的貌美，又是燕京的4大才女之一，倒是和彻儿相配。彻儿因去离国为质子时记恨着平阳侯，如今平阳侯已经去了，这彻儿和沈家的关系也该缓和了。臣妾的意思是，如若不成就将沈家三小姐沈叔赐婚给彻儿。朕怎么听说这沈叔进了彻儿房间，被他一脚踹出门了？皇后当真想让彻儿娶了沈叔，还是别有所图？陛下，臣妾能有什么所图啊？臣妾不过是希望彻儿能过得好，也能早些娶妻生子而已啊。你先起来，朕没有别的意思。彻儿野性难驯，这世间恐怕没有一个女子能驯服得了他。你现在去把瑞王叫到书房来，我倒是想问问他，喜欢怎样的姑娘？是，陛下。不知父皇找儿臣来又有何事啊？你也老大不小了，可有心仪的姑娘？喜欢什么样的姑娘？说给朕听听。儿臣自然喜欢美人。喜欢美人？朕听闻当日在朝阳府上，这沈三小姐去了你房间，
莫不是你与她？这沈三小姐温柔贤淑，说起来也是一个美人，与你甚是相配。你籍贯多年，府中无个通房妾室，也无王妃。如若不成，朕将这沈三小姐赐给你。原来这便是父皇真正的目的呀！若是父皇要赐婚，儿臣倒是无所谓。只是这沈叔进了我瑞王府1个月内疯了、傻了、缺胳膊少腿的，死了、烂了，那就别怪儿臣了。逆子！父皇若是没什么事，儿臣先走了。哦，忘了给父皇说，在朝阳公主府，这沈家3小姐误把儿臣当成太子，一进房间就往儿臣胯下钻，口中还喊着太子的名字。父皇若是将她赐婚给儿臣，岂不是棒打一对苦命的鸳鸯？慕容彻说完，转身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书房。陛下，这瑞王说的不当真，静儿已经和沈2小姐有婚约，怎么可能与沈家3小姐有染呢？难不成这彻儿说的有假？这沈叔若当真和彻儿纠缠，怎会无缘无故踹出房间？皇后，难不成连你也要欺瞒朕？陛下，臣妾并非要欺瞒陛下呀。有没有欺瞒？朕将人召集来问问便知。来人，将太子和沈叔都传进宫来。朕倒是想问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是，陛下。陛下，静儿如今正值少年，不懂情事，若是被一些女子哄骗，也是常理之中的事情。静儿定是被人蛊惑了呀。哼，朕倒是忘了，这沈叔之前和张家有婚约。当日景儿在长秋宫与他私会的女子，莫不是就是沈叔？皇后，你还要欺瞒朕多久？还是说你早就知道他们在各自有婚约的情况下有了奸情？陛下，你冤枉啊！臣妾并不知道。静儿年纪小，定是被那沈叔蛊惑了。那女子蛊惑了静儿，要去勾引彻儿，居心不良啊！等他们2人来了，朕定问清楚。四爷，四爷今日没去军营里吗？怎么突然来了我这里？怎么不欢迎我呀？四爷，难不成真有什么事？今日父皇宣我进宫，想将沈叔赐给我，我拒绝了。不过也将太子和沈叔有染的事情告诉了父皇。若是猜得不错，现在皇宫的御书房内戏很精彩。沈父，我要你进宫退婚。我可不像那个男人占了你一纸婚约，我想让旁人知道你是我瑞王府的人。四爷，我可以进宫退婚，可你我的关系能不能先别暴露？怎么，我真是你见不得人的奸夫？四爷与太子针锋相对多年，若是你我关系暴露，恐怕我的计划会被打乱，这是其一。其二，我不想自己终有一日被人拿来拿捏四爷。我曾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怀了身孕，被太子娶入东宫，看着那个孩子惨死。你的梦？所以四爷，若是你想我好好的，就暂时不要让旁人知晓我们的关系，尤其是太子和皇后。你怕我护不住你，护不住你将来的孩子？沈父，你怕什么？我不怕四爷护不住我，只是不想自己成为四爷的累赘，亦不想因为我让四爷处于危难之中。你这般懂事，我怎能忍心不知你周全？即使你的要求我答应便是，我可以不以瑞王的身份来娶你。小姐，小姐，四爷，我要进宫退婚了。军中有些药物，我也要先回去处理。沈福，大不了将他们全都杀了，一滴血都不剩。四爷，我可不想因为我让四爷背上弑杀自己弟弟的罪名，将来要被万民唾弃，还会写入史册，成为永远丢不了的烙印，子孙后代都会被骂的。我知道，行了，我走了。你进宫去退婚，我等你消息。陛下，臣女与景哥哥是真心相爱，还望陛下成全。景哥哥虽与姐姐有婚约，可臣女不会耽搁他的婚事，甘愿入东宫做个妾室，为景哥哥生儿育女。朕怎么听说你之前与张家公子张怀安有婚约？你既与他有婚约，怎会又和景儿牵扯上了？回陛下，与张家公子有婚约的是臣女姐姐沈丽。臣女与太子哥哥真心相爱，可臣女母亲偏要让臣女嫁给张公子，所以才求了那婚事。陛下，臣女甘愿入东宫，为景哥哥妾室，和姐姐共侍一夫。当日在长秋宫与你私会的女子是不是她？说！父皇，父皇，儿臣不敢欺瞒父皇。陛下，景儿如今籍贯多年，有个通房侍妾也是正常，将来也好给陛下生下皇子皇孙呢。
你养的好儿子，他若好好的说，朕不会怪他。可他满口谎话。只问你，当日在长秋宫与你私会的女子是不是他？是，父皇，当时人多，儿臣便随便说是宫女，也是为了皇家颜面。父皇当时刚赐了婚，在场那么多人，若是儿臣说的就是打父皇的脸，儿臣都是为了皇家清誉着想。儿臣与舒儿情投意合，愿意纳舒儿为侧妃，还请父皇成全。你不是说钟情于沈家二小姐吗？让朕为你赐婚，现在又与朕说你与沈家三小姐情投意合。回父皇，那几日我见沈家二小姐沈福进宫给母后看诊，为人端庄秀丽，适合做太子妃，便让母后与父皇说，将这样的女子赐婚给儿臣，为儿臣正妃。你可真是贪心，安排人去接沈家二小姐了吗？回陛下，安排了，应该快到皇宫了。太子，你想两个都娶？是父皇。你想两个都娶，朕偏不如你愿，朕还得问问这沈福愿不愿意。若是他不愿意，你休想纳人进太子府。臣女沈福参见陛下，参见皇后娘娘。沈福，你起来吧。谢陛下。想来太子与你妹妹之事，你也知晓。回陛下，方才进宫时问了公公一句，大致知道了。那朕问你，可否让你妹妹沈淑一同进入东宫为侧妃？回陛下，自然愿意。只是什么？回陛下，陛下有所不知，我这三妹妹自幼爱慕太子，一心想当太子妃。臣女手上有2封信，是府中打扫院子的丫鬟在沈府捡到的，陛下不如看看。这2封信，一封是关于太子和沈淑约到醉江楼的事情，信中言语污浊和露骨；另外一封信，大致是太子为了安慰沈淑所写。信中的大致意思是，娶沈福只是暂时的，以后会将沈淑纳入东宫，也会想方设法将沈淑扶正之类的话语。父皇，这绝非儿臣的信。沈福，朕如今想听听你的想法。陛下，臣女自然愿意三妹妹进东宫，只是前些日子沈府王妈妈给三妹妹验过身子，大致推出三妹妹服侍太子已有2年之久，只是这么久以来她尚未怀上子嗣，也不知将来能否为太子殿下生下一儿半女。2年之久，所以你在与张怀安有婚约之时，很早就与太子有染。太子，父皇，这是真的。儿臣不敢欺瞒父皇。是。好啊，好得很。那你知不知道他与张家早有婚约？你们这算什么？你作为一国太子，连大燕的礼义廉耻都不顾了吗？父皇，儿臣一时糊涂。陛下，既然太子殿下钟情于三妹妹，要将三妹妹纳为侧妃，还在信中扬言将来想方设法都要将她扶正，臣女自然不会夺人姻缘。臣女已有心仪之人，还请陛下下旨取消我与太子殿下的婚约。陛下，不可！父皇，儿臣愿意娶沈二小姐为妻，这取消婚约之事，还请父皇三思。这婚约是你们2人亲自毁的，怪不得沈二小姐。你这封信中写的如此直白，景儿啊，人在做天在看，自己造的孽怪不得谁。既然如此，你旨。沈福跪到一旁，看到仁德帝将玉玺盖到退婚的圣旨上，面上才露出笑容。谢陛下。沈福，既然退婚圣旨已经拿到，你先回去吧。是，陛下。那臣女先行告退。方才沈二小姐说，沈三小姐服侍太子已有2年之久，亦没有怀上子嗣，恐身体有恙。既然怀不上子嗣，进东宫也是无用。皇室从来不会要一个怀不上子嗣的女子。况且你与景儿今日还这般上不得台面，丢我皇家之脸。沈三小姐应该知道朕的意思，朕不允许你进东宫。你要么就怀上子嗣进东宫为妾，要么就只能做个上不得台面的外室。至于景儿，将来朕会给她好好挑选太子妃。是，陛下。母后，那我们现在该如何？婚退了，沈福还有心仪之人，儿臣没有想过他会有心仪之人，儿臣还以为他心仪的是儿臣呢。你现在就和沈叔断干净。如今沈家这桩婚事没有了，便只能另寻出路，大不了娶丞相之女。东宫地下牢狱里的东西，或许会有一点用，或者不信。到时候江玄不会听命于我们。沈福说他有心仪之人，本宫倒是很想知道，他心仪的人是何人。你让人下去打听，这沈福可与别的男子有来往，若是有，看看这男子是谁。是，母后。秋翠道，一品全家福，给夫人盛点过去。这些食材都是些养胎的，
让他好好休息，可别累着他。是，老夫人。三丫头吃完饭便收拾东西，跟王妈妈一起上马车回乡下去养些日子。祖母，我不想回乡下去，十儿就想在燕京城，更何况我和太子哥哥。你如今还嫌自己不够丢沈家的脸呢？你若不想去乡下，便离开沈家，我们沈家容不下你这样的姑娘。你若是愿意去做太子殿外侍，我也不反对，但是从此以后你改名别姓沈，我们沈家族谱也会将你除名。他如今名声没了，又要被祖母赶出府，陛下又不让他进东宫，他无处可去。他与太子一起，也只能做个太子的外室。可是即便是太子的外室，也总好去乡下嫁个陌生男人，过着卑微贫苦的生活好。只要能留在燕京城，他便有机会成为太子侧妃乃至太子妃。祖母，我不想回乡下，我外祖父是国公爷，当今陛下也要仰仗几分。祖母当真是这么狠心要送我去乡下？我不想去。不想去，你就吃完饭收拾东西离开沈家吧。你做的这些事情，若是你父亲还在，指不定腿都给你打断。我们沈家丢不起这个人，你从此以后便不能姓沈，你也别打着沈家的名义在外面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众人吃饱喝足后各自散去。等我母亲生下弟弟，我看你还怎么掌家。小姐，我们离开沈家要去哪里啊？恐怕离开沈家，小姐就再也不是燕京城的世家贵女了。不是贵女就不是贵女，那又如何？总比去乡下嫁给一个陌生男人好。到时候我照样是尊贵的太子妃，那些世家贵女见了我还不是会给我行礼？至于沈福，等着瞧吧。你先收拾东西，我们到时候先去醉江月。是，三小姐。从此以后，我不姓沈，我姓林，我叫林淑。沈家不稀罕我，总有一日我会让他们一个个都跪下来求我。三妹妹，我不去找你，你倒是自己找来了。沈福，我都是拜你所赐，你如今高兴了吧？沈叔，我今日前来只是想给你说一句，当日在圣上面前我是无心之过，我并不知你与太子私下早就在一起了。若是知道，我定成全你们二人。你如今脸上有一块胎记，我想太子殿下并未知晓吧？你是怎么知道的？也是，你当日处于昏迷状态，当日沈家家丁仆人都知道的。这怎么可能？我明明……沈叔妹妹，若是太子知道你这块紫色胎记，你猜会如何呢？不过呢，我倒是想给你出个主意，让你顺利进东宫。你会给我出主意？沈福，你莫不是又在算计些什么吗？你肯定要算计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若是不想进东宫，就当我没说。不过太子已经及官多年，东宫尚未有正妃。若是我猜的没错，用不了多久，陛下和皇后定然会重新给他选个高门嫡女。这些高门嫡女一般都会是家世显赫的世家贵女，好助太子一臂之力。到时候你与他又算什么？你照样会被正妃踩在脚底下。你脸上的胎记若是暴露，太子也会厌恶你，弃你，你又该何去何从呢？所以呢，你想出什么主意？自然是母凭子贵。其实你只要怀上太子骨肉，陛下难不成不让你进东宫？这或许是你唯一的方法。你会这么好心？你肯定又想算计我。唉，我呢，只是好心给你出个主意而已。如今主意说完了，我也该走了。三妹妹，你的未来或许就在你未来腹中孩子的身上。沈福说完，转身就离开房间。看着沈福离开的背影，沈叔整个人僵在原地。沈福怎会好心给他出主意，而且还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陛下也曾说，要么让他怀子嗣，要么就只能一辈子做个见不得光的外室。沈叔收拾好行李，就前往林氏所在的华庭院里，想要见林氏最后一面。母亲，你怎能这般看我？当日从朝阳公主府回来，东乡与我说你闯进瑞王房间，将瑞王当成太子，被瑞王踹出房门时，母亲还不信，以为是慕容彻故意这样说来毁你名声的。没想到你当真和太子有染，还那般下贱，要去太子府做个侧妃。淑儿，你知不知道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沈家国公府的脸也被你丢尽了。母亲，可我是真心喜欢。你与太子这般荒唐，你可知道后果？张家前来退婚，沈父和太子的婚也退了，你的名声也烂透到了整个燕京城，陛下也不准你再进东宫了。你们二人这般，讨得了什么好？你是平阳侯的嫡女，如今要被赶出沈家，做个太子养的外室，与太子再怎么样，也不应该失了清白，也不应该胆子那么大，在公主府穿成歌姬的模样前去与太子苟合，还走错房间。母亲，淑儿也是一时糊涂，你原谅淑儿吧。
如今祖母要将我赶出沈家，将来女儿怎么办？这些够你在燕京买个宅院了，自己爱怎么过怎么过。你是生是死，看你自己。母亲，只要弟弟出生了，到时候沈家还不是母亲说了算？沈风和沈玉算什么？到时候母亲掌家，我照样能回来，我还是沈家嫡女。哼，你以为有你想的那么容易？母亲自己知道，你好自为之吧。总有一天，我会以太子妃的身份光明正大的回来。老不死了，等我母亲掌家，我也能光明正大的回沈家。太子，你来干什么？这是我闺房。沈福，你不是说喜欢我吗？怎会在父皇面前说你有心仪的男子？姑倒是想知道，你心仪的人是谁？说，你心仪的人是谁？太子殿下，因为已经解除婚约，你还想做什么？我什么时候说喜欢你了？我心仪谁，与你有什么关系？你私闯女子闺房，有失礼仪，到时候陛下知道，定然定你的罪。说，当日在朝阳公主府，是不是你设计的？我与沈叔的戏，你又是怎么知道的？你还知道什么？太子殿下，何不想想你与瑞王相比，你哪里比得过瑞王？也是，我要是沈叔，我自然会去勾搭瑞王。至于你，所以谁能保证沈叔是不是故意去勾搭瑞王的？你以为他一心一意为你，瑞王不比你有吸引力，你哪来的自信？连你也这样认为？我比不上慕容彻。沈福，你心仪的人是不是他？与你有什么关系？你的宝贝沈叔主动勾搭瑞王，你应该去质问他，不应该来问我。哼，他就是要让太子怀疑沈叔。既然如此，今日我先要了你，你即便有心仪的人，也得进我太子府。恶心，你真脏！小姐，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先去长姐的院子，你赶紧去叫管家来，就说府上出现了刺客，让人抓刺客。抓刺客，快抓刺客！殿下，你我再不走，恐怕明日陛下知道了，定有责罚殿下。沈福，等着。老夫人，应该是时候了。渊儿的仇，今日终究是报了；离儿的清白，今日也给他洗净。夫人，快去传府医！快！小姐，林氏中毒了，和老爷死前的症状一模一样，都是大口大口的吐血，好多血呀！他没想到沈老夫人这么快就出手了。云兰，与东乡私会的野男人，你现在出去将人带来，顺便将他买过的穿肠散、药铺的几个老板，趁势也带去官府。今日势必要洗清阿姐的赃污。是，小姐，奴婢这就去办。老夫人，大夫人出事了！老夫人，大夫人好似中毒了，和老爷死前的状况一模一样啊！走，我们过去看看。老夫人，看如今情况，夫人中毒了，和老爷中的毒一模一样，都是穿肠散。夫人腹中胎儿已经没了。不可能，是谁要下毒害我？怎么可能是穿肠散？这毒可解。老夫人若是能解，老爷也不至于。夫人今日只能等死了。到底是谁用这毒物祸了我们整个沈府？昨日这汤在你手里，可有离过手？没有，全程都是我一人端给夫人，我也给夫人喝的。老夫人，我没有，毒不是我下的呀！哼，来人，去报官，将这贱婢先抓起来。你既说这汤药是你端过来的，中途也未离手，除了你，还有谁会下毒啊？老夫人，我对夫人忠心耿耿，怎会下毒害她呢？真凶另有其人呢。东乡不会害我，他跟了我多年，为什么？老夫人，是你要毒害我？我们沈家绝不能要不干净的血脉。你真当老身老糊涂了啊？你早就知道了。哼，林氏，你让人毒害渊儿，又害起个孩子，如今你也该去了。老身今日就问一句，当年老侯爷的死是否与你有关？沈老夫人，你才是沈家最厉害的人。你害了我们沈家，本就该下地狱。来我沈家10几年，你杀了自己的丈夫，也杀了老身的丈夫，还害了梨儿、福儿，还害了风儿、玉儿，企图毁我沈家。给你喂穿肠散，已经是老身最大的宽容了。你就安安心心下地狱去赎罪吧。张大人，拜见张大人，一定要查出真凶，
为我死去的儿媳和孙子报仇啊！沈老夫人，节哀呀！沈家发生这种事情，实在是我定查出真正的凶手。有劳张大人了，刚才府医验过了，与渊儿中的是同一种毒，名为穿肠散。昨日夫人的汤药，可都是你盛的，未经他手？回大人，是奴婢盛的汤无疑，可是我断不会害夫人呢。好啊，东乡，说，当初侯爷是不是你下毒所害，嫁祸给离儿？老夫人冤枉啊！冤枉，大人。民女对父亲之死也早就存有疑惑，早在2个月前，民女就让人打听穿肠散这毒的来源。民女的丫鬟发现东乡私下与一人有所来往，此人在燕京城4家药铺里以解蛇毒为由，都买过少量的穿肠散。可是不巧，这人正是东乡的情人。我的丫鬟已经将这人抓来。若是这东乡真的害死侯爷，我燕京府衙定亲自澄清，还你姐姐沈离清白。谢张大人。仵作验完尸，确定林氏是中了穿肠散的毒后，张大人让衙役带着东乡还有东乡的情人乃至沈家的一些人前去府衙审问。母亲，舒儿不信你走了，我不信，都是舒儿的错，舒儿不应该离开沈家的。母亲，老夫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母亲怎会无缘无故的去了？你问老身怎么回事，不如问问你外祖母。这东乡是你外祖母安排在你母亲身边的丫头，下毒害了你母亲，也害了我们渊儿。我母亲绝对不可能是东乡杀的，定是有人陷害。神父，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害了我母亲？是你给她下的毒，栽赃给东乡？你这个沈家的灾星！够了！如今你已经不是我们沈家的人，还前来闹什么？若再在灵堂闹一句，滚出去！当初是你抢了你大姐姐的婚事，又勾搭你二姐姐的未婚夫婿，气得你母亲病重。你既然决定离开沈家，不做沈家人，就别在我们沈家闹。若非念及你母亲，你以为你能进我沈家的门？他如今无父无母，不能待在沈家，又不能入东宫，什么都不是。沈父，你等着！你要报仇，就去燕京府衙找东乡报仇，别找错人了。毒是他下的，还有他的情人在燕京各药铺也买过毒药。他害了爹爹，也害了你母亲。要报仇，别找错人，也别赖我身上。月娥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就……你们沈家就这般待我女儿的？她腹中还有沈家未出生的嫡子啊！月娥走了，最伤心难过的不应该是我们沈家吗？我们沈家几个月内便失去了2位主心骨和1个未出世的孩子，我自然比你们任何一位都伤心。说起来，这渊儿和月娥的死，你的责任最大。那东乡狼子野心，与人私通，合谋害死了渊儿，又害死了月娥。东乡可是你亲自挑的人呢。这东乡确是我亲自挑的，没错。可是他向来对月娥言听计从，怎会下毒害他？那他为何又下毒害渊儿呢？他一个丫鬟，难不成是受人指使？沈老夫人这是何意？难不成我还能指使一个丫鬟杀了自己女儿不成？如今就只能等燕京府衙的审判结果。燕京府衙的想了也不作数，如今人已经死了，多说无益，只愿你们沈家给我们国公府一个交代。国公也要我们沈家给你们一个交代。这东乡是出自你们国公府，若是你要闹，老身也奉陪，闹到陛下面前去，看看陛下怎么说。你们国公府识人不清，派一些不三不四的丫鬟来我沈家，害死沈家家主沈渊，还害死当家主母，这笔账又怎么算呢？这2条人命，你们国公府可偿还得起？还是说这东乡是奉了你们国公府的命令前来祸害我沈家？要不我们亲自在陛下面前说说。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叫我们指使？月娥是我的女儿，难不成东乡奉了我的命令来毒杀自己女儿的？东乡终归是你们林府出来的人，有没有指使，我相信燕京府衙的审判结果。这件事儿终究是你们国公府对不起我们沈府。赵氏见情况不对，立马给林国公使了一个眼神。毕竟闹到陛下面前，事情就大了。沈老夫人说的是我们国公府识人不清，害了沈家。东乡那丫头已经被官府抓了，我们也定不轻饶。我在这里给沈家赔罪，若是要闹到陛下面前去，
大家都不讨好。气冲冲的带着林国公就走了。母后，您找儿臣？没事去了，和平阳侯一样死法。哼，真是邪门儿！本宫算了那么久，结果一件事都没成。母后，既然沈家已经无用，便也是弃子，何不如想想宁远侯府和永昌侯府，他们手中也有一支兵。宁远侯本就为你而谋，如今只有这永昌侯府和平阳侯府，还有江玄。本意是让沈叔嫁给永昌侯的嫡子，你倒是好，与他苟合，让永昌侯府退了婚，你与沈家二小姐的婚也退了。永昌侯那人直性子，只听父皇的，想要他将来辅佐儿臣，恐怕也难。大不了让父皇赐婚给他的儿子张惠安，这赐婚的女子是我们的人就行了。至于这平阳侯府，平阳侯虽去了，可袭爵之人还未定下来，想来就在沈峰和沈玉身上。至于这江玄，要么从沈福、沈离身上入手，要么就从东宫牢狱里的东西入手。本宫最近不知怎么的，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你我母子筹谋这么久，一件事也没成。你也老大不小了，是该娶个太子妃。既然沈福那般没眼光，何不如你改日请旨，让你父皇将丞相之女赐婚给你。那丞相之女生的平庸就算了，脾气也非常不好。母后，让儿臣想想吧。静儿，母后希望你能想清楚，将来要走哪条路。今年秋试，定有一些有学识、有渊博的才子进京赶考。若是能在今年秋试的前3甲中挑选几个有前途的青年才俊为你所用，再好不过呀。至于瑞王，你想办法抓住他的软肋。当年前皇后是他的软肋，可惜死了。母后怎么听说这瑞王与一女子纠缠？只是这女子是何人，无人知晓。母后是听谁说瑞王有女人？难不成沈叔当真私下和瑞王勾搭在一起了？不然又怎会好端端去瑞王房间？可是也不对啊，若是真的勾搭在一起，又怎会被慕容彻踹出房间？瑞王和沈福更是不可能。是本宫猜测而已。想要弄垮瑞王，恐怕还需好好筹谋才行。小姐，有人在侧门等你，好像是四爷。四爷，嘘，小声些。四爷，沈家的事，四爷都知道了。想来这太子入京气不过，不过你本就不属于他。父亲在时，时常与我说，四爷与我不合适，说四爷这人我难以掌控。如今看来，四爷的确多样性。所以你听你爹爹的？自然不是，四爷有自己的性子，何必驯服呢？更何况，若是谁都按照旁人心目中的样子活，反而失了自身的魄力。小姑娘挺有见解的。四爷，不如你给我说说你在离国的事。你想听，还是说？何不说说这个小拇指是因何被斩的？怎么突然心疼我了？你既然想知道，告诉你也无妨。我这根手指是因为一个小姑娘，不过那小姑娘后面的结局也不甚很好。我听说她被离国皇后弄瞎双眼，扔去了乱葬岗。四爷是从离国逃出来遇到的小姑娘？不是，那小姑娘是一个嬷嬷偷养在离国皇宫中的。那时候我被离国公主用铃铛迷晕，关笼子里，是她天天来喂我吃食。后来也不知怎么的，离国六皇子发现她的存在，便将她带去皇后面前。离国皇后将养她的嬷嬷施以绞刑，还意图将她也处死。我杀了离国六皇子，带着她一路离开皇宫。没曾想遇到人贩子，那根手指便是那时候斩下的。慕容彻说的风轻云淡，沈福却越听越觉得心口泛疼，仿佛这一切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四爷，那最后呢？你与他……你对这些事情这般感兴趣？四爷说话说一半，吊人胃口。后来就是我手指被斩下，本以为那群人贩子会放了小姑娘，结果并没有，他们将我腿打断，隐姓埋名卖到黑市斗兽场几年。我在斗兽场成为达官贵人们看戏的玩物。至于那小姑娘，听说被离国皇后找回去，让人弄瞎双眼，扔到了乱葬岗，不知是死是活。风彻话落，沈福的手也微微收紧。若是梦中的场景是他亲身经历，那他为何会无缘无故在离国，又为何会被离国皇后记恨？诸多疑惑，或许只有江玄才知道了。不过慕容彻的前半生实在是有些残忍，9岁去离国为质子，在离国皇宫受尽折磨，后来又被卖到黑市斗兽场几年，再后来被找回来。
隐忍蛰伏几年。四爷，那疼吗？当时挺疼的，现在不疼了。沈福垂下眸，又想起那个奇怪的梦，脑海中是少年斩下小拇指时那凄厉的惨叫声。四爷，醒了。男人从袖口中拿出一个玉佩，这个玉佩是我在离国时那小姑娘给我的。沈福，如今物归原主了。四爷，你知道是我？自然知道是你。我听说同心结意为永结同心，我让人编了这并蒂同心结上去，便是愿与你心意相通，永结同心。明明四爷是因为爹爹，所以才去离国成为质子，受尽苦楚，还在离国斩断了手指。瞧你伤心什么？一根手指若是能换一条命，便是值得的。四爷，以后别做傻事了，是我欠你太多，是我们沈家欠你太多了。你现在还也不迟啊。你若是想杀谁，可以与我说，我替你杀。血腥这种东西，小姑娘少沾为好。四爷，我自己来。行，你自己来。不过你如今是我未婚妻，我不想看到你冒险。杀人沾血这种事是男人做的，不该你一个女人来做。你是闺阁小姐，本应在府中娇养着长大。不过既然你想自己来，我也尊重你的选择。前世我们没能在一起，今生用这根红线也算绑了这段姻缘。前世？四爷，没什么。见沈福不说，慕容彻大致能猜到和他的梦有关。四爷，有人跟踪。本王知道。国公爷来都来了，还装神弄鬼什么？瑞王殿下，别来无恙啊！国公爷今日是不打算让本王离开了？瑞王殿下，莫要误会，老夫今日前来，便是想与瑞王殿下做笔交易，并非有意为难。若是老夫说这交易关系到沈家，还有司马大将军，还有沈家二姑娘，不知瑞王愿不愿意做？夫迎，为府。是，四爷。国公爷，你好大的胆子，敢拦殿下的马车！有句话，本王要奉劝国公爷一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瑞王这么多年还是这般心高气傲，果然和你母妃当初的性子一模一样，都是难搞的角色。老夫今日前来，并非有意为难，是真的要与瑞王做笔交易。与本王做交易，燕京城国公爷还是第一人。本王好奇，国公爷拿什么与本王做交易？瑞王殿下与沈家二小姐早就有了私情，若是陛下和太上皇知道，恐怕这沈家二小姐……我与沈福男未婚女未嫁，知道又如何呀？国公爷若是想去父皇面前告发，尽管去，本王不怕。瑞王殿下就没有怀疑过沈家二小姐的身份？若是陛下知道沈家养了个离国人，你猜这江玄还有沈家会被治个什么罪？所以国公爷想用他威胁本王，你倒是说说，想从本王手中拿到什么？瑞王殿下果然是聪明人，都说你不近女色，如今竟然拜倒在沈二小姐的石榴裙下。你放心，若是瑞王愿意放弃关宁铁卫，老夫自然也不会将沈家二小姐的身份泄露半分。沈家二小姐沈福就是沈家嫡女，本王说她是，她就一定是。国公爷还真是不了解本王，想用一个女人威胁到本王，你似乎弄错了。本王最讨厌你这种阴险小人。林国公还没反应过来，顿时感觉喉咙一紧。瑞王，你……国公爷，你这舌头太长了，本王是要好好的给你割一下，才能让它正常啊！放开！哎呀，没想到权倾朝野的国公爷也怕死。你的命在本王手中，如同蝼蚁，掐死你吧太便宜了，不如让你换种活法。林国公还没反应过来，慕容彻粗暴地将一颗药丸塞进他的嘴里。慕容彻，你给老夫吃了什么？自然是毒药啊！你以为能是什么好东西？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买二手新能源。我推荐瓜子，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瓜子超级品牌周，每台再补1万块，错过就亏大。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若是每月没有本王的解药，你会化成一滩血水。若是敢动沈福一根汗毛，若是敢动沈家，本王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若是国公爷敢赌，不如就试试，你会亲自上门求本王让你活下去。滚吧！若非要查母亲的死，还有太子的身份，他真想一刀杀了林国公。四爷，若是国公爷将沈二小姐的身份泄露，那沈家岂不是……
沈福的身份是真是假，无人知晓，连本王也猜不透。她或许就是沈家二小姐，也或许是……若是沈福不是沈家二小姐，那真正的沈家二小姐又去了哪里？若是她真是离国人，那么就意味着她会如同小时候那般被离国皇宫盯上，被离国皇后盯上。你放心，邻国公说了也不算，沈福身份如何，旁人说了不算。我与她男未婚女未嫁，知道了又如何？我娶了她，燕京城谁敢动她？快去寻大夫给我解毒！老爷，你这是怎么了？快去，先去传府医。是瑞王给老夫下的毒。瑞王怎会无缘无故给老爷下毒啊？老爷，你怎么惹上瑞王了？不到片刻，国公府的府医匆忙进来。可是老夫中了何毒？老爷，此毒名为3尸神脑丹，此毒内藏蛰伏式小虫，每2个月毒发1次，需要解药才能缓解疼痛。若是不用解药呢？你可配置出解药出来？此毒解药难寻，解药一般在下毒之人手中，若是不定时服下解药，恐怕会化成一滩血水。你说不用解药，会化成血水？是啊，老爷，这毒解药难寻，就算要制出解药，也得10年20年。不管你有什么方法，我要你尽快调制出解药来，真是没用的东西。老爷，那你还是杀了我吧。3尸脑神丹的解药，恐怕连药王谷都不会立马制出来。老爷如今是毒发第1次，若是3日内不用解药，就会化为一滩血水。还请老爷尽快另选他法，莫要耽搁时间。没用的东西，我府上养你这些大夫有什么用？老爷啊，你怎会好端端的得罪瑞王呀？难不成我们只能去求瑞王，让他给解药？不容撤！四爷，国公府的人来了，让他们等着，等到天亮为止。若是不让国公爷尝尽痛苦，他怎能长教训呢？是四爷。下半夜惊雷阵阵，瑞王府的门前，赵氏扶着疼得死去活来的林国公在门口等着。老爷，瑞王殿下是不是不见我们了？国公爷这是想做什么？闯瑞王府？今日国公爷拦截我们殿下的马车，扰了我们殿下休息。我们殿下现在正在睡觉，至于何时醒，就要看国公爷何时想清楚你们所说的话，还有你所做的事。此刻的林国公唇角还有一抹血，心肺如同千万只蚂蚁撕咬，疼痛难忍。他咬牙切齿道：若是瑞王不给解药，别怪老夫明日在陛下面前参他一本。国公爷，先别说明日了，不如想想今夜你该怎么过。妄图惹怒陛下，国公爷真是有胆量。如今殿下的话我已带到，告辞了。国公爷，求人的态度都没有。若是你真心想要解药，不如就在这瑞王府门前跪上一夜吧。或许等我们殿下心情好了，明日醒来能大发慈悲，让你多活2个月。殿下说了，想清楚你今日在马车里说的那些话，若是他再听到一句，你的下场比现在更惨。林国公终是坚持不住，直接跪在瑞王府门前。只要能拿到这一次的解药，跪下又何妨？大不了这次毒解了，请人去药王谷。瑞王敢这样折辱老夫，老夫定饶不了他。林国公以为能用沈福的身份威胁到慕容彻，毕竟此事关乎沈家生死，关乎江玄，还关乎沈福，关乎离国皇室。却不知慕容彻这人坏得彻底，竟然给他吃毒药。他如今被慕容彻牵制，只能忍辱负重，拿到这2个月的解药，再另寻他法。翌日天微微亮，四爷，国公爷昨夜在门口跪了1夜，死了吗？没死，不过看样子受尽折磨，门前吐了不少血。但是四爷，国公爷毕竟是朝中重员，这样让他死了终究不妥。让他去钱塘。是四爷。微臣昨日冒犯了瑞王殿下，还请殿下能饶恕微臣。本王还以为这国公爷是什么硬骨头，没曾想连3尸脑魂丹的毒都承受不了啊！还请殿下赐药。昨日臣一时糊涂，说错了话，得罪了瑞王，还请殿下恕罪。殿下放心，臣昨日所说全当废话。殿下若能赐药，我定不会将沈家和殿下之事泄露半分。国公爷若是想泄露，本王等着。不过本王劝你一句，别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让你死了实在太过可惜了。更何况你在朝中还有职位，若是你死了，恐怕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来代替。林国公看着扔在面前的盒子，颤抖着将里面的药丸拿出来，胡乱塞进嘴里。瑞王殿下，
为何这般看着老夫？本王只是笑国公爷蠢的相信本王的话，没想到国公爷那么信得过本王，这么快就将药丸吞下。你怎知刚才给国公爷的就一定是解药呢？说不定还是毒药呢。国公爷，你如今一大把年纪了，该操心的事少操心。本王不了解国公爷，又怎知国公爷在我瑞王府跪了一夜？不过都是苦肉计而已啊。如今你的身体里埋了2种毒，都需要解药。若是你想不清楚，或者打沈家什么歪心思，我不介意让你变成一滩血水。他没有想到慕容彻给他的是毒药，而非解药。他颤抖着将所有的怒意都压制下去。慕容彻的坏是他不敢想象的。臣记住殿下今日所说，绝不会打沈家主意。本王拭目以待。国公爷应该是个识相的。2种毒的解药在这里，2月后你亲自来我瑞王府取另外2个月的解药。若是你想将此事告到父皇面前，本王随意。谢殿下不杀之恩。拿了解药后，他带着赵氏出了瑞王府。小姐，于公子已经到燕京城，如今奴婢将他安排在望京楼。我去见我师兄一面。是，小姐。哦，对了，如今沈叔是在何处？好似在醉江月，与太子一起。不过燕京都在传言，太子身旁跟了一位女子，看样子传的就是沈叔。准备马车吧，我们去见师兄。3楼的雅间里，桌旁坐了一位白衣公子，公子面容儒雅，眉眼温和，温润如玉。这人不是别人，正是沈福的师兄于子安。于子安与沈福自小相识，在易水的那些年，于子安对沈福这个师妹宠爱有加。沈福所求之事，只要他能做到，定然不会让他失望。于他而言，他们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2人自小相伴多年。师兄，沈福戴着面纱，缓缓从门外进来。福儿，好久不见。给师兄写了那么多信，如今你终于愿意来燕京了。福儿既有所求，师兄自然愿意来。只是易水有些事便耽搁了。半年不见，你如今倒是圆润了不少。看样子这燕京城的伙食果然比易水的好啊。师兄怕是看错了，我来燕京没多久，和从前一样，并未长胖。你说的对，是师兄看错了。你这哪里是长胖，是长大了，成了大姑娘。哎呀，沈家之事我也听说了，没想到你回来不过半年，也发生那么多事情。有时候真后悔让你回燕京啊，让你一个小姑娘独自承担那么多事。师兄说的哪里话？我是沈家的人，自然得挑起重担。如今爹爹没了，沈家便只有哥哥姐姐，我自然也不会胆怯。所以你写信给我，便是想我进东宫，可想好了计策？师兄，若是进入东宫，恐怕也得小心谨慎，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若是师妹自小与我一起长大，我怎不知你的性子？若非要是你不愿求人，若是能让你报了血仇，师兄进东宫又何妨？师兄大恩，我也不知如何报答。师兄自小与我一起长大，也护过我多次。于我而言，师兄早就如我亲哥哥一般。若是家仇得报，师兄大恩，我定相报。于子安眸色微微一变，听到亲哥哥几个字，似觉得有些刺耳。可是沈福是他师妹，他自然得宠着，有些事情也不愿意捅破。所以你有计划了？让我进东宫，你可想好计策？师兄医毒双绝，应该有九品红这种毒药。这种毒物，你想用来做什么？我听说九品红这种毒无色无味，若是中了九品红，普通大夫是解不了毒的。此毒需用偏方才可解，这偏方师兄是会的，何不如师兄将九品红的毒给我，我自有安排。师妹，你可想过后果？若是事情暴露，你不仅护不住自己，还会连累沈家。到时候师兄也未必能像从前一样护住你。师兄放心，我自会周全，不会连累沈家。九品红的毒，我在信中给师兄提过一次，想来师兄应该带来了。师妹的要求，我自然是应的。九品红我确实带来了，你若想报仇，我无法阻拦，只是别丢了性命。若是某天燕京城你实在待不下去了，师兄带你回易水，这是我给你的生辰礼。你来了燕京之后，我都忘了。你的生辰，师兄一直记得。谢谢师兄。将九品红放进清水中融化，便可染毒。如今师兄若想去东宫，还得等。大燕的琼花宴快到了，琼花宴后便是进入东宫的好时机。不过师兄若想进入东宫，还需要在燕京城内给百姓治病，最好都是些疑难杂症，比如太医院的刘太医都不能治好的疑难杂症，师兄何不如主动上门一试？你的意思是，
让我与太医院的刘太医抢饭碗，你怎敢确定我的医术比刘太医更胜一筹？刘太医是什么水准，师妹还是知道的。师兄若是信得过我，我明日让云兰将刘太医尚未治好的一些世家勋贵的名单给你，你可以一试。当然了，若是能治好燕京朝中官员的一些家眷，再好不过。师兄在易水，应该也听说过礼部尚书王大人之事。罗氏的病症，至今仍然是个谜，连太医院也无法。太医院的刘大人坚持说礼部尚书之妻腹中是胎儿，师兄可认可？我自然不认可，哪有怀了3年的胎儿？这件事传遍了整个大燕，诸多大夫颇有疑惑。可刘太医是太医院的人，他说的话自然颇有权威，大家有疑惑，却不得不认同他的看法。我知道师妹的意思，你放心，我会按你的意思去做。你倒是将师兄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也烦请师兄万事小心，你我师兄妹关系不能向旁人泄露。若是琼花宴后你进入东宫，你我关系暴露，定然引得太子慕容景怀疑，到时候你的安危也是问题。师妹谢过师兄。夜幕，沈福从望京楼的雅间里走出来，却丝毫没有注意到望京楼的另一间半掩的雅间里，一身黑衣男人的目光紧跟着他。四爷呀，四爷，没想到你也有今日啊！你废话真多，莫不是想本王封了你的嘴？石燕青连连摇头。四爷难道就不识错？也是，四爷可真是大度。我若是你啊，定然冲进去问问清楚。看样子还是本王对你太宽容了。明日本王让侍卫过来先缝了你的嘴。如今你我事情既然商量的差不多了，本王先回府了。哎，四爷，你玩真的？真要封我的嘴？哼，难不成还有假？哎，四爷，四爷。慕容彻已经走远了，不过他也知道慕容彻这人阴晴不定，也不知说的是真是假。看到了什么？哎，四爷，你是不知道，那男子送沈姑娘玉簪时，沈姑娘笑得有多开心。你说沈姑娘会不会移情别恋啊？慕容彻坐在马车里，面无表情。傅颖知道自己说错了话，连忙解释：“不是的，四爷，我看这沈姑娘与那男子一直在商议要事，想来只是朋友。更何况这云兰还在房间里呢，就是不知道这送簪子。”回府。四爷，不去沈家找沈姑娘问清楚？今夜太晚，明日再说吧。四爷，你干嘛让我簪子啊？这簪子不合适，以后待我送你的簪子，旁人送的不好看。可他头上的分明不是师兄送的，而是普通的玉簪。四爷，你不能这样。那你说我该怎样？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又找人跟踪我，还乱吃醋。他是我师兄，我把他当亲哥哥，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把他当亲哥哥，他可将你当成亲妹妹了。我好嫉妒，你们相伴那么多年，我好想杀了他。慕容彻，你，唉，怎么还不清醒呢？你若是敢动我师兄，我这辈子都不会嫁给你。只要他将你当亲妹妹，我不会动他。若是他想带你走，我定然不会轻饶。我师兄会医术，我让他来燕京城便是为了想办法进东宫。我师兄不会对我动心思的。四爷，你能不能改一改啊？别这么极端，让我害怕。你说你怕我？你与他青梅竹马，他送你的发簪你也接受了，我自然不是滋味。若是你不想他死，我不杀便是。只是你能不能试着多在乎我一点？从前见到慕容彻时，是在离国的笼子里，他的前半生都在那些肮脏血腥的地方活下来，心里却有一寸是温暖的。可以，四爷，你在想什么？没什么，只是想到一些旧事。你可想过为何你会出现在离国？我不知，四爷，我脑海里离国的记忆只出现在梦里，也许舅父才会知道。慕容彻微微蹙着眉，沉默片刻。若是沈福不是沈家嫡女，那真正的沈家嫡女又是何人？恐怕还得让白小堂查得细致些。前日你说你要借刀杀人，你借的这把刀是谁啊？到时候四爷就知道了。这把刀是把好刀。哎，你不愿说，我也不强求。这些时日夜幕，我都会在这里等你，教你投江湖，教你射箭。谢谢四爷。你是什么人，敢勾引我妹妹？哥，四爷，拜见瑞王殿下。都是一家人，免礼。一家人，你与沈家有旧仇，怎会？若我想报复，何须利用福儿？你哥哥知道了，作何打算？哥哥不会声张，天色已晚，你明日尚有朝堂与军中事务，早些回府。那瑞王凶险，你们何时在一起的？你不怕他报复沈家？哥，他不是那样的人。福儿，你的脖子上怎会有淤青？可是有了心仪之人？
阿姐，是四爷，我与四爷已经签了婚书，名字也写入皇室玉牒了。他对你是真心的吗？阿姐，四爷对我很好。小姐，于师兄说今日行动。去望景楼告知师兄，在城南巷子摆摊看病，顺便打听礼部尚书加夫人罗氏是否去万福寺，若去便按计划行事。快去快回，我与阿姐要去上香。是，小姐。姐，今日天气好，不如我们去万福寺烧香祈福。你前些日子不是说经常梦到死去的母亲，让你救她吗？巧了，我今日也打算去万福寺。夫人慢行，青石板湿滑，仔心脚下。施主眉所忧思，想必心中有祸，可是有所祈求？方丈3年祈愿，只求腹中孩儿平安降生，奈何夙愿难成，纵使祈求，亦无济于事。夫人莫急，求之前文自有指引。此为上上签，夫人孕满3载，当遇西南贵人，青山白面，医术通天，可解此困。阿弥陀佛，善哉善哉。